大家别抢，每个人都有的。我都饿了3天了。这女武神还算心地善良，竟然给我们施粥。哇，这就是女武神的雕像吗？统治这座城池的，竟然是这样一位绝色尤物。唉，总算吃了顿饱饭。我就说，女武神哪有这么好心？我们的家园五寨城1年前就被你们的女武神灭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们？啊，好热啊！这不是那个又美又强的女武神吗？啊！哎，怎么回事啊？我为什么在地牢里，还和女武神关在一起？这个感觉，我还没有死，难道刚刚不是梦？我跟她真的……哎呀，完了完了！哎，小家伙你也醒了，太好了！你醒了？那个，咱们，我只是前菜被劫后误食了毒粥，所以才……有什么区别吗？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姐姐气色很好呀，看来昨晚睡得不错呀。不知那边的人听完了耀眼如苍穹的姐姐和一个小乞丐在一起，会碎了多少人的心啊！姐姐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传到每个人的耳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回味无穷的话题。你被人推翻了？哎呀，你不也看我了吗？有没有吃亏？你想死，我现在就成全你！啊，好，好，好，我没看，我没看，我只是在想办法出去。嘿嘿，我的小虫虫果然是无所不能的。啊！他那是什么眼神吗？你扶我上去。你是女武神，那么厉害还用我扶啊？我中了毒，现在浑身无力。哎，不服不服，我被人打瞎了，什么都看不到。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扶还不行吗？不是说浑身无力吗？还这么暴力，不过也值了。哎呀，哎呀，人呢？拉我上去啊！哎，女人啊，果然是越漂亮越不能相信。穿上，我拉你上来。哎呀，使劲儿啊！你怎么这么重啊？哎，看来毒素在她体内还没排出啊，跟个弱女子没什么分别。跟我走，别发出任何声音。你确定能从这里逃出城外？你也可以自己走。哎，还得爬多久啊？我快不行了。你体能也太差了。我就是有点贫血。起火了，快逃啊！救命啊！流金火龙，你们看这个光景还满意吗？这位木龙尊者，我们与你并没有深仇大恨，为何要？我告诉过你们，我要的是他，结果他人呢？哼，看来还是我太过仁慈了。这座城池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人，他与一名乞丐共处一夜，你又何必对他念念不忘呢？小女纯洁娴雅，又有几分统兵礼程的谋略。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小女今日就可以与您成亲。你们怎么敢动他？他若是珍珠，你和发臭的泥沙没有什么区别。
这些生长在烂土中的贱民，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你笑什么？我明白了，在你成为慕龙师之前，不过也是那个女人眼中的泥沙。你竭尽所能得到她的青睐，她对你却冷淡如奴仆随从。终于，你遇龙而来，今非昔比，期待她能对你刮目相看。可她却被我毁了。你日日夜夜迷恋的女神与一个乞丐在一起。住口！你给我去死！即便这样，黎云姿也只能是我罗笑的。慕龙师，这永城彻底毁了呀！还好我们逃出来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与你为敌的人发现你跑了，说不定会四处抓你。你现在实力又还未恢复，不如先到我那儿避一避。带路。唉，赶了3天3夜的路，终于可以睡了。唉，权位被夺，名声被毁，永城更是不知为何被人彻底摧毁。他却不得不隐忍内心的怒火与屈辱。在他眼中，我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乞丐吧。唉，好香啊！我养的大肉蚕呢？蚕蚕这么可爱，你怎么可以吃蚕蚕？我饿了，你家没别的食材了。哎呀，我的祖宗，你别吃了，我给你去买肉饼还不成吗？哎，没想到啊，看上去貌若天仙，气质不凡，扎起蚕来竟然这么残忍。要说这世上啊，最尊贵的当属龙了。这个大地有着一股奇妙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什么生灵都有一定几率化龙。传说万物生灵都有一道自己的龙门，越过之后便可化身为龙。有一种人，他们寻找化龙的规律，祝有几率化龙的生灵越过那一道龙门。这种人被称为慕龙师。哇，我将来一定要成为慕龙师。不过成为慕龙师后，一定要一心向善，不能滥杀无辜啊！爷爷，想找到化龙的幼灵应该很难吧？近几个月有传言，幼龙爱吃大肉蚕，若有吃肉蚕的幼灵出现，一定要捕捉，化龙的概率会很大。我家里就养了很多大肉蚕。所以呀，最近肉蚕的价格大涨，我们小桑镇靠养蚕为生，可以发一笔喽！我的大肉蚕呐！我回来了，快尝尝我买的肉饼。神呢？我走了，不要找。以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就这样走了？那我会成为你一辈子的耻辱吗？其实，算了。白起，你说我们是不是再也回不去当年叱咤风云的日子了？不过，平凡也挺好，没有压力，不用烦恼，人家还不用咱负责。走，带你吃饭。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突然又回来了？还悄无声息的，吓死人了。有事，你扮演我族里的人。族人，祖龙城邦的李家。你说要一起上路的人，便是他吗？他先来一步，已经向族里禀告了我现在的情况，我让他在这里清扫我逗留的痕迹，随后即刻回祖龙城邦。看我先发制人，掌握主动权。
女君，族里令属下带您回去，可没有准许陌生人同行啊。您身份尊贵，又如此端庄美丽，属下建议您不要相信来历不明的人。什么来历不明？我本是族内罗啸以前是我父亲院内的侍从，现在更是慕容师，不是你说的来历不明者。哦，也算同族子弟。那咱们就一起上路吧，相互之间也可以有个照应。这是那条灭了永城的龙，看来这个罗霄要杀的可能是我呀。他不知道和黎云姿发生关系的那个小乞丐是谁，索性直接灭了整座城池。哎，说罗啸以前是你父亲的侍从，那现在不是了？他曾私自偷窥我练剑，谁？被我发现后，他便被我父亲逐出了家族。只是看个练剑就被赶出家族，我夺了他的真剑还安然无恙，真是福大命大呀。他心中有怨，现在成了慕容师。他没有直接掳走你，是因为他想借此机会重回你们大族。他这是强行护送，途中会不会狂性大发都难说呀。这小子老围着女君嘀嘀咕咕的，真令人火大。你想谋杀女君呐？实在不好意思，我这火龙脾气有点暴躁，落地的时候粗鲁了点。不过，你身为黎家族人，怎么敢妄自触碰女君的身体？滚下去！诸是为他刚入驯龙学院，幼龙未成形，有劳罗先生了。还没成为慕容师，就踏足这块野蛮无土，祝小兄弟真是勇气可嘉。这人一路百般试探激怒我，还好我能忍。下面就是祖龙城邦了。哇，相传祖龙城邦是由一头始祖龙的身躯所化，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主子先别动气，人没事回来就好。连自己的名节都保不住，你将来如何能保得住这座四面楚歌的祖龙城邦？陆少，属下明明已经将永城付之一炬，这件事为何会这么快传回祖龙城邦？住口！轮到你说话了吗？不管怎么样，云姿都为我们城邦立下不少战功。尽管现在声名狼藉，可他统帅的威严还在。他哪还有什么统帅威严？而且他女君之名下的将士都要和他一起承受这份耻辱，女君之名就此消失吧。你的军卫会分散到其他军营中，继续守在西边战场。祖龙神机继承者也由你妹妹南陵莎来担任，你就幽闭在宫中，不许见任何人。罗霄，罪仆在。你的龙是流金火龙。是。没想到你离开黎家倒有一番奇遇，这次你做得很好，让那些无土的流民们明白我们黎家的人绝不能随意践踏。你就到我麾下吧。流金火龙确实是头潜力无穷的真龙，但也需要足够庞大的资源和名师指点。只要你足够忠心，将来会光芒万丈。多谢主上，多谢主上。我呢？看不到我吗？云姿小姐，不用在意他人看法，我会努力成为黎家的中流砥柱，想尽一切办法让令尊将云姿小姐许配给属下。我罗霄对云姿小姐是一片真心。云姿小姐不用马上答复，只要明白罗啸的忠心与痴情就好。真的有那么透明吗？我会证明给您看的。还在流血呢，擦一擦吧。虽然他没有迁怒我，但多半也不想再看到我。我也不好意思赖在黎家白吃白喝，还是先找个地方打份灵功吧，最好还能种桑树，不然白起睡醒没有吃的会闹。说起小白起，他好多天都没钻出来透气了，是在我的灵域里准备冬眠吗？进去看看。奇怪，怎么多了个冰俑？
这是化龙的征兆，白起即将回归龙位了，太好了！看来我们很快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在空中自由的翱翔了。可惜我不是真正的慕容氏，不然绝不会让你变成如今这副样子。放心吧，白起，我一定会搞清楚你的退化之谜，然后助你成长。我会带你重回巅峰，成为一个真正的慕容氏。而且，我也不想成为他一辈子的耻辱。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度过白起化蛹的阶段。我在祖龙城邦人生地不熟的。公子，您睡了吗？来了。我是女君的侍女双儿，女君令我将这封离川驯龙学院入学推荐信交给您。谢谢双儿姑娘了。他要把慕容师的身份弄假成真，以防罗笑事后查问。慕容学院倒是个好去处。行，上学就上学。公子去报道后，可千万别错过幽灵之选，一定要好好的挑选啊！哇，这里就是离川驯龙学院，果然气派不凡呢。啊，小哥哥也是来瞻仰学院的？我来入学的。哎呀，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小哥哥长得挺俊，这还没睡醒。哪里没睡醒了？小丫头怎么这么损呢？看你穿的朴素平常，又没有携带幼灵，还吊儿郎当的。驯龙学院什么时候把入学标准降得这么低了？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啊？我现在走进去，红木大门那人不会拦我。要是我能进去，你把这一筐桃都送我。好啊，那我赢了呢？我把你的桃都买了。我才不相信你能买光我的桃呢！我来入学，这是我的信笺。先去前面取一下学徽，然后在旁边稍作等候啊。哎，你看我过来了，是我赢！哎，婶儿，真的不能再少了。你看我这桃，各顶各的水灵。可恶，这比输了还难受啊！人数凑够了，出发。李少颖，你可是我们全村人的希望，无论如何都要成为慕龙者呀！要没有成也没关系，早点回村里，家里的牛啊羊啊，总得有人放到草场去，不肥就存不了奶，没奶那些小羊羔、小牛仔冬天可熬不过去啊！记得把那一袋驯鹿肉分给身边的同学们呐！人生地不熟，要懂得打好身边同学老师关系，这样才不容易挨欺负。我知道了，华叔，您赶紧回吧，求您了。你们也是刚入学吗？我叫李少颖，你叫什么？祝明朗。哎，同学，你怎么称呼？你们3个入学算迟的，就算路途遥远，也该提早出发才是啊。现在去楚龙殿，只能挑选一些别人剩下的幼灵了。选吧啊！选好了之后，来我这儿登记，做好印记，幼灵就属于你们了啊！哇，这么多幼灵啊！到底选哪一个好呢？哼，你们挑选的倒是蛮认真，这里面上千头幼灵，也未必会出一只真龙。让你们来这里挑选，不过是给你们作为驯龙学子的一点希望。随便抓一只得了，别磨蹭了。有时间在这里选垃圾，不如多花点功夫驯养好你们自己的幼灵。受残？连这里都有霸凌啊！小恶灵，以后跟着哥混吧。怪不得被别的幼灵欺负，你小子真是贱呐！最近几个月有传言，幼龙爱吃大肉蚕，若有吃肉蚕的幼灵出现，一定要捕捉，化龙的概率会很大。而且这恶灵头上还有硬骨，像是龙的银角。罢了罢了，哥忍了。我可是专业养蚕的，能不能让你化龙暂不说，肉蚕是保证让你吃个够的。怎么样？
重新给你个机会，要不要跟哥混？说好了，以后就叫你小黑牙吧。怎么样？我给你挖的新坑，不错吧？你自己玩吧，我去洗澡了。哇，爽啊！哎呦，哎，早啊！你这么喜欢锻炼啊？奖励你个肉残。今天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去锻炼吧。你们没见过他本尊，美若天仙，真是狗贼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呀？听说是个老乞丐，我怎么听说是个年轻的流浪汉呢？哎呀，求你们别说了，他可是我的日月星辰。唉，越传越离谱了呀！哎，这么好吃的石斑鱼，你身为鳄鱼竟然不爱吃？哈，身手不错呀！哎呀，真是经不起夸！快回来！下次别这么大意了。别过来，快回去！蛟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可寻短见？不是寻短见，这是意外。啊，小黑牙，你进阶了呀！不过，就算你变得强壮了，也不能这样跟下来啊，会摔得粉身碎骨的。这是你的幼灵吗？好好驯养吧，他应该已经寻到了龙门之境。没别的事，就不要在这里耽误我修炼了。多谢师姐相救。你现在要是再遇到楚龙殿里霸凌你的那群小狼灵，应该可以把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了。哦，对了，你的志向不再打败那几头小狼灵，总有一天你也可以和这头蛟龙掰一掰爪掰。哎，我认输，我认输。下次让你做杂活的时候，别再那么多废话。没什么好看的，幼灵斗幼灵，纯粹是浪费时间。饿了呀？小黑牙，你先吃几条石斑鱼凑合一下，我这就去给你弄一大箩筐大肉残去，给你吃个饱饱的。哎呀，小黑牙的食料可以暂时通过在楚龙殿里干活来换取肉残，可随着小黑牙长大，一直这样肯定不行。看来得想办法赚点钱来收集食料了。啊，对了，还有小白起，他喜欢吃花蜜，等他苏醒了，必须给他喂足够的花蜜啊！朱明郎，你站住啊！你什么情况啊？臭的跟掉进粪池里一样，是去扫龙粪了吧？这人怎么如此卑贱？扫龙粪那可是怨奴工做的。既然这样，一会儿把同学们的污垢也清理一下吧。反正你连龙粪都扫了，不差我们这些人的污垢。凭什么呀？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昨天幼灵比斗没来，就等于弃权。最弱的那个就该打扫社院前后。选择参与你们私定规则的人，愿赌服输，合情合理。而我不参与，意味着我不需要你帮我打扫我的区域，我也不必要给你们任何人打扫，明白吗？牛气什么呀？有本事你和院舍里那个养狼的说呀！小黑牙，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回来。哎呀，你慢点儿。唉，随着小黑牙慢慢长大，打扫楚龙殿奖励的肉残估计也喂不饱它了。还有什么赚取龙石的方法呢？对了，从楚龙殿回来的时候，学院任命处好像有一个奖励不错的活，等会儿去试一试。
还有上战场攻打城池的，这应该是慕龙者的任务吧？学院管的还真宽呢，1/4的城税。啊，可惜了。小白起要是没有退化，我倒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任务既能训练小黑牙，又能赚钱，哼，接了。原来如此，这些斑斓鱼妖成群结队的时候，是利用这些虚的摆动来告知周围的同伴有敌袭，这样其他同伴就可以提前躲开小黑牙的扑击了。小黑牙，这些蓝斑鱼妖虽然游得比你快，但并没有快太多，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你需要在这里训练，一方面是习惯水流和阻力，一方面是提升速度。加油，小黑牙，可以的！好了，今天的训练完成了，我们回家吧。给你准备了很多大肉残哦。好了，今天我们继续去抓蓝斑鱼妖，这次一定会成功的。收击！黑牙，冲散他们，然后死追落单的那个。啊，我们成功了！黑牙，好样的，我们继续。任务完成，干得好，小黑牙。这金沙应该能买很多新鲜优质的大肉残了吧？顺便可以采购些小白起爱吃的花蜜。哎，可算找到你了！哦，是你，小哥哥，之前可是说好了要买我一筐桃的，竟然躲了我这么多天。明明是你欠我一筐桃，丫头。呀，你还真是驯龙学院的学生啊？那你的龙呢？别转移话题，我要最新鲜、最大个、吃最多的桃。哼，好吧，好吧，你赢了。我家有的是桃，等我卖完今天的桃，你去我家拿。啊，对了，你知道哪里有卖残和上好的花蜜吗？我家族就有啊，整个凤蹄镇就没有我们家不卖的农产品，价格实惠，品质上流，人品可靠，绝对是。别打广告了，我先订一些大肉残和花蜜，只要你家东西的品质好，以后我要的东西啊都从你家买。哎，好啊，那你先订多少？我这儿有1粒金沙，订10筐大肉残加10罐花蜜吧。我去，你怎么不去抢啊？什么意思啊？看不起人呐？哎呀，小哥哥，你看那间画舫，其实里面不只有美娇娘，还有男儿郎。你要是想赚钱，我觉得你不妨到那里试试。毕竟你长得还挺俊，应该很招那些骚的老夫人喜欢的。太毒了吧！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看在熟人的份上，让你多赚点，10筐肉残8罐花蜜，再不行我就找别家了。7筐肉残7罐花蜜，还要不要？你要是能在凤蹄镇找到第2家卖花蜜的，我方念念跟你姓。难不成只能在他这儿买了？罢了，大不了再接任务赚钱。好吧，就按你说的，成交。哇，姐姐好久不见，你又长漂亮了。人家是个女孩子，看到你都感觉脸红心跳呢。怎么一下子变成小迷妹了？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个顾客的感受啊？念念啊，你也越来越漂亮了呢。云姿，你怎么来了？莫非是特意来探望我的吗？我们认识吗？小哥哥，你这搭讪水平还不如个癞蛤蟆呢。南陵莎姐姐，别理他，吃糖。好啦，今天有事，我先回学院了，改天再聊哦。你刚才叫他什么？南陵莎呀，你到底是不是驯龙学院的学生啊？连南陵莎姐姐这么漂亮的大美人都不知道？我都是自修的，对学院情况不是很了解。她叫南陵莎，还是黎川驯龙学院的？人家可是南氏大小姐，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女人，死了这条心的。南氏，难道真的认错人了？罗统领，我知道你的念想，我会让主子近期帮云姿考虑一下婚事的，你可要自己把握好机会。多谢夫人。这是主子让我交给你的文例。吴土九城联合起了暴乱，妄想占领我们东徐要塞城，
城邦的军队已经过去了，你明日就启程，给他们一些教训。和之前的几次小功绩不同，完成这次任务，你的名望在城邦中也定会大涨。罗笑，定不会让夫人与主子失望。哦，对了，有件事想问一问你，与你们一起回来那个男子，你可认得？祝明朗，云姿小姐说他是族内人员，难道不是？府内并没有他的姓名。算了，你先去东旭城吧，我去查查此人身份。云姿既然是被陷害，身边难免会有一些贼人。是。祝明朗，这小子果然有问题。如果周明朗不是黎家府内的人，李云姿为何要撒谎？谁在骂我呀？啊，太好了，小白起终于要破壳而出了。啊，奇怪，与之前的白起不一样啊。好了好了，来，给你准备了花蜜，多喝点，长身体。小黑牙，这是白起，以后你们就是伙伴了。小黑牙，你没事吧？嗯，糟糕，差点忘了今天有一堂月末课。听说了吗？最近有头鎏金火龙在东旭城大杀四方，吴土那些凶猛的暴民再也没有越过界。是啊，祖龙城内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位驾驭鎏金火龙的慕容师呢。那是罗啸，不久前被黎家招募来的慕容师，听说为人比较凶狠。好男儿没有不上战场建功立业的。等我狼灵化龙，我就去攻下一座城来，到时候欢迎大家来我的城市做客啊！本城主一定好好款待。要化龙也应该是南叶吧？他的幼灵本就是龙子，已经能释放一些低阶魔法了。可还需要苦苦寻找龙门之道的我们可不一样。真的吗？原来南叶已经有幼龙了呀，好厉害！我的狼灵化龙指日可待，别跟我说什么幼年龙子，没准一口就被我的狼灵当肉吃了。你可能没有搞清楚龙与野兽的区别，哪怕是幼年期，也可以把你的狼灵撕成碎片。我不喜欢做口舌之争，我们院舍内除了祝明朗，其他人都被我打得体无完肤。你要有能耐，就和他比一比。还以为这家伙是个争强好胜的莽夫，没想到竟然来这一手，把一直不合群的我推出去试探南叶的实力。哼，这招真是一箭双雕。是吗？没记错的话，你就是那个入学后天天到楚龙殿掏粪的家伙吧？你这是掏粪掏出宝贝了？就是你怀里抱着的野鸡吗？他都不需要我的绿龙出手，我一只手都可以捏死他。没想到为了在妹子面前出风头，这小子竟然如此挑衅。要侮辱我就算了，侮辱小白起绝不能忍。好俊美啊！这是什么龙？哼，某些鸡龙也就是一身鲜亮的羽毛吸引人，跟真正有本事的龙差远了。野鸡还敢挑衅？你是想一战吗？如你所愿。没想到南叶才刚刚入学，就已经是真正的慕龙师了。哇，灵玉！南叶已经有灵玉了。幸好老子机灵，让祝明朗去试探，不然老子的大狼灵肯定会被这头绿龙一口咬成两段。看见没？这就是野鸡和龙的差距。我一定不能太兴奋，要保持高冷。保持高冷。啊，简直是高冷男神，是我最喜欢的类型。南叶加油，我看好你啊！绿龙，杀了他。该死！小白起，
回来。真的，是真的龙啊！我就知道祝兄平时低调，其实实力很强，果然今日出手，令我们大开眼界呀！是啊，入学的时候我就看出祝兄气度不凡，异于常人，果然没看走眼啊！真是太厉害了！祝兄将来一定是很厉害的慕龙师。祝明朗，你的幼龙好美，好漂亮啊！好哥哥，你有女朋友吗？喜欢什么样的呀？不愧是小白起，又年轻就有这样的战斗力。小爷的光辉岁月要回来了。把你的龙收了吧，好好培养，他还是很有潜力的。回来吧。进阶了！进阶了！南叶同学，你看我怎么说来着？你的这头绿玲珑还是非常有潜力的。上一局我赢了，这一局算我收，咱们平了。胡说八道！哪来的2局？我还没有收回龙宠，这还没结束。山鸡就是山鸡，别以为继承了某些御风的能力，就可以与我的真龙相提并论。那我认小白起。但是小白起的战役，他要认真起来了吗？小心毒！妈呀！快跑！快跑！绿玲珑太猛了，这毒液要是粘在人身上，皮肤都会被溶穿。小白起，我万费，别在这里和他缠斗。不行，小白起太猛了，只要绿玲珑一碰到白起，我就将他强行召回灵域。你怕了？晚了！你想强行召回灵宠，那攻击会直接撞在图印上，所产生的伤害将由你的灵魂承受。我劝你还是放弃吧。这2个人究竟是什么怪物啊？这一届的新生里竟然有2个真正的慕龙师！怎么可能？你龙门只有1步之遥的真龙，居然会败给这样的杂灵啊！你这是什么龙？明明只是个幼龙而已，怎么可能打得过我这已经半成年的绿玲珑？那是一头冰城白龙。段兰老师好，老师早。老师2位同学的堂前表演不错，都回自己的位置吧。兰姐姐，段兰老师，绿玲珑的眼睛。用这个给你的绿玲珑涂上，很快就会恢复了。你应该感激，祝明朗的龙没有直接刺穿你绿玲珑的瞳孔，那可是致命的。绿玲珑没有被刺瞎。好了，今天我们就讲讲龙的血统。龙分为古龙、巨龙、苍龙3大血统。古龙拥有战技，巨龙施展魔法，苍龙具备玄术。拿南叶同学的绿鳞之龙来说，便是一条标准的巨龙，那些青光藤蔓就是他掌握的绿鳞魔法。是，那冰城白龙呢？是什么血统啊？祝明朗同学的冰城白龙主血统为银月映龙，属于苍龙；次血统为腥风冰龙，属于巨龙。刚才的战斗中，他施展的是风魔法与冰魔法，并没有使用苍龙玄术。之前讲过，任何生灵都有幼年期、成长期、成年期、完全期4个阶段。真龙呢，分为龙子、龙将、龙主、龙君、龙王几个级别。像南叶的绿鳞之龙，成年了才是龙子级，而白尘冰龙在幼年期就有了龙子级实力。如果他进入完全期，有可能踏入龙君级。
祝明朗，你要好好培养哦。没想到这个小白龙这么变态啊！祝明朗运气真好，竟然能找到这么厉害的龙宠。白起不是没有使用玄术，而是从冰蛹中刚出来，苍龙玄术还未觉醒。以前白起是不会聚龙魔法的。这么说，白起的退化不是生命的倒流，而是一种蜕变重生。南叶，你也不要灰心，每个人都能开辟多个领域，你将来说不定也能得到很厉害的龙宝呢。修炼切忌傲慢急躁。哼，总有一天我会超越你的。这么看来，白起幼年期到成长期的这个阶段相当重要。若喂养不好，苍龙玄术有可能被埋没，再也无法觉醒。唉，这些花蜜只够小白起吃1个星期，要再去哪里弄一些花蜜来？祝明朗，段老师，哎呀，我去这头色龙！祝明朗，可以帮我个忙吗？当然可以。这潭下有一条百年水怪，实力虽然不是很强，但它嗅觉非常灵敏。每次我唤出战川龙来，它就钻入潭底乱石中。用玄术强行泯灭它也很简单，只是容易伤了其他生灵，而普通的大鱼根本入不了它的眼。所以想请你的小黑牙帮忙引它出来。小黑牙，你要记住，对方一扑向你，你马上往外游，千万别被他抓住。剩下的就交给段兰老师的蛟龙，明白了吗？喂！放心，不会有危险的，你可是很厉害的。段兰老师，还没有到瀑布脸下。如果你现在救他，就等于放弃他的龙门。总有一天，他会脱离你的保护，遭遇更大的挫折，不突破潜能，便永远化不成真龙。是啊，关心则乱。若不将雏鹰推向悬崖，他们就会沦为其他猛禽的食物。啥？糟了，小黑牙！小黑牙！小黑牙，你看，连他都对你刮目相看，你做的很好。段兰老师，那这是那暴年的灵魂妖珠，就当是你家小恶灵的报酬吧。它应该能令你的小恶灵更快化龙。谢谢老师。不用谢我，这些是你应得的。今晚你可以去我住处那儿拿一罐双树花花蜜，这个比普通花蜜更适合你的龙，就当做是你帮我忙的报酬啦。以后还会有的，你慢点儿，别撑着。看来段兰老师这双树花花蜜很对小白起胃口啊。小白起与小黑牙近期的口粮问题算解决了。明天我得去书阁看看有没有养龙的经验和介绍，为小伙伴们的下一步成长做好准备。根据这2本书里的记载，无论是银月应龙还是新风冰龙，幼年期到成长期都不过是1年半，是成长速度相当快的龙族。这么说，小白起应该也只需要1年半就可以到成长期，再加上有灵域滋养和足够花蜜喂养，估计只需要1个月就够了。如果喂的全是双树花花蜜，可以缩短到20几天，而且白起的冰融之羽与冰之魔法会更强大。哎呀，小黑牙吃了妖珠饭量又暴增了，养龙果然很烧钱啊。巨龙一般都喜欢收集大量的金银财宝，细节龙穴是来钱最快的勾当。哎，算了，或许我只能重拾老行当了。南陵沙还是李云姿啊，真巧，又见面了。你觉得是巧合吗？云姿，你来探望我吗？我来杀你！他这是想要杀掉辱没了他名声的我了？那为什么之前不动手？这些日子我想明白了，
让你活着就像是一根毒刺，每每在我心情稍稍愉悦的时候，就猝不及防的扎来，反复折磨。不如我亲自给你个了结，彻底埋葬这件事。折磨吗？我能理解。明明是上苍对我俩命运的安排与戏弄，我却躲在这里养龙、看书，由你一个人来承担那些肮脏恶心的流言蜚语。有什么遗言吗？我以为你与别的女子不同，即便受到这样的屈辱，也可以不迁怒于他人。你在我心目中还是蛮独特的。算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送我学院信笺，让我在学院里度过了一段不错的时光。好，他还送你入学信笺。你不是李云子，你是南陵莎。我是黎云姿的妹妹。你们是孪生姐妹？她随父姓，我随母姓。她在黎家，我在南市。果然闹得满城风雨，将黎云姿从女君之位狠狠拉下来的那个小乞丐就是你。哼，黎云姿居然还留你性命，甚至还让你到驯龙学院。拜你所赐，我现在出行都要带上盐沙。若不是知晓我们为孪生姐妹的人并不多，我也早就声名狼藉了。林莎姑娘，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可以去问你姐姐，她可以为我作证，证明我祝明朗的品质。你以为我们姐妹情深，关系和睦吗？兴许她以为自己现在的悲剧是我一手酿成的呢。这样啊？那你现在也是受害者，我竟然被小姨子套话了，这可怎么处理啊？住嘴！本小姐与你没有任何瓜葛，长得倒是人模狗样。为什么会被传成卑贱、肮脏、浑身脓疮的乞丐？其实还有点英俊潇洒，对吧？无言无耻！你们两个究竟怎么回事？最好如实道来，不然让你死无全尸！好，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我本住在桑镇的南边，家中有桑又有田，生活安逸且清闲。谁是那无土强盗蛮横不讲理，劫了我身上所有钱，这才落难到当街乞讨。怎料乞讨到的是毒招！该死的臭流氓！别咬文嚼字，油腔滑调。姑娘，这是属实啊！啊，我知道黎云慈为什么留你性命了。为什么呀？你现在看来就是个臭流氓，扶不起的阿斗。你如果死了，便是以最卑贱、最低下的身份死去。那么玷污了他女君之名的，也永远是一个流民乞丐。但如果活着，你将来就有机会摆脱卑民身份，哪怕变成一个底层的木龙师，也远比那个肮脏的乞丐要好。唉，黎云姿啊，黎云姿。这就是你的疗伤方式吗？你送他来学院，赌他的未来吗？你好自为之。万人斩罗啸也太威武了，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啊？杀的那些无土贱民再也不敢肆虐，还是在战争中建立威名快啊！现在祖龙城邦内应该有很多人都听闻了罗啸之名了吧？罗啸的凶名据说早就在无土传开了。永城就是他屠的。哎，说起永城，你们知道那件事吗？嘿嘿，谁不知道啊？嘿嘿，没错，不必在乎别人的言论。我要尽快成为强大的木龙师，不会让他赌输。先定一个小目标。迈入龙主级别！哎，完了，又一个养龙入魔的。选龙养龙如赌石，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但愿这位同学别去那危楼高岩处思索人生。要想养好龙，这么穷是不行的。想我祝家以祝铠闻名，龙铠一出，千金难求。可惜我当初志不在此，这家传的手艺活并没有达到巅峰级别。不过你放心，就算如此，以我的技艺，练习几个月，肯定能给你打造一副无敌战甲。明天我就去祖龙城邦的锻造房，
找个锻造的工作磨练自己的技艺，同时还能赚钱给你们买口粮。过了7年养老班的生活，力量大不如前的，手脚都要断了。方念念之前说的传房暗语是什么来着？阿父，我不想奋斗了。现在做士兵的铠甲已经很轻松了，如果能卖给那些将士、贵族，那就能够维持眼前的开支了。而且以我现在的技艺，做出龙铠也指日可待。啊，对了，这几天有一堂游历课，我得先准备准备了。哦，那颗200年的妖珠果然效果显著啊！这才半个多月你就长这么大了，看来以后得叫你大黑牙了。我有一堂外出游历课，估计得出门好多天，只能委屈你照顾好自己了。这是幽灵项圈，暂且套你尾巴上，免得别人把你当成野生的大黑鳄宰了。你每天早上到桥头那儿，会有一个勉强算可爱的女孩为你肉残的。今天宣布2件婚嫁之事，听好，我说的是宣布。终究是女人，还是迈不过男人这个坎。是呀，我目前还是喜欢做好自己的本分，待字闺中，清清白白。到了合适的年纪，婚嫁之事便由长辈们做主，也算是为族内做点贡献了。去年，李孔熙陪同老夫人参加宗宫年宴，宗宫的4少主杜成对李孔熙一见倾心。下月我们将一同前往宗宫，促成此姻缘。孔熙愿意听从长辈安排，但我还是需要亲自和他见面，了解为人。若他心性恶劣，目无尊长，我还是恳请家主夫人重新定夺。那杜成只是远远瞧见妹妹就欢喜不已吗？妹妹真不愧是国色天香，这杜成可是良人呐，君名远播。听说凌霄城邦的林大小姐想见一面都被拒之门外呢。另一桩婚事，我们决定将黎云姿嫁入凌霄城林家。这怎么可能？人人皆知我迷恋云姿，他们竟然……家主夫人，此事不孝，坐好。夫人，莫非这便是我们刚才商议凌霄城邦侵袭之事的对策？是的。可是，作为女君，黎云姿曾不止一次将凌霄城袭来的军队全部斩伤。凌霄城的军民无不痛恨黎云姿，又怎么可能愿意与我们联姻呢？寻常联姻，凌霄帮自然不会答应，但黎云姿入凌家是做妾。寻常联姻，凌霄帮自然不会答应，但黎云姿入凌家是做妾。这算什么狗屁联姻啊！这样我们祖龙城邦还有何颜面？是啊，这也太荒唐了吧！就算黎云姿失身于无土，但她还是我们之前的女君啊！够了！西边战士因黎云姿之事士气大降，难以抵挡凌霄城邦大举猛进。唯一的议和方式就是这个。等平息了无土暴乱，我们一定会对凌霄城邦加倍奉还。此事就这么定了，谁敢有意，定斩不赦。散了吧。该死！云姿是我的，你们这帮混蛋！黎云姿还不如随便找个下人嫁，好歹是城主之妾，服侍的好，没准比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小姐都过得好呢。真是聒噪啊！哎，云姿你……我没事。你父亲终究还是容易被小夫人影响啊。好歹你曾为城邦做出巨大的贡献，现在却要将你送入敌人虎口。哎呀，你走吧，云姿，我会帮你逃离的，去找一个真正的良人，好好的过日子。程叔，云姿并没有想逃。不逃？你要去受那份屈辱吗？李家不值得你用一生去换一场可怜的议和。
至于边境，拼上我这条老命，也绝对不会让凌霄城那般畜生踏入我们领土半步。程叔，你可知无土暴乱，为何始终平定不了？无土野蛮，一直觊觎我们祖龙城邦肥沃开拓的土壤，但只要我们腾出手来，绝对能将无土暴民杀尽。无土暴民是杀不完的。哎呀，都这会儿了，你就别想他们了，你该担心下你自己呀。你不会逃的。快要入冬了呀！这次出来游历，可以看到苍龙星云不语，想想就兴奋啊！果然苍龙才是龙魁啊！就算是苍龙，也不一定都会星云不语吧？没错，玄术有奇雨幻雪，也有湿邪降咒，每一种龙都具备不一样的能力。哪怕是完全相同血统的龙，他们也可能在成长过程与后天训练中演化出截然不同的本领。黑牙喜欢近身搏斗，主血统应该更接近古龙一类。如果为他装备上了一套重铠，肯定能无坚不摧。白起拥有苍龙和巨龙的血脉，巨龙魔法已经见识过，不知道他将来会演化出什么样的玄术呢？恭候离川高院的2位师长。高山凝冰，灌溉用的溪流缺水这件事，你作为这荣古城的城主，怎么会预料不到？50里外的东须要塞正是战场前线，粮食需要补给。若是让吴土那些贱民攻进来，你觉得你的脑袋能保得住吗？师长训斥的是，1个月前，卑职向祖龙城邦寻求羽龙，可没有多少木龙师有柯北师长与段兰师长这般能力。好在离川高院听闻祈求，请2位师长来此布雨立名。2位师长与木龙学子们，请先到府中休息。既然关系到前方战事，哪还有时间拖延？直接开始吧。不可，马上入夜了，气温会大降。2位师长请来的雨可能会凝成冰霜，反而伤了庄稼，冻了草地。那就明日再说吧。请。这次布雨主要还是由你们段兰老师的战川龙来演示苍龙学术。明日起早一些，别错过了观摩。是。又开始打仗了吗？那家伙好像更强了呀！如果我与云泽的事情败露，他绝对是第一个来杀我的人。现在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呀。祝明朗，段兰老师，其余只能暂时滋润庄稼，无论之后灌溉还是畜牧喂养，都需要大量水源。我希望你黎明时分沿着溪道往上游查看一番，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阻碍了溪道，截断了水源。不用走太远，深山老林怕有妖魔，祈雨前归来即可。好的。小白起啊，你应该进阶了才对，怎么还是这副娇小的模样呢？奇怪，这里怎么有条小路？果然有山堤，像是人工修建的。什么？一支水滴的蓄水量完全可以灌溉荣古城的甘田，更可以养活畜牧。只要打开堤坝的石闸，到底是谁修建了山堤？段兰老师，柯北老师，等一下。听闻祝兄去了溪谷上游，请问祝兄可曾看到水滴？看到了。可是要告知段兰师长与柯北师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祝兄不要误会，郑瑜不过一名文弱书生，不会对祝兄有任何歹念。2位师长现下已经去布雨，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祝兄。你说。祝兄也知，50里外将士正与无土暴民厮杀，祝兄觉得荣古城军民能否抵挡？难道那山谷水滴的积水？没错，祝兄果然是聪明人。下雨了！哎，下雨了！哈哈，下雨了！你觉得前线要塞阻挡不了无土的暴民？是。你为什么认为前线阻挡不了暴民？你可知在与你相遇前，前线已来战报，还是一份延误的战报？这么说，前线已经……没错，祝兄，还请告知2位师长，带着学员们速速离去吧。
代郑某向2位师长和驯龙学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怜悯苍生。杀呀！若比导师，我们也是祖龙城邦的子民啊，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些暴民侵略我们的城池？我们是慕龙师，为何要惧怕这些贱民？驯龙学院，除非是攻打恶城，否则坚决不参与任何战事。这个规矩你不懂吗？可那些是无土野兽，都是恶民，他们明明有自己的土地，却要踏入祖龙城邦领土，不值得怜悯。他们不是野兽，他们也只是求生。圣红，救命啊！后面还有暴乱大军！天哪，到底有多少人加入了这场暴乱？侠盗低洼好像被刻意挖凿开，那些山洪正积成了一片洼湖，那些暴民必须游过泥泞的洼湖，才能够攻打荣古城。只要在洼湖另一头设岗，对跳入洼湖的敌人放箭，千人即可阻挡万人军队。这是老天赐予荣古城的奇迹山洪吗？段兰老师这场雨救了荣古城所有民众啊！哪怕暴君临时清理洼湖，也需要1-2天时间。到那时候，援军已经赶来。唇亡齿寒，东续要塞一破，荣古城必亡，民可以苦，凭借各种方法熬过冬季。但我们不能没有抗争侵略的武器。郑兄准备的武器果然厉害。联盟导师，前方要塞站位的情报被延误，我们要尽快飞往左龙城邦，将此事告知城主，不然荣古城万民必将亡于无土暴民。什么？你怎么知道的？现在来不及解释了。祝明朗，你跟我们一起去。小心！无土也有慕龙师。原来祝小兄弟也在此，那今天可是个好日子了。罗啸，你身为东区要塞统领，不速去汇报军情，为何要来这里伤人？我为他们黎家做牛做马，他们却当着我的面把我最心爱的女人拱手送给他人。我不仅不会去汇报，我还要杀了所有战报信使。当然，现在还包括多管闲事的你们。你这个叛徒，受死！老师，两头下尾龙也妄想与我较量。你与黎家恩怨，我们驯龙学院不管。可你若杀死驯龙学院师生，你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哼，你们全死了，就不会有人知道是我下的手。白起，当我没有防御手段吗？就凭这小小风友，岂能伤我？啊，冰神白龙已经到了成长期了吗？不明朗。马窝。一龙，机会！柯北老师，小心！啊！柯北老师，小心！啊！快！今日你们谁也别想逃，都得死！段兰老师，快走！千里，快回来！还想跑？
跑了这么久，应该追不上了吧？我们离驯龙学院很近了。不好，那个罗啸追来了！千灵，你要干什么？快回来！段兰老师，段兰老师，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了。白起，撑住，练了就用御风术滑行。今日人手，踏实比10倍奉还。别挡路，畜生！可恶！可恶！可恶！别管他，追！哎，笨死了！你这大笨鳄，是不是还有大母猪的血统？为什么追一把又不追了？哼，亏我这几天为你大肉餐，好吃好喝供着你，下午让你帮忙抓几条鱼都这么消极怠工，跟你家主人真是一个德行。啊！不好，大黑鸭快上来，说要吃江龙的尸体。我去找人，大黑鸭，你们撑住！怎么回事啊？段兰老师被攻击了灵域，灵魂受创，昏迷不醒。岂止是昏迷不醒啊！再慢一点就一命呜呼了。这里没你什么事了，我们会尽力保住他性命。你将事情尽快告知院长，但你最好自己去离家皇院那边陈述所有事实，毕竟事情非同小可呀。好的。朱明郎，有个姑娘说你家大恶龙在瀑布下面被群妖围攻，赶紧去啊！什么？白起，谢了，红豪。这是那冰城白龙，居然这么强了吗？这个祝明朗到底是何方神圣？小黑牙，白起，杀了他们！大黑牙，好样的，你守护了山川龙，他没有死。好好养伤，我很快就会回来。走，我们去离家皇院。刚才还烂开的肉，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长出来了？你是蛇吗？怎么在蜕皮？别慌，别慌啊！怎么你溢出来的血液里还有光？师傅，不好啊！你快看看那头大黑鳄，估计它快不行了，托你拍拍。傻丫头，大惊小怪什么？没见过化龙啊！化龙了啊！是大黑鳄化龙！好了，别激动了，又不是你的龙，你去告知一下段兰的家里人，就说。家属，师傅，你再想想办法，徒弟不想看到段兰姐姐死。死什么死啊！她灵魂受到重创，我让你通知她家里人，给她找些灵药，好让她快点醒过来。哦，人没死啊？那找到治愈灵魂的灵药，段兰姐姐大概多久可以醒啊？小半年吧，伤太重了。多亏了这只恶龙，不然战川龙一死，段兰伤得更重，神仙也救不了了呀。终于快到了。什么人？速速下来接受盘查！看样子是迎亲的队伍，没想到竟然有军兵保护，看来这帮人不简单呢。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不对，这不是左龙城邦的士兵。在下是驯龙学院的学生，正准备去左龙城邦买一些龙石，不料影响了各位军爷休息，我现在就马上走。滚吧！哎，谢谢军爷。大哥，之前遇到那么多人，我们都不查，干嘛非要查这个人呢？你懂什么？
之前都是普通人，这个一看就是驯龙师，谁知道是不是祖龙城邦的军人？万一他是带着战报到离家斥候，那我们的计划就泡汤了。唉，也对，等吧，再耗个5天就能进祖龙城了。莫山，这帮人有问题。欢迎杨先生来我祖龙城邦迎亲。从今以后，我祖龙城邦与凌霄城邦也算是秦晋之好了。黎家主此言差矣。今日来此，主要还是这议和之事。只是这议和书有问题啊。哦，杨氏皆觉得有什么问题呢？黎家主，我们凌霄城邦送来这么多聘礼，也算诚意十足。为何这份议和书上没有割让西边4城的条例？女君殿下又在何处？什么割让西边4城？我们先前谈好的条件，就只有让黎云姿嫁去凌家做妾。哦，之前没有说呀，现在加也不迟，我们可以等。放肆！一个小小使节，把我们黎家皇院当成自家后院不成？请问阁下，为何突然觊觎我们西边4城？如此无理的求和，就不怕我们掀起战争吗？程统帅，据在下所知，你们东续要塞已经被暴君攻破，那些粮仓城池怕是要被洗劫喽。真难吃的草！哎，东续要塞失守了，暴君的武器粗制滥造，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正规黎家军？哼，我看凌霄城邦根本就没打算议和，还派你来放肆，该杀！黎滨海，退回去。留着他的性命，对我有用。女君殿下，您若以这身打扮嫁入云霄城，城主一定更有兴趣。不过4城割让的条件，我们是不会让步的。杨使节，我这里有一件礼物，不如你先带你们城主大人收着。女君殿下有什么礼物，还是留于我们城主大人的洞房花烛夜吧。小的可不敢代收。拆开看看，里面是否有你熟悉的面孔？杨使节，你们趁议和之事分散我们注意力，暗中派人从支辖潜入我们领土，打算攻破我们边境防线，拿下西边4城，是不是？你们，可惜呀，女君派原来的部下埋伏在了你们必经的峡谷中，将你们的奇袭军全部射杀了。凌霄城这帮畜生，这边议和，那边却在谋夺4城，真是阴险狡诈。是啊，要不是云姿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估计现在西边4城已经易主了。怪不得这个杨秀敢如此嚣张。哎，多亏了云姿啊！你们不能好死！云姿，你这个毒妇一定会下地狱的！别在这里演了，我会留你性命的。多谢女君不杀之恩。这些脑袋里没有找到你最在意的一个吧？你们凌家公子还活着，这是我要你向林洛天带的话。现在你留下构思一下夺回你们公子性命的信件吧。在此之前，将地上的东西弄干净。是。云姿，你为我们立下大功了呀！不愧是女君，我们祖龙城邦之福啊！云姿最近受了不少委屈，应该恢复女君之名啊！嫁人求和的事情，还是交给他们吧。钟秀，我问你，东续要塞被破可是真的？为何我们都不知此事？我们军中出现了叛徒，罗啸杀了所有战报信使。若不是荣谷城主郑宇未雨绸缪，依山剑拔，靠着洪水苦苦支撑，恐怕报名线已经攻到了祖龙城下了。原来如此，你是祝明朗吧？我记得你是那个假冒我族内人士，与云姿一同从无土归来的男子。是我让他假冒的，因为那时罗啸在我身边，我早已防备着他图谋不轨。好，云姿，你做得很好，那些军卫就还是由你来管辖吧。既然如此，父亲不如将飞鸟营的指挥令牌也交给我吧，
我会平息这场暴乱。云姿，虽然你这次立了大功，但军权……父亲，事实上5天前，飞鸟营已经被我派去龙骨城支援。也罢，今日起，黎云姿恢复女君之名。女君，请你看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才肯放我们公子平安归去？好了，宁老，谢谢你。不客气。我们去哪儿？东边，荣古城。去我们2个人吗？足矣。爸爸快看，天上有人在飞呀！哦，那是神反者。神反者，那是什么？神反者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人，他们可以像一些古老强大的生物一样，使用超凡的能力。哇，那我也要成为神反者！神反者大多数是某种古老的神赐传承而来的，而且需要非常特别的体质。哦，那我没有希望了。别气馁呀，小黄很有灵性，你努力培养，很有可能化龙呢。只要你勤奋修炼，开启灵域，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木龙师了。那木龙师厉害，还是神反者厉害呀？每个神反者的能力不同，有强有弱，但他们一般都招架不住真正强大的木龙师用龙群来围攻。而且神反者没有灵域，是没办法养龙的。那我要成为木龙师，小花，我们一起加油！你在干什么？我在感受自由的飞翔。我是说你的手。这个不是怕掉下去吗？我不是。幸好白雪能随意变大小接住我，不然我就摔死了。喂，等等我呀！不会真生气了吧？杀呀杀！参见女君。战事如何？简直就是奇迹啊！我们来时，这小小的荣古城就独自抵挡了暴民近5天，这是天佑我祖龙城邦啊！果然，这些连神明都摒弃的贱民是没有资格踏入黎川平原的。卢将军，你率一半飞鸟营速去西陵城，按着锦囊行事。我命你明日黎明前必须返回这里，不然提头来见。得令。他真的拿到军权了。你把飞鸟营都调走，那剩下的暴民怎么对付？你怕了？谁说我怕了？以剑为鉴，生与死由你们自己来抉择。过剑界者，视为暴君，一律格杀勿论。剑界之外，便是民，是我黎云姿的子民。我会让你们平安度过这个冬天。他这是缓兵之计，不要相信这个女人。她再强也只是一个人，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进攻黎川平原。到时候我们什么都会有的。无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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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惧。剩下的人交给我，落他剑界者死。有多为怒？退出剑界，饶你们不死。二首领死了，我要二首领报仇！冲啊！我们没有退路，击垮他们，建立我们自己的城邦。该死，这帮人都不怕死的吗？张拓，我曾是你们的统治者，我统治时，你们可有古石？有。你们可有遗传？放下兵刃，我会让你们平安度过这个冬天。但若要做暴乱之徒，绝对活不过今夜。我信女君为人，可我怎么跟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交代啊？您真的怜悯无土弟子，就请给我们一条生路吧。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生路。你这是在干什么？怎么这么糊涂？我备了2羽衣，已在运输途中。
足够你们过冬。血流干切若没有送到，我黎云姿的命便寄给你们。云姿，原来你在杨秀写的那份议和书上加的条件，不是割让城池之类的，而是粮食与衣物。你好傻呀！值得的。所以你是派飞鸟营去运送粮食与衣物？希望能赶得上吧。粮食和锦衣真的送来了！女君万岁！参见女君，吾等幸不辱命。所有人入荣古城，分发粮食与衣物。多谢女君，女君万岁！我刚为你煮的红枣粥，来，张口。我自己来。别动，你得躺着，血液才好循环。好吧。你想烫死我？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他是你在驯龙学院收服的龙吗？不是啊，你认识他的呀？你忘了，咱们坦诚相见的时候，就是他咬断地牢栅栏，咱们才逃出来的。再乱说，我拔了你的舌头。生气也好，好可爱。哦，对了，我在学院见到你妹妹了。是谁？你有很多妹妹吗？你们怎么遇到的？第一次是在桥头见的，我以为是你，便和她说话，她也没说什么。后来在书阁中，她扮成了你，将我们之间的事情骗出来。都见过了，他们应该没有参与吧？你怀疑你妹妹和南氏也是陷害你的人？我的敌人很多。放心，我会帮你的。总之，我不会出现在学院，你要小心在桥头遇见的人。好的。女君，无土荒民之事已经办妥。不好意思，我走错房间了。郑瑜是个良才，你可以重用。我知道，这边没什么事了。我还有很多敌人在暗中，他们可能会拿你做文章，所以你还是先回学院吧，一定要多加小心。好吧，你也要注意，以后这种自残的傻事儿不要再做了。昏倒了，身边可没有像我这么正直的人照顾你了。滚！哎呀，祝兄，你没事吧？我没事，你进去跟他商议正事吧。是谁家没人管的黑炭龙啊？威武是威武，可怎么毫无教养的在这儿偷吃啊？大黑牙！哎呦，大黑牙，真的是你啊！你化龙了！哎呀，太好了，我们可以签订灵约了。签订完成。这是灵力吗？感觉我的五感和洞察力都变强了。哇，这扇光门内是什么呀？这是彩魂酿珠。没想到慕龙师还有各种特殊的能力，过几天一定要试试这彩魂酿珠。按照光球的介绍，龙兽吃了采集的魂珠还能进化，真是不错的能力啊！救命啊！你终于回来了！你那只大黑牙真是个吃货，这是他这几天吃掉楚龙殿的食粮，你记得用学分来还哦。野猪妖果然混蛋呢。你哪来这么多金银珠宝？你不会是用乾坤藏匿之法洗劫了一处龙穴吧？真没想到，带大黑牙来觅个食都能遇到龙穴。快带我去瞧瞧。幼龙，飞下去救那只小幼龙。既然你的兄弟姐妹们都容不下你，不如以后就跟着我吧。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自己了。
糟了，看样子是这小家伙的妈妈，该不会是怀疑我偷了他的孩子吧？妈呀，快跑！妈呀，快跑！能活下来吗？哼，只要他还有气在，我就能让他活。第一天到驯龙学院，我就看出您老是活神仙。马屁精。不过你的眼光可真不咋地，跟一头普通的森林巨龙幼崽签订灵约，还是一头残龙。唉，以后没什么发展前途了。不，这个小家伙可比普通的森林巨龙强多了。他醒了后，给他喂点楠木汁，正好再造淬血。你还笑？上次的账还没结呢，和这次一起结吧。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个急事，再聊哈。耶，嘿嘿，龙铠终于完成了。小猪啊，你快看看，这个人是你吗？谁画的呀？我有这么丑吗？这真是你！昨天坊间就在疯传，说这个人就是当初和女武神共处一牢的流浪汉，好多人都扬言让你以死谢罪呢。你还是去找一些老医生改改容貌吧。没事，一些流言蜚语罢了。这段时间多谢您照顾了，以后我就不来叨扰了。在下告辞了。唉，现在的这些流言蜚语啊，硬是弄得好端端一个年轻人无处安宁啊。你就是祝明朗？什么情况？我不收小弟。呸！谁是你小弟了？我问你，外面传言的那个无土流浪汉是不是你？流浪汉？那绝对是谣言。事实上，我与女君在无土一见如故，两情相悦。他们那些是嫉妒我，编故事来贬低我，侮辱他的。哎，你还要不要脸了？女君能看上你？这位同学，你是在怀疑女君的眼光吗？我可没有怀疑女君的意思啊！你别乱讲。你都怀疑女君跟流浪汉有苟且之事吗？还说没有污蔑他。我，可恶！明明是这家伙不要脸，怎么就成我污蔑女君了？算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当没听见你刚才说的话。感情这种事儿嘛，很难说清楚。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爱上女君，大概爱一个人就是没有理由的吧。各位，我知道你们一直都仰慕我家云姿，我在这里代他向大家表示感谢。不过你们真的敬仰尊敬的话，就请不要再听信外面那些污言秽语，而是应该谴责那些污蔑他的人。我们怎么没有制止啊？但只要你这个毒瘤存在一天，女婿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蜚语。我若是你，自知身份卑贱，早就悬梁自尽了。你有辱斯文，你卑贱下贱。就是你这种人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各位仰慕我家娘子，但请以后都不要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今往后，她的盛名由我来独守。你小子搁这装什么呢？就你还守护女君？有本事跟我们比试比试！就是，有本事就拿出实力来。你们人多，一个个下战书的话，哼，对付你，我一个人足矣。真当我们跟你一样卑鄙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人多，一个个来很耽误时间，不如写一封联名挑战书，要比试的人都签上名，然后一起动手。你这家伙太狂了！哼，不，我只是在给你们一个挑战我的机会。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狂徒！我们在河流斗龙战场见。对，祝明朗，这是你自己找死，别怪我们以多欺少啊！好喂，毒瘤祝明朗接联名挑战书，
河流战场将上演1打20的惊天大战呢！大家快去看呐！好哎！女婿，你怎么来了？是你自己说与我两情相悦，那么我出现在这里，关心一下你的死活，不是很正常吗？那你是南陵纱吧？我与你没有任何瓜葛啊！好，你觉得他们会这么认为吗？不会吧？女君怎么来了？真的是她吗？千真万确，我在庆典上见过女君的，一模一样，不会错的。绝对不是来看祝明朗的，一定是路过的。对，路过的。哎呀，大姐，你到底想怎么样？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啊！该死！这个祝明朗太过分了！你不是想帮黎云姿洗刷之前的屈辱吗？可是单凭你自己，又有谁会相信呢？不如我陪你演这一见如故，两情相悦。完了，云姿，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提防他了，我这可是被迫的呀。你骗人的吧？凭什么呀？那祝明朗哪里配得上女君了？是啊，他龙虫很强吗？之前不是传说是个乞丐流民吗？我怎么看他更像个小白脸呢？祝明朗，来吧，让我来教育教育你这个狂徒！好了，接下来由我主持这场战斗。现在你们可以召唤你们的龙宠了，以多战少，你们每人只允许唤出1龙作战，请谨慎选择。这阵容，看来小家伙们都气坏了。这祝明朗不管实力怎样，勇气可嘉呀。你可以现在召唤所有龙宠，也可以保留召唤权，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及时召唤。多谢导师提醒，出击吧，大黑牙！之前炼化的龙铠还挺适合黑牙的。跑什么呀？这是你今天的训练主题，战斗！这气势，黑牙，注意你的气势！你不是一个人一条龙在战斗啊？不是还有白起吗？这样，你先去挑衅他们，不然他们太分散，白起的魔法无法全部覆盖。轰召棘龙，给我杀了这头粗鄙之龙！我的暴牢龙！可恶，这条黑龙跟那个祝明朗一样，太阴险，太不要脸了！一起上！白起，动手后面的。伏龙，化开冰面！白起，小心！不！谢谢了，快攻击他！我的绿鳞龙控制不了他多久的。白起，你没事吧？这是龙铠技能吗？据说每一头龙与木龙师签订了灵魂契约后，只要为其打造一套专属龙铠，木龙师就能同化龙铠属性，大大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没想到我竟然在一个学员身上看到了。兄弟，
妈呀！离龙将只有一步之遥的巅峰级猪龙，竟然被撕断了！那只大黑龙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啊？龙铠，这个祝明朗竟然有这么贵重的龙铠，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小乞丐能买得起的东西啊？一定是女君给他买的。这种吃软饭的男人真是太没出息了。天哪！白昼流星，这是苍龙玄术吗？太恐怖了吧！这条白龙绝对是龙将级了。而且我没事，留他们性命。还有谁？学院争斗无非年少气盛，祝明朗同学能够是非分明，手下留情，老师很是欣慰。啊，白一书老师，学生失礼了。没事没事，我宣布这场挑战祝明朗胜。年轻人冲动热血没有错，但做人一定要厚道，不要听信谣言侮辱他人声誉。身为堂堂慕龙师，更要有自己的判断。别人一挑唆就冲昏了头脑，要不是祝明朗同学心善，你们命都没有。是，老师教训的是，多谢祝明朗同学手下留情。我家娘子往后的盛名就不劳各位操心了。是，我等其实也只是仰慕女君，没有别的非分之想，绝对没有。祝兄乃当世强者，与女君绝配，绝配啊！这些家伙还真是会拍马屁啊！我们还准备下个月也联名挑战呢，不知道我们这一组有没有龙将级高手？什么挑战书啊？下个月我们不是谈好去狩猎吗？这师兄好厉害呀！以后可不可以一起组队练啊？帅哥，要不要考虑下我呀？抱歉，在下有要事在身，先行一步啦。女人都是母老虎，果然撑不起我呀。你说谁是母老虎？你一定是听错了。是吗？那你再说一遍呗。那个，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去做。再见哈！我又不会吃了你，真是个胆小鬼。小家伙，你的伤完全好了呀，还没给你取名字呢。叫你绿皮怎么样？不喜欢吗？那绿豆怎么样？那就叫青卓吧。要是你以后蜕皮换血，变成什么蓝色、紫色，再改名叫蓝卓、紫卓。小青卓啊，虽然你从妈妈白起那里取到了一大笔赡养费，但你爱吃的楠木汁还是有点紧缺。小青卓，小青卓，这是别人的花木，你不能吃的。那是楠木汁，给他喝吧。这里是你的住所？深夜爬窗，胆子不小啊！那个，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抱歉。开个玩笑而已，看把你吓的。你这条小龙从哪里得到的？学院外北边那片森林有一座龙崖，我从那里捡到的。你认识这条龙吗？正好我对它的龙生规划有些迷茫，书籍里好像也没有记载它的血统与种族。它是神木清圣龙，是玲珑一族的领袖。可惜他气息极弱，大概是在他的诞生和成长的重要阶段受了重创，即便将来达到了巅峰，也难以发挥出真正的神木清圣龙之威。坏了！原来他也是神凡者，你好手段啊！我还有更好的手段，你要不要欣赏下？对不起，打扰了。那个夜深且寒，姑娘早点休息吧。还笑，都是你小子惹的祸。可惜忘了问南陵沙从哪里买来的楠木汁。算了，下次再问吧。啊！你看这最新的公告，又有妖货出现了。
必须组队吗？我熟悉的也就院舍里李少颖他们，可他们都还没有迈过龙门啊！哎，找谁组队呢？祝明朗，在找队友呢，要不要加入我的队伍啊？刚瞌睡就来枕头，真不错。好啊，多谢师姐。有楚师姐的风铃龙在，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那些妖灵了。那木质果然有效，小青竹都长出翅膀了。小青竹，你那是木雕龙吗？没准是朽木龙，朽木不可雕也。快来，在这儿！小心点，他们有可能就藏在木丛中。哼，胆小鬼！妖灵，拿命来！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冲动吗？好样的，小青竹！青竹，开路！师姐没事吧？他们呢？别过来！周围都是被藤蔓蕨类覆盖的断层，承受不住大体型的龙，他们就是因此陷下去了。大黑啊，一定要小心啊！师姐，我下去救人，你守在这里注意安全。好，你也小心。云姿，云姿啊！夜宵藤水藤，听说它们可以吸收夜宵藤里的催眠要素，通过排泄气体的催眠效果，甚至能制造幻境。刚才上当了，真是太险了！多亏有你啊，小青竹。不好，小青竹，快回来！你不是他的对手。这家伙只有900多年的修为，要成魔了。来袭！疼了。消魔魂珠啊，太好了！会给小青竹，他的实力一定会大涨。金师兄，你们没事吧？多谢祝师弟相救，可惜杨师妹遇害了。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先离开这里吧。遇到魔灵，你们几个能够活着走出来，已经是万幸了。更北边有消息，一位老师也没能逃过魔灵的血爪，你们也算立了一件大功，让这矮山城恢复了几分安宁。就先行回去吧。老师，我们一定会亲自送杨师妹遗体回学院的。祝明朗，你的实力不亚于一些导师，你愿不愿意去清流河城区援助1队降魔导师？学院高层给老师的奖赏同样非常丰厚啊。我愿意。记住，若这次遇到了3000年以上的食人魔灵，切记不可鲁莽，要第一时间告知红莲城的坐镇者，由他来处理，明白吗？明白。没想到坐镇红莲城的竟然是你。怎么，我不可以坐镇红莲城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听从师长的安排，前往清流河城援助1队降魔导师。当我赶到时，3位导师全部横死，死状安详，魔物消失。连导师都遇害了？是啊，据估计
那魔物至少有3000年修为。瓦如是，你替我坐镇红莲城，我去看看。我坐镇？啊，等一下，太危险了，我跟你一起去。疼死我了！哼，活该！你在这里好好反省吧。唉，还好没什么大碍。敢问这位师长，我们是南氏弟子，南陵莎姐姐是否坐镇此处？祝明朗，好吵。南陵莎让我代替她坐镇这里，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汇报。你算什么？能代替老师坐镇城池？你们到底有没有事情要汇报？没有就不要打扰我清静。你拽什么拽？信不信老子？哎，别冲动，别冲动。朱明朗，我们遇到了魔灵，特来找南陵莎姐姐去除魔。她真的不在吗？她真的不在。你们遇到了什么魔灵？唉，我们遇到一只1000多年的鬼妇邪蛛，她闯进了一个伐木场，胡乱杀人，官兵和苦役们都被吓得魂飞魄散，四散逃窜。最终，那魔物进了西边一片巨林中。你们知道那魔灵的为什么？带我去。快看，这里有血！我过去查看一下，你们在此处小心戒备。朱明朗，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我们一起。够了，人家自己想出风头，你掺和什么？难道这鬼妇协助吃人，是为了越狱出更多的红珠来，好将这头森林巨龙吞了？那是小青卓的妈妈和哥哥。完了，小青卓。青卓，你已经完全吸收了之前夜交藤属狼魂珠的能量了吗？太好了！不好！青卓，咱以后能不能不玩这种刺激的啊？哎，那里好像是森林巨龙的位置。这家伙好狡猾，想靠夺物与人面红珠耗死森林巨龙。大黑牙！该死，大意了！大黑牙！他认出你来了，青卓。鳞片，他竟把身上的鳞甲给了我，他是在表示不再相欠了，往后他们生死也与你无关。对了，1700年，这东西要是再吃了龙，怕是这片巨森再没有什么生物能与它抗衡了，而森林外的那些城池也要遭殃。神木青圣龙，坏了！听说南市一族有一片玉龙圣地，其中有一古老的神木圣灵与森林巨龙结合，出现了灵龙一族，成为了南市家族的专属龙宠。神木青圣龙可是灵龙一族的领袖，是南市圣灵中的圣兽。他们不会误会青卓的来源吧？朱明朗，这圣龙是林莎姐姐送你的？你们误会了，我这龙是……哼，是不是？
一会儿回去一问便知。姐姐，你是给祝明朗送了一头神木清圣龙吗？你是说清浊吗？一只残龙罢了，是我赠他的。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们在竹林相遇。我见他是一位不错的木龙师，又与我家云姿姐姐相濡以沫，我便将这神木清圣龙赠给了他，略表心意。毕竟他对我家姐姐可谓是悉心照料。住口啊！本公子和龙与你没有任何瓜葛呀！就算如此，这样珍贵的龙，姐姐随随便便送给一个外族男子，怎么？我这么做还得请示你们？怎么？我这么做还得请示你们？不敢。好了，我和祝代教还有事商量。这次除妖降魔的任命已经结束了，所有人的成绩已经以放榜的形式公布了。你们先回学校吧。哎呀，我被你坑惨了，姑娘，你这样冤枉我，我可是清清白白的呀。你清清白白，也不知道是谁一把将人家从空中拉下来，抱着人家不放。误会啊，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听说你与黎云姿在地牢里发生的事，也是出于误会吧？你怎么不说话了？那个时间不早了，姑娘早点休息吧。没其他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啊。慢着，你这次在学校的学员榜和导师榜上都名列前茅，学校奖赏的灵玉果，我可是先替你领回来了。给我吧，给我呀！臭流氓！这灵玉果的味道一般般啊。灵玉果吃的是味道吗？你不是有一条叫白起的白龙吗？干嘛要骑这条小龙啊？你不是可以化龙吗？干嘛非跟我一起飞？为了灭那3000年的魔灵，把随身携带的墨汁都用完了。哦，白起上次杀了夜交藤鼠狼就沉睡了，还没有醒来。你的白起是不是渡过龙劫？龙劫？万物越过龙门就可化龙，而龙越龙门则是进阶。每一次进阶都可能会遇到龙劫，每渡一劫便会蜕变一次，实力强劲一分。每个阶段又分下位、上位、巅位。然而龙门有几重，渡过龙劫后会晋升到何种等级，无人知晓。这么说的话，白起好像还真的渡过一次龙劫。你回学校的藏书阁查查吧。另外，也可以去宝塔阁看看，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可以用你这次的奖励和学分换取。谢谢提醒。风暴幻灵雨，这东西好像不错，可以依附在白衣的羽毛下肆意的操控风暴，大幅度的增强御风之法。哎，白起，你醒了？乾坤藏命之法！别！这里的东西不能全走的，会出人命的。这可是学院的藏品啊！这次任务的奖励都兑换到了满意的宝贝，挣的学分够大黑牙吃到春天了。手头上的金银珠宝也够买昂贵的冰封后花蜜了。这样白起施展冰尘之法会更强势不说，到了夏天，他就到成年期了。还有青竹爱吃的楠木汁也被南姑娘包了。接下来的日子，终于暂时不用为3只龙灵的口粮头疼了。哦，对了，这逆鳞该怎么处理呢？哎，有了！既然是用森林巨龙的逆鳞打造的，就叫你逆侵软鳞甲吧。云姿一直在外作战，马上年庆了，他也得胜回归了，刚好可以将这件贴身软甲送给他，他一定会喜欢的。云姿穿上我送她的软甲，一定非常性感迷人。这公子，
生儿姑娘，朱公子，我家小姐醒来后说很喜欢你的礼物。云子喜欢吗？太好了！啊，我听说她又受了伤，不见他人，就请双儿姑娘代我向你家小姐问好。公子又不是他人。哦，小姐，那我先出去了，您和姑爷慢慢聊。听说你又受伤了，怎么样？好些了没？哎呀，你怎么那么傻，总是那么拼命？公子还会关心人了。我身体已无大碍，而且这次归来比上一次心情好许多，至少再也没有听见那些污言秽语。你也知道，我演技一直都很不错的。是吗？竹林夜遇，互赠情物，也不过是逢场作戏了。啊，误会啊！那神木青圣龙是我自己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南姑娘送的，怎么传到你这儿成互赠情物了？那公子没送他礼物？当然了，我只给你送了礼物。哦，对了，送你的软甲穿着合身吗？舒服吗？我还没试呢。我建议你现在就试一下吧，哪里不合身了，我正好可以给你改。好吧。公子不许偷看啊！好！天哪，他真的答应了，还一直叫我公子，貌似云子变了很多，对我没有以前那么冷了。不是情了，心若冰清，天塌不惊；心若冰清，天塌不惊；心若……我换好了，出来了。这软甲挺合身的，也很舒服，而且没有一点束缚感，还很清凉。非常好，你穿着非常漂亮。不，你哪里都非常完美。不，有人来了。怪不得拦我，原来是在跟小情人幽会啊。那南陵纱，你怎么来了？姐姐，你好大的野心啊！你想阻拦，我也不会对你客气。那好，他们在说什么呀？繁华，什么野心？记得枯燥。玩什么呀？不如姐姐把这位俊俏的公子接我解闷，随我逛一逛香花灿烂的祖龙城。不行，姐姐不舍。柱郎，今日你怎么不与我说话？往常可殷勤热切呢，即便畅聊整夜，也一副不知疲倦的模样。南陵纱姑娘，我已经和你姐姐阐述了事实，你就不要颠倒是非了。切，真是扫兴。来的不是时候，你们两个腻歪吧。他来这儿到底啥意思？怎么就这么走了？他就是来看看我的伤势，见我并无大碍，便离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想立国。这片土地上城邦与城邦独立，除了宗公在其中制衡调节，根本没有国家一说。你是想与宗公为敌，统一城邦，建立国家？准确地说，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只有前行时的阻挠者。宗公、凌霄城，甚至是南家、黎家，都是我的绊脚石。那这么说，这黎家皇院中也有许多对你居心叵测之徒，你怎么连个侍卫都没有？这也太不安全了。纵有万军，可信者百无一二。所谓的效忠信否，都抵不过威逼利诱。因为我说这些，说明你相信我。我明天就收拾一下东西，搬过来护你周全。不，此事非同寻常，一切并没有只是护我周全这么简单。我之所以说与你听，是怕连累你，让你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曾当着众人的面说过，你的性命由我来独守，我是不会逃避的。谢谢。你我的关系还说什么谢谢？哼，果然正经不过5秒，与南陵纱保持距离。得令。好像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朱明郎，听说你要搬出去住了？我暂时搬去黎家皇院，不出意外的话，我还会回来的。等我回来后，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驯龙，
总之，各位保重哈。离家黄院，那不是女君凌云姿的家吗？只是去看家护院而已。可恶，被他撞到了！祝明郎，我从小胃不好，吃不了太硬的食，你能教教我怎么端好这样的盛世软饭吗？这个得靠脸呢，你就别痴心妄想了。方念念呢？家里要她嫁人，好像有位经常出画坊的公子喜欢她，她看不上人家，然后就自己离家出走，跑城里躲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丫头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我龙的食材怎么办呢？去，境界了！这个贫贱的民女，别误了这景色。今夜可是有南氏大小姐来观河灯。你们狗眼看人低！走吧，我带你去买身衣裳，到附近客栈洗洗。祝明朗，你怎么在这儿？你的事情我听别人说了，怎么弄成这样，跟个小乞丐似的？我只是太匆忙，没来得及换衣裳。我要去离家晃院，那边应该会给我安排侍女。我不太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你要不要来给我做个木龙小管家？好啊！天上那是什么？哇，苍穹星落，好美啊！这可是祥瑞，连上苍都在庇护我们祖龙城邦，在为我们赐福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绚丽的流星群，快许愿！有画廊吗？快把这罕见天景画下来啊！快闪开！他们正在陨落！你乱吼什么？别搞事情啊！快跑！救命！救命啊！其他地方也有陨石落下，像神为的，难道？完了，这上世监管室了呀！快救我啊！疼死了！2、3、7。我的孩子，好疼啊！我的腿好像断了。一定是凌云姿那个凶煞之星引来了这天神之怒。是啊，凌云姿这个女魔头所过之处无不战火绵延。现在天降神识，就是告知我们祖龙子民要灭掉这个凶煞邪星。自残暴行径引起了天怒，凭什么我们受难？要我说，他应该自刎谢罪，否则还会有天火惩罚。是啊，讨伐凌云姿！讨伐凌云姿！凌云姿自刎谢罪！外面已经乱成一片了，天意识不良，好多人谴责你，甚至有人在祭祖台聚众讨伐，还说那些肮脏污秽的话。你很在意那些污秽之语？我是在为你不甘。天罚世人，世人不恨天，却要你来背负。天意无人可控，怒却需要宣泄，终究会有人被千夫所指。他们觉得这一切是我酿成的，那就觉得吧。放心，不管世人如何说你，我都会护在你身边。小姐，宗公少爷渡城已到，家主希望你也到大殿内，否则有些失礼。不必了，告知传话的人，小姐凝神养伤，不出席任何仪式，不见任何客人。小姐，照他说的回。好。今天可是南太宫的大寿，各种大佬齐来祝寿。听说黎家家主、凌霄城的代表、宗宫的少主都来了呢。黎家家主毕竟是南氏南陵沙的父亲，请来祝寿可以理解。不过，怎么连凌霄城与宗公都来了？南太公可是位极厉害的木龙师，曾经还担任了驯龙学院的院长，也一手扶持了黎家和南氏，可谓是真正的太公元老。谁敢不给面子？少主，杜城，
你我可是有婚约的，当着我的面垂涎别的女子，真是个大猪蹄子。这位女子是南市执掌南陵纱。哼，是吗？闭门。是。黎云姿怎么来了？南太公，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别紧张，他是我们南市执掌南陵纱。啊，原来是南市执掌啊！失敬失敬。你出来吧，各位，我们今日聚集在此，就是为了讨伐我的不孝女黎云姿。不错，黎云姿收复吴土，侵占南邦，就连东南的千堂城邦也都秘密归顺。如今只剩凌霄城邦没有沦陷。此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迟早要将我们灭掉。如今我只能大义灭亲了。这次讨伐黎云姿非同小可，我们凌霄城已出兵多日，足以表明我家族人的诚意。各位就请不要再犹豫了。我们宗公也已经派杜城少主前来，他会如期出手。写下各位的名字，加入讨伐军。我将暂替黎云姿，将他的军卫彻底遣散。大家也不用担心他的忠诚之士复仇。你如何暂替？难不成黎云姿那些忠者军卫会听你一个南市小姐的一面之词？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的女儿黎云姿和南陵纱为双胞胎姐妹。黎云姿的军卫不知南陵纱的真实面容。黎云姿养病被囚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主子已经换成了南陵纱。这就是我们南市给大家的保障。好，既然如此，这讨伐军算我一个。各位，撇开女军残暴行径，她乃天纵奇才，我钦佩她。我选择驱逐流放，大家请自便。好，我们签。好了，诸位，这墨我是龙血之墨，这纸为龙皮纸。今日大家结为讨伐同盟，经过签名，抉择处死的最多。那么，无论暗杀结果如何，我们坚决不能让云姿活着离开祖龙城邦。要我说，诸位有点紧张过头了。黎云姿现已受伤，宗公高手出手，必定一举拿下。我们就等着好消息吧。唉，不是紧张过头，而是我那小女实在命大。上次永成将其抓入地牢都能逃脱，实在不可大意。父亲，这么说，永成之事你也有参与？他入地牢是你父亲所为，但之后的事情他并不知道。哦，这么说，是孔同夫人让他在牢中受辱的？放肆！怎么和长辈说话呢？串通凌霄城，联合宗公黎家南市，只为置一个光辉盖过所有人的女子于死地。父亲，你该庆幸永成之事你并未参与到底。你们可真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各位，生死簿上的名乃是你们自己所写。对此，这是什么？为什么挣不脱？我错了，放了我吧！救命啊！南陵纱在门外恭候能从我这画布上活下来的人。快放开我们！南陵纱，你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南陵纱会变奸？难道从一开始，她们姐妹不和就是假象？姐妹不和，骗过至亲何其难？除非这份心思隐藏了不知多少年。
父亲，我要讨伐黎云子。感谢不杀之恩，感谢不杀之恩，感谢不杀之恩。歹毒恶女，你不得好死！好，能活着出来，实力不错，可惜，终究难逃一死。可惜，终究难逃一死。令杀，我们这些老一辈确实迂腐，阻挡了祖龙大业，是我们错了。太公，我可以向祖辈宣誓，不再干涉任何族事，从此做一个退隐老者，安享晚年。好啊，我话一关，您便可安享晚年。我不想死！穿过这里就是黎云姿的住处了。现在他众叛亲离，已经没有了守卫，我们应该很轻松就能拿下。不可大意，我还发现了一股慕容师的气息。没错，等你们很久了。掐指一算，几位应该是来杀我家娘子的吧？你就是那个和女君在地牢里快活的乞丐，看来传闻有误啊，但也不过是凡俗之辈。著名冷翁，少主，情况有变，别在这与这无名小辈纠缠，先去处理掉黎云姿。好，我们先走。这个人是你的了，相信你会让他品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吧？毕竟他可是亵渎了你女神的人。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你……人呢？想杀我家娘子，经过我同意了吗？四位前辈，你们先去对付黎云姿，我来处理这个碍事的走狗。哼，一起留下吧。该死，这慕容师境界不低，小心！那就先将他的头割下来，给黎云姿当慰问礼。我来。我的龙已经进阶到了炼狱火龙，实力仅次于主龙级。为什么这头白龙还能挡住我的熔岩攻击？该死！先杀掉这头小龙！白起，死吧！白起，好样的！白起，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哇，龙主节！黑羊，罪该死！我们这龙铠导电了，去死吧！没想到你也是神分者。大黑羊，取消开化。太好了，大家都没事。不要插手，让我亲自杀了这小子！哼，一只畜生而已，真以为自己有多强吗？瞧瞧我这炼狱爆焰龙的厉害！这是暴风幻灵羽在白起的操纵下，居然如此厉害！该死！
死！这龙竟然这么强！不！边域爆炎龙，你起来呀！起来，我们一起再战呐！为什么？为什么你？哎呦，原来是罗笑老哥呀！刚才没认出来，失礼了。我不能死！我不甘心！你是我的！敢觊觎我娘子，该死！竟敢弄伤本少爷！你们去弄死那只小畜生！至于你这个废物的头，就由我收下了。你们宗门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要脸！全力斩案！啊！可恶，他不是销声匿迹不知道多少年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此？传闻他屠过龙，不知是真是假。哼，不管真假，今日都要他命丧于此。小兄弟，又见面了！啊，原来是你啊！这不是当初送李少隐入学的普通木龙大叔吗？小兄弟，我这人略懂屠龙，这个宗宫的少主就交给你了。咱们一起干掉他！这扮猪吃虎的姿势妙啊！和他一比，我这老戏骨嫩到家了。快保护小主！你糟糕！大黑牙！小兄弟，这俩畜生跟你去了。我去，还真有人养这么恶心的龙。老四，小兄弟，你挺住啊！该死，这雷坤苍龙已经是龙主级，加上要跨入龙主级的鹰龙，真是难缠呐！因为灵魂连接，白起身上的风暴幻灵羽，我也可以使用。该死，忘了他与龙兽灵魂相连，龙兽身上的器具龙装都可以在木龙师身上显化铠影。快救少主！少主，跟你拼啦！你们那么在意他，那这会儿上路，你们可以结伴受鬼门关。快退！没想到这畜生这么不主！白起，请着。别着急，你们也可以去。这好，鹰龙，别跑！我的鹰龙，这就是女君的实力吗？受了伤都这么猛。哎呀，我明明可以搞定。看来他真的很担心我。哼，嘚瑟！白起，别玩了，快干掉他！唉，可惜我不是木龙师，这么多战利品都便宜你小子了。而且你这彩魂酿珠很熟练呢。还行吧，我主攻这一项。这次小赚，这颗魂珠也就对大黑牙应该会有点提升的作用。我去你个烂龙！一听到有你好处你就醒了呀？哎呦，这小子身上竟然有魅影铠仪，
哇，怪不得那家伙身法看上去那么诡异，原来是因为有只宝铠啊！真是有什么样的龙，就有什么样的主人。大叔真是深藏不露啊！这次多亏了您的帮忙。好了，不用跟我拍马屁，这些战利品都是你的，毕竟这些人都是你杀的，跟我可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只是为了报答女君，临时充当了次打手，现在要逍遥快活去了。这几日见你心事重重，本就有伤在身，那日还用意念使出一剑，有点太冲动了。我们其实是可以搞定的。你在想什么？还是说……我在想，一个无土出来的普通养蚕人，为什么会偏偏遇到我？为什么短时间内会成为这么厉害的木龙师？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你想多了，我只是……我之前其实也是神凡师，只不过后来失去了神凡师的能力，之后到了无土。那时候无土周围都是虚无之海，像一座会慢慢漂浮的孤岛大陆。没多久，就与祖龙城邦的东续山脉接壤了。所以，你接近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天地良心，你我相遇真的只是偶然，而且我对你确实是真心的，请相信我。姐姐，你不要这么凶他，也许公子能解开我们担忧之事呢。我只是防止他别有用心而已。姐姐，不妨让我试试。公子既是真心，不如告诉我公子的来历。我记得小时候，祖龙城邦最东边曾是一片海，却在某一年突然出现了无土。看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更神秘，对吗？是的。啥情况啊？怎么感觉突然变了个人似的？我想出去走走，公子可以陪我吗？当然可以。好，等我一下。穿哪件呢？该死的屏风！快抱啊！怎么没抱在一起啊？你想啥呢？这个是光天化日之下。唉，光天没错，这化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天哪，那是什么？哎呀，天塌了！这么巨大，西边全部被黑影笼罩了。祖龙城邦放晴了，西边的凌霄城邦和其他小城邦要遁入永夜了。无土便是这样来的吗？我以为它会像无土一样漂浮而来，没想到大陆竟然在天上，会如星辰一样陨落。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吗？这就是你遇劫的原因吗？只是有些不祥的感知。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身边。姐姐，那天到了，知道了。谢谢你陪我饮茶，我该走了。好，你伤还没好，我跟你一起去。我先去西边境驻守，抵御即将到来的危机。你留下来，帮凌莎稳定下局势吧。云姿，一路小心，我会帮你守护好这里的一切。放心。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来自吉廷大陆，曾是神凡剑修。我在游历途中遭遇王级神秘强者，他吞噬灵脉生灵之力，以至于当时的白苍龙也受到了他吞噬能力的影响。生灵正在如万物一般枯萎，我无法容忍他的作风，只能与这神秘怪异强者大战。也是这一战，我斩断了地脉，让那片灵岛与无土彻底分离，自身剑修尽毁，坠入虚无漩涡，来到你们这个世界。白起也因此战身受重创，为了救他，我才成为了木龙师。没想到，现在整个吉廷大陆竟然降临了。不管你们来做什么，最好不要让我家娘子难过，否则我会将你们碾碎成沫。
据说那陨落的大陆与凌霄城邦附近衔接的断层，被人们称为西崖。可惜最近那边事端太多了，不然那里应该有不少星辰碎片结晶。还好云子帮忙收集，现在的结晶应该还够你吃2个月的。到时候你应该可以稳固在上位龙主境界了吧？虽然说你的玄术来自星月，吃花蜜已经对你的成长没什么帮助了，但把结晶当糖果吃，真不是普通人能养得起的。希望你以后不要吃什么月亮结晶或者太阳结晶吧。祝明朗，南陵莎，你怎么来了？跟我去一趟离家皇院。楚卫的老婆婆是离家老祖母，本已不问世事，但离英被废后，不得不再出来主持大局。段兰老师也在啊，看来段兰老师的身体已无大碍，太好了。云姿已去了长峡防线镇守，除了他，祖龙城主级实力者都在此了。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昨日宗宫上下数百木龙师和近百神凡者被人灭了，宗宫已亡，而且凌霄城邦的西土6大城池也被屠了。是那边神秘大陆来的强者干的？不错。他们是什么族派？有多少主级以上强者？一人是一名驾驭着子龙的木龙师。段院长，你说的可属实？那宗宫不但有双魁、2老，公主更是达到了军级实力，被一人灭了。是啊，这未免有些太夸张了吧？如果那神秘大陆随便一人就有这种实力，那我们岂不是毫无胜算？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我们驯龙学院的院长段长青。难道段兰是他的女儿？这座城谁在掌管？我们出去看看。我去，不会这么巧吧？我是南陵莎，这座城池的掌管者。你们来我的城池想干什么？可是宗门？不是，我们是城邦族众。既然不是宗门，那你们好自为之吧。什么意思？难道他们是来灭宗门的？一群乌合之众的小宗门，一些资源平平的城邦，这块大地也就如此了，比我想象中的要乏味。上尊，我们可以回城了。等等，上尊，这已经是最繁华的城邦了，其他地方没有必要再去。祝明朗在呢。雪痕姑姑，既没死，怎么不回去报个平安？我也想啊，但之前不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吗？雪痕姑姑，可以看在小侄的薄面上，让战火停歇吗？我听说已经有6城被屠，无非都是子民，何必这么残忍？战事与我无关，你要插手，怎么不自己去和国主谈？不过有传闻说你失去了神凡，不堪受着劫难，跳深渊自尽了。原来传闻对了一半。我现在是木龙师。木龙师？这一脸的嫌弃，圣尊好像看不起木龙师。先不提木龙师的事情，你身边这位是你游历结识的妻子，可有孩子？这位是我未过门的妻妹，是未过门妻子的妹妹南陵莎。回家报个平安吧，再让这女子为你生个孩子。若是能继承你们其中一人的神凡，也算是弥补了我们族人许多的遗憾。有必要这么失望吗？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虽然辜负了姑姑对自己多年的悉心教导，但我现在当木龙师也挺厉害的呀。至于你说的话，我会保证任何宗门不巧取豪夺，不滥杀无辜，但国土城邦之争，只能听天由命。木龙师嘛，入门的木龙师可不多啊，有机会可以切磋切磋。好的，恭送姑姑。等一下，刚才尊上叫他祝明朗。尊上，刚才
那个祝明朗，可是曾经15岁便横扫吉廷大陆年轻一辈的天才剑修神反者祝明朗。你一个慕容师也听说过他？略有耳闻。看来尊上是真的不待见慕容师啊。怕了？怎么可能？他的神凡之力已废，论慕容师的能力，我可不怕他。可恶，为啥觉得那张脸很恐怖呢？也不打算解释解释？我其实来自吉廷大陆，刚才那个秩序者正是我的姑姑。你别看他冷漠，其实人很好的。祝明朗，你是来自祝意了得的祝门？没错，当初我无意间跌入罕见的虚海漩涡，昏迷醒来后便在无土之中了。莫非院长你也……是的，无土的出现，让我明白了这浩瀚世界的一些规律。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虚无海外、古代山、隐雾岛、金门关等各地探索虚无漩涡的秘密。想不到，吉廷大陆就这样从天而降。我来这里才几年，这院长都找不到归路几10年了，好惨亦然啊！想办法安慰安慰他吧。院长不必悲伤，这不有回家的路了吗？而且您女儿都这么大了。两位，等下再叙旧吧，还是先为我们说一说那吉廷大陆吧。好的，吉廷大陆有一个皇朝和诸多国邦，各国邦实力参差不齐，纷争不断，但都必须遵守皇朝制定的国规。另外，吉廷大陆还有宗林、族门、龙宫、教廷、学院等诸多势力，不过他们不会随意干涉国邦的战争。宗林、族门、龙宫、教廷、学院，也就是说，吉廷大陆还有另外4大可以与院长您的离川驯龙学院抗衡的势力。神凡学院和驯龙学院，这2大学院的主院都在吉廷皇朝中。我们离川驯龙学院的规模，甚至不如诸多小国中他们的一所小分院。如今，我们就像是吉廷大陆眼中的无土，是下等之民，是落后的蛮夷。任何一个国邦大肆举兵，都可以将我们碾平。段院长，那是否我们归降便可勉强保存下来？万万不可！吉廷大陆许多国邦都存在奴隶制度，一般无主之地被攻占下来，所有人都要先从奴10年，10年后才可以慢慢转变为下等子民。奴隶不受国规保护，不受势力庇护，生死不受任何追究。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战争是无法避免的。黎元滋已经调集了4大城邦的所有军队，驻守在了长峡防线。只要各大势力不出手，我们还是有望抵抗国邦军队的。云姿一直希望立国，莫不是他也知道吉廷大陆迟早有这么一天？看来我们错怪李云姿了。可就算他立国，我们在吉廷大陆也算是无主之地，不受皇朝国规保护，那些势力还是会对我们出手的吧？其实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其他势力对我们出手。什么办法？我的族门有幸是吉廷大陆6大族门之一，我可以代表祝门向皇朝宣誓，祖龙城邦归祝门所有，每年缴付重税，让这里不再是无主之地。那么其他势力就需遵守国规，不可染指。那现在云姿不在，只能马上让灵沙替云姿与你成亲，宣布祖龙城邦归顺祝门。正好城邦大印也在灵沙手上，都不需要更替了。成亲大事还能替的？老祖母，您先别急，等我把话说完。好，你说，其他人不许说话。明明就你在说话。这等大事不是我现在就能做主的，我得回族门与他们商榷。毕竟，能震慑各大势力的，是大族门之威。我段长青也愿亲自前往吉廷大陆，
争取得到吉庭学院的支持。希望我在吉庭驯龙学院的故友还记得我。如此甚好，全靠你们了。就算得到祝门或吉庭学院的支持，宣读了归属，也只是让所有势力以一种公正公开的方式进行竞逐。若祝门竞逐失败，其他势力依旧可以过来抢占。这么说，你们这一行怕也要好些天。到那时，势力豪强怕是已经将我们祖龙城邦的高手屠了个干净。这段时间，我那姑姑作为这片土地的秩序者，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不过，她却干涉不了国邦军队的入侵，现在只能依靠黎云姿率领军队撑过这段无主时期。只要有了皇朝承认的坐镇势力，即便最后兵败，祖龙城邦也不会沦为奴隶之地了。放心吧，他唯一一次失败便是永城，从那之后，他不可能再败了。林莎姑娘，我还有些疑惑，云姿好像对吉庭大陆的陨落早有准备，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林莎姑娘，我还有些疑惑，云姿好像对吉庭大陆的陨落早有准备，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有一女名为星化，她是观星预言师的神凡者，她预知了一个大致陨落时间，其他为黎云姿自己推断的。预言师？我见过无数神凡者，却从未听过有这么玄乎的神凡者。你不过是孤陋寡闻，井底之蛙罢了。那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见这位星化姑娘。你见过的？啊？谁啊？不说这些了，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木林圣坛好不容易才采集了10年之路，本是孕育新的神木青圣龙，亦或给组内最出类拔萃的木龙师做洗礼，怎么能随随便便给一个外人？何况还是一个声名狼藉之人。好吵！蠢材，闭嘴！现在朱明郎可是关系着祖龙城邦生死之人，岂可这般侮辱？教子无方，教子无方！我还请朱公子千万不要与我这蠢材儿子计较。爹，我还说想害死老子，你个坑爹货！是该好好管教管教。是，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管教这个孽子的。圣手，我们来取圣鹿，这是我们带来的供奉。没想到南市的圣灵中，竟然真的存在一头神木青圣龙，这可比小青卓强太多了。朱公子，这是10份10年圣鹿。大护法，100年圣鹿的孕育也已经完成了吧？劳烦也取给祝明朗。100年圣鹿，这可是我们南市的根基。但也只有这样的瑰宝，才能够配得上祝明朗公子的身份。这南朝兵的父亲倒是个人才。这每一份10年圣鹿都够你的神圣青木龙吸收10天，而100年圣鹿最好在它处于成长瓶颈期时服用，可以让它在直接进阶的同时，觉醒一些强大的圣龙之力。好，我记下了。这1份10年圣鹿都是家族至宝，现在竟然送给祝明朗和他的龙当水喝了。罢了，既然拦不住，就当送一份善意给祝明朗吧，指不定将来还要仰仗这位南氏大婿呢。祝公子，你的其他龙宠也可以服用一份，不过多次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只有神木青圣龙的血脉才可以进行多次吸收。其他龙宠也可以服用吗？太好了！嘿嘿，那是。我们这圣鹿啊，还有更神奇的，它与魂珠、灵果之类的强化之物并不形成消化克制的，所以在喂养圣鹿时，您还可以继续用别的灵物强化龙宠。哇，真是好宝物啊！早知道刚才应该多拿几罐。祝公子，这圣鹿可是我们南市的根基啊，好几10年才好不容易存了这么多，求您千万别一下子全拿走啊！我开个玩笑而已，你送了我这么多，已经够了。有了这些圣鹿，小青卓保底都是上位龙主啊！看来养龙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啊！别嘚瑟了，回去休整几天，我们也该出发了。好。
哟，换了身衣服，倒也是人模狗样。我全当是夸奖了。哎，看来咱们大陆有不少冒险者想闯过这西崖长廊，一窥那吉廷大陆的真面目，却纷纷被这把守长廊的吉廷大陆强者杀害了。你们也是想要去吉廷大陆的？是不是自己滚回去呢？还是想跟他们一样，把命交代在这儿？杜明朗，你可有证明自己吉廷大陆身份的物件？族门腰牌之类的？没有。院长可有？我也没有，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这是龙君？不知这能不能通行啊？可以，这位木龙尊者，请宽恕小辈刚才的鲁莽。毕竟我们以为您也是这离川大陆的人。我们来自离川大陆。木龙尊者之尊不分领土，各位尊者请继续前行。我们走。果然，不管在哪里，实力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啊！啊，终于要到了，累死我了！哇，这就是吉廷大陆吗？好像和我们祖龙城邦的城池也没有多大区别啊。我还以为会是城墙在天上，楼房是黄金而筑，每个人行走都乘风如仙呢。本来就是一样的呀，甚至吉廷大陆的某些地方还不如祖龙城邦呢。朱明朗，你要回祝门，我们先去驯龙学院的主院，所以就此别过了。玉树院长可以争取到吉廷驯龙学院的支持。为了快点抵达皇都，我们只能冒险走近路，穿过这罪恶之城了。这里潇湘的商人倒是不少，刚好可以买些龙血做梦。朱明朗，快看，这里有星辰碎片结晶，小白起的口粮有着落了。这个怎么卖啊？100金珠。哎呀，我们要买很多，哥哥可以便宜些吗？可以呀，只要你和这位遮着脸的美人给我哥俩过几夜就行。我好久没有舔过身段这么好的姑娘了。该死，这是什么？放开我！作为感谢，我就给你们这么多钱，把这些星辰碎片结晶都收到白起的乾坤法术里去。吉姐，前面就有卖龙血的，我先借给你看看啊。抢劫啊！居然只给这么一颗啊！这个地方的东西都好贵啊！一块这种肉品，竟然要5粒金沙！穷鬼！哇，这颗灵焰魂珠刚好可以用18楼的魂珠换！哇，终于找到小青州的口粮了！这罪恶之城好像也没什么凶险的呀，我们干嘛不在城里过夜啊？三位，这么急匆匆的走，当真以为我们兄弟俩是吃素的吗？11个吗？哼，今天你们不把我们伺候好了，就别想活着走出这里。这2个小妞果然是极品啊！你们真是不知死活。是谁不知死活？我们的结晶也敢抢？他们是什么人啊？别装了，我们一起动手，把这些家伙收拾了。我才不要！你惹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姐姐，你贵人多忘事，不记得此等庶民也是自然。这2个光头就是你白天差点绞死的流氓哦。这样的人忘了也是正常。不管怎么样，让祝明朗处理吧，反正我不会动手的。真拿你没办法，那我自己动手。打呀！无忌。秒杀！
这是大黑牙爪子与獠牙的能力之一——恶化。大黑牙咋突然这么厉害了？前几天我喂它食物的时候还没这么猛呢。是的，它吸收完了雷坤苍龙的魂珠，不但进化出了雷电能力，更激发了古龙的烈羽血脉。不过今天吧，应该是见识不到了。这龙太猛了，快逃啊！想跑，青卓，灭了他们！救命啊！我们把之前的东西都交出来！对，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求你们放过我们，放了我们吧！谋财害命，你们手上沾了不少人的血了。我送你们一起上路，希望你们在黄泉路上好好反省一下，下辈子做个好人。这小白棋好像特别喜欢这些亮晶晶的东西呢，是个女孩子吧？狡诈恶徒，竟为了一点钱财伤害了这么多人命！瑶山剑宗的弟子，你认识？我年幼时曾在瑶山剑宗修行，剑宗的一位剑尊是我的太公。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同门师弟，我们刚好可以先去一趟瑶山剑宗。放肆！这般恶徒败类，这还想冒充瑶山弟子？什么鬼呀？有见过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坏人吗？各位师弟，我真的是……谁是你师弟？少占便宜！从未见过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啊！你们眼瞎了！明明是这群人在林子里伏击我们，想谋财害我们的命，你竟然说我们是恶徒败类！可笑！你们在埋尸，竟说这些商贩袭击你们。如果是他们谋财害命，为什么你们还活着？整个集体大陆的才是恶徒！遇见几个脑子不好的剑宗弟子，懒得和他们多费口舌了。咱们走吧。谁杀了对方，谁就是在谋财害命，这是什么逻辑？贼人休走！再走一步，我杀了你的黑龙！这是冰尘。回瑶山的路我挺熟的，就不劳几位师弟师妹相送了。麻烦通报一声妙竹师妹，祝明朗来访。可有什么信物？这个，他栖居的润红峰前有一棵凤松树，上面挂着叶灵，算不算是信物？我去找大师姐。你既然是剑宗的，怎么好像没有人认识你啊？你是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所以改行了？我15岁就离开这里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新人肯定不知道我啊。那妙竹师妹是谁啊？她怎么记得你？小时候一起修炼的，她比较笨，我指点过她一些。住嘴！身上连一点剑修气息都没有，竟敢口出狂言指点大师姐，怕又是哪个没有地方着落的远房亲戚跑来投奔？我们剑宗最不缺的就是这样的杂役。你们才……大师姐来了，都端庄点。大师姐，祝明朗，师妹。他是谁？他是我慕龙师团队里的神凡者，一起旅行的伙伴南陵沙。你好，我是祝明朗的龙良小僧款，方念念。一起旅行的伙伴，为什么要一起旅行？祝郎，你又何必遮遮掩掩？我们一见如故、两情相悦的故事，离川大陆无人不知。又来，果然如此，果然如此。这么多年来，太公一直骗我说你已经死了，到头来，你只是有了别的女人，不想见我罢了。师妹，我有重要的事情与太公说，你能不能不要纠缠这些问题啊？可以，我不纠缠。他做小，我做大。大师姐，我们的女神呢？这无名小卒给你吃迷魂药了吗？哎呀，别闹了，我与你又没有媒妁之约，跟南陵沙也不是伴侣。
他刚才那番话只是试探你与我的交情而已。哎，他不是你的伴侣？不是。哎呀，那还差不多，走吧。哎呀，别闹了，快走吧。我带你去见太公。太公，祝明朗来看您了。什么？我老人家不过睡午觉，怎么就被阴司勾了魂魄？小朗，小朗，你该去哪儿去哪儿，不用来探望我。太公，我还想多活几年的。太公，我还活着，只是不小心跌入了离川大陆而已。你这确实不像死人，但你怎么修为全无，而且气息又很像慕龙师了？太公，我之前遇见一些事儿，现在转修慕龙师了。徒孙这次回来，主要是想争夺离川大陆的归属权。为了防止其他势力瓜分，能不能派一些宗灵高手前去祖龙城邦作战？好说好说。妙主，你跟顾唐师叔说，若他愿意坐镇那祖龙城邦，便赠他皓影剑。太好了，有顾唐这个剑君级师叔在，祖龙城邦无忧了。太公，我们剑宗最后一把皓影剑丢在了弃剑林，可是弃剑林最近怪事频出，现在无人敢踏足啊。放心，我们小朗可以让祝门打造一把新的皓影剑。没错，到时候我回祖龙城邦，一定亲自给师叔送上。对啊，师兄家族的锻造之术可是一绝。好了，你带着小朗的朋友安排下住处吧，我跟小朗聊聊天。好的。哦呦，可以呀，小朗！没想到你这次出去还能赚回2个美娇妻，尤其是戴面纱的那个很不错，眼光跟你师尊我一样好。哎，师尊，那2位，一位是我的龙良小管家，另一位戴面纱的是我家娘子的妹妹。哦，小妻。师尊，话可不能乱说呀。好了好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就不参与了。不过你现在既然成了慕龙师，怎么不寻一位能力强大的神凡者相随保护？2名慕龙师行走，多少有些不安全。师尊，他就是神凡者。不对呀，我观他气息是慕龙师啊，而且他境界有些古怪，在军级上下飘忽不定。师尊，您别和我开玩笑了，我见过他的神凡之力，绝对不可能是慕龙师。是吗？那你见到的可能不是他。与你同行的这位女子，确实是慕龙师。难道她是兼备神凡者与慕龙师2种能力？不，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的。好了，这事儿你以后慢慢研究吧。最近听说弃剑林有鬼魅，不过我一去就藏匿了起来，那里就你最熟悉，带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吧。好的，那太公您先休息。那谁？师尊有什么吩咐？丫头，去祭庄那儿把写着祝明朗这3个字的灵位牌给撤一下，也不用每月祭拜了，省点香油钱。从今天开始，你将林子里的每一把剑都拔出，对着天空挥斩，以风为立誓。当你将每一把器剑上的锈迹给磨去，你便可以离开这里。雪痕姑姑，我的手已经麻了。继续，继续。这里的每一把剑都曾陪伴过我，都曾被我的鲜血浸染。大家，好久不见了呀！这是什么？剑灵龙，原来师尊说的鬼魅就是弃剑的剑灵，现在所有的剑灵都融为一体了。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握剑了，原来你们一直在等我。暂时只有这条手臂可以承受这万千名文剑魂之力，看来以后也需要多多磨合呀。这就是你的力量吗？有了你，我虽已不是剑修，但却可以发挥出不弱于剑修的实力了。我记得陪我最长时间的那柄剑，名为莫邪，
剑玲珑，以后就叫你莫爷吧。哎，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大师姐要和别人比斗，听说是为了一个男人打起来的。那个人是我们少虚大师兄吗？师兄说你是他队伍里的神反者，那就让我领教一下你的本领，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待在他的身边。该你何事？你。天哪！大师姐这么轻易就被挡下来了。大师姐好像退了呀，那个女人都没有动弹。怎么可能？我眼花了吧？哼，本来怕伤着你，看来你值得我出全力了。我的领域里好像越来越热闹了呀。看来大家相处的不错哦。有人在八卦石台比斗。结果，可恶！明明年纪相仿，为什么他比我强这么多？能揭开你的面纱吗？我想看清楚，我败给了谁？画师南陵纱。连长相也比我漂亮吗？怪不得祝师兄会喜欢她。剑师紫妙竹甘拜下风，从今往后，我与师兄只有师兄妹之情，再无其他念想。这与我无关。可你们之前不是说你们一见如故，两情相悦吗？那是黎云姿，详细的事情你可以问他。黎云姿？那又是谁？哎，人呢？我说咱们干嘛半夜走啊？飞了这么久都困死了。哎，楚明朗，你这么急的躲着紫妙竹干嘛？是不是心虚了？别瞎说，妙竹师妹已经找我姑姑游历去了。临行前她告诉我，宗灵族门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今年的奖励是往年的数倍。要知道，慕龙师最需要的就是资源，资源越丰厚，实力就越强。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参加。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宗灵族门大比主要是各个宗灵族门弟子之间的比试，对于各个弟子来说，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切，你就算参加也不是为了荣耀。紫妙竹既然是瑶山剑宗的大师姐，而灵莎姐姐又胜了她，看来吉庭大陆的实力也一般般嘛。这宗门大比，你不是妥妥拿下了？灵莎只是赢了一个弟子而已，吉庭大陆有好多老怪物，可是很变态的。姐姐还年轻，我相信以后一定能与那些老怪物匹敌的。我们快到了。哇，好漂亮！这就是我的老家云之龙国。没想到驯龙学院典籍中记载的传说竟然是真的。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回家了。朱明朗，你们家好像在办丧啊。羽山兄，是我教子无方啊！他不知那位黄毛小子是您祝余山的养子祝同，下手不知轻重，酿成悲剧。为此，我特意让这不孝子负荆请罪。您想怎么发落，悉听尊便。既然负荆请罪，那就诚意点，跪下。什么混账东西，竟然在这里行凶！剑玲珑，你是谁？祝明朗。什么？他就是祝天官的儿子，那个剑修了得的祝明朗啊！不是传言他死了吗？我听说是这小子惹怒了苍天，一身剑修被毁得一干二净，变成凡人四处流浪，没脸回来呢。没想到现在突然回来了。这个小魔头曾经连皇族弟子的手都敢砍，那会儿还是个小屁孩呢，现在都长这么大了。这紫宗林的大弟子郝少聪估计要倒大霉喽。小朗，真的是你，你回来了。小朗都长这么高了，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了。
小朗拜见伯父伯母。伯父伯母，祝同到底怎么回事？他人呢？祝同参加宗麟族门大比，被人活活打死了。技不如人，生死由命。我身为慕容师，龙兽也是有血性的，只能怪祝同那个白痴太垃圾，被我的龙兽咬死也是活该。你才是白痴！给我闭嘴！不是，打我干嘛？原来是鼎鼎有名的祝明朗啊！这次确实是犬子比试时戾气太重，失手折了祝同性命。作为父亲，我定会亲自监督他在祝同灵堂前磕头谢罪的。哦，放开我！祝明朗，你干嘛？我是说了磕头道歉，你还想怎样？当然是成全他。好了，磕吧，磕不够100个，别想走。什么？100个？你想屁吃？你等战！你等战！别废话，快磕头，磕重一点。可恶啊！祝明朗，你给老子等着！老子以后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祝同，这就是害死了你的人。过几日我就会参加势力大比，到时候一定会让他下去，给你亲自赔罪。祝明朗，木儿不过是失手杀了你这无血缘的弟弟，就当众说出这样的话，是完全没把我浩勇和紫宗麟放在眼里吗？我伯父伯母就这么一个儿子，你有3个儿子，杀人偿命，我有何过分之处？说了是失手。放心，遇到我的那天，我也是失手。如果你这狗儿子要是退出大比，或者藏到别处，那你就给你其他的2个儿子准备好棺材吧。老爷，您怎么了？别晕啊！老爷，您撑住啊！少爷马上磕够100个了。完了完了，我心跳的好快！祝明朗太霸气了吧，简直帅疯了！这才是真正的祝明朗吗？霸道、张狂、不可一世。他之前一直在装低调和平凡吗？祝明朗，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你竟然还是这般猖狂。真当有祝天官与祝雪痕的庇护，你就可以在这皇都中为所欲为吗？我当是谁？原来是赵夫人呢。仗着自己是皇族成员的夫人，想为浩家父子撑腰吗？我祝明朗连皇族弟子的手脚都砍过，你若不想赵族也赶上这个月办一场丧事，就有多远滚多远。你，该死，这家伙就是个疯子，说不定他真的敢杀了我。磕多少个了？自己数着。周公子，我家少爷晕倒了，求您放过我们吧！滚！小朗啊，谢谢你。祝同知道有你这个哥哥为他撑腰，在那边一定会开心的。小朗，你又得罪了皇族和紫宗麟，恐怕……放心吧，伯母，我自有分寸。过了这座桥，就是祝门的内廷了。没想到你的家门这么庞大，还分外廷与内廷。我们祝门以前收留过一个战败国家的铸造家族，他们绝大多数沦为了奴隶。我祖父不赞同奴隶体制，便分出一庭，交给他们经营，也就是伯父伯母现在掌管的外廷。那你的伯父伯母不是亲的？伯父原名于山，是我父亲以前的伴学。我父亲也不喜欢奴隶那一套，便一直兄弟相称，让他改为祝姓，便有了现在的祝于山之名。而祝同虽是他们养子，他们却视为亲儿子，我也把他当作亲兄弟。看来他父亲也宅心仁厚，如果离川大陆真归了祝门，也不至于沦落成奴隶。所以祝同本质并非祝家血脉，即便在大比中被人杀了，也没有人会深究此事。唉，可惜我伯父伯母太忍辱负重，
发生了这种事，估计也不愿跟我父亲细说，只能自己将气往肚子里咽。放屁！你也太小觑你爹了。成亲都这么久了，你才带人回来。要不是你老太公和我说了一声，下个月我们内廷这边就要给你张罗葬礼了。爸，老太公的话你也信？还是你日子过得舒坦呀？将别人艳羡的修为一扔，把繁杂的族门抛之脑后，跟如此美艳的娘子过着这没有烦恼的小日子。哎，大叔，不信谣不传谣，我们不是。他们是我慕龙师团队成员，这位是离川大陆祖龙城邦南市的神凡者兰陵莎。伯父，叫您大叔的是我的龙梁小总管方宁，我们是伙伴，不是伴侣。什么？慕龙石？主门注意在你眼里就没有一丁点地位吗？你想耍剑我依你，现在剑修没了，为父开心的想着你终于可以安心学好我们主门手艺了，你倒好，又当慕龙师了，注意到底哪里丢人？爸，其实我有练习，我给我的龙铸了一件铠甲，回头给你看看。所以你是因为龙才捡起祖传的手艺？您要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切，你早说嘛！行，为了龙就为了龙吧，你娶条龙当老婆算了。那个谁，你出来吧。金阳见过家主。不必多礼。本来我是想让秦阳去斩了那小畜生双手双脚的，既然你已经在灵堂发怒了，我这边就没必要动手了。原来老爸已经有安排了，还以为几年不见，老爸的骨头松软了。哼，他们都快在我祝天官头上拉屎了，我岂能容忍？也是，毕竟您是老狐狸嘛。不过我听老太公说，祝门最近变故极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祝门好歹也是6大族门之一，尽管是最末尾，但也不至于这般落魄吧？放屁！现在的祝门与普族是6大族门双手，是因为这些年我们发展的太快，皇族紫宗麟以及其他族门眼红，才多了这些事端。你这么瞧不起你老子呀？所谓的变故，是从6大族门之末升到了6大族门之首。哎呀，老太公呐，你说话能不要这么含糊吗？老爸哪里话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手段高超，雄才大略，老谋深算，诡计多端，老奸……大叔太肉麻了，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哪里，我绝对没有损老爸的意思啊！哦，对了，有件事要老爸尽快为我处理一下。我要当爷爷了？哎呀，麻烦您别逗了，我说的是要紧事儿。离川大陆，老爸你知道吗？你儿子想罩着那里，能帮忙搞定吗？听说那里埋藏着许多未被发现的上古遗迹，甚至存在上古龙门。现在有很多势力想要染指那里啊！只要这次势力大比登顶，就有很大机会掌控离川大陆。所以你这次竞逐也不用太畏首畏尾，放开了干。不过斩断皇族子孙手脚的事儿还是少做，毕竟你现在不能再靠小屁孩的身份来当挡箭牌了，而且你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些族门的小辈哦。难道这次那些不要脸的老不死们也会出手？没事，大不了跟你太公说，离川大陆有古代剑种，绝对屁颠的带着瑶山剑宗参加，或者我去皇族那儿给你说一门亲，做个驸马啥的，以皇族的资源，绝对可以让你轻松登顶。软饭好，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哇！树下居然有这么大的温泉，水温刚刚好哎！南姐姐快下来。好啊。哎，奇怪，之前与他开玩笑可是冷漠的很呢，今天咋突然像变了个人？姐姐身材太好了吧！姐姐身材太好了。真是好让人羡慕的身材呀！小妮子好大的胆子。为什么当年要把温泉修在我的院子里？少爷，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你怎么突然进来了？大半夜的不知道敲门吗？我给少爷送换洗衣服，敲了好半天门，少爷没有回应，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才进来的。你是叫我换个屋子睡？
传说此龙拥有祖脉，其愤怒时可以让这天地都浸泡在他呼唤的异空之海中。那海水的浪可以将几百公里的山脉给摧垮，那海中的古兽能轻易地将一个国都给碾平。那你们知道这祖脉异空神龙之上供奉的是谁吗？是谁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先生我哟。我乃9天之上的始祖，返璞归真，化为了最渺小的凡人。池袋羽先生又吹牛了！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竟然不相信我，都安静，好好听我讲课。所以呀，那海水的浪可以将几百公里的山脉给摧垮，那海中的古兽……先生，您刚才说过这段了。啊！我这不是怕你们记不住吗？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可您今天这段已经说了7遍了。这样啊，那今天课就到这儿，去玩吧。哇，去玩喽！这群小兔崽子，今天居然一个都没有来上课。回头我一定挨家挨户批评他们的爹娘。气死于言了，气死于言了！池袋先生，祝明朗来看你了。祝明朗，你这娃是吃了哪个虎吃鱼的饲料？怎么一下子长这么大了？池袋先生，好久不见。我现在是慕龙师，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慕龙师？你是慕龙师了？好啊，什么破剑士，一辈子都没大出息。现在养龙一点都不晚，有你9天鱼爷在，保证你轻松制霸这4海8荒。祝明朗，你这娃竟然长这么大了！锦鲤先生，我是来向您请教问题的。果然还是你聪明好学呀，不像那些小子，居然都不来上课。你问吧。您还记得他吗？当然了，本鱼爷可不是普通的金鱼，技艺超群。这不是当初跟着你的白苍龙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之前经过一次冰封后，退化成了一条冰虫，然后又解蛹蜕变成了一头冰尘白龙。他的退化是不是因为龙劫啊？一般的渡龙劫不会把原本的白苍龙血脉渡没了，变成了银月应龙和腥风冰龙的血脉结合，所以他这个不是渡龙劫，而是轮回折变。轮回折变？是的，这种退化蜕变的能力是凤龙涅槃重生，和折龙蝶变的结合叫做轮回折变。你这小白龙根本不需要渡什么龙劫，只要再轮回一次，它就可以轻松跨越到更高的境界。再轮回，就还是存在再退化的可能。这种能力极其特别，经过一次次的轮回，哪怕没有慕龙师，他自己也会朝着更高级的龙不断折变。他的这种能力意味着这世界任何生命枷锁、血脉等级都无法束缚他，他只会一次又一次变得更强，强到超越龙王，强到比肩始祖，强到这亘古宇宙亿万星河都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生物可以在他之上。没想到白起这么厉害，可惜每次轮回都要退化，这也太……其实无论凤凰涅槃还是蝶灵折变，都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让这个阶段更快度过的。要怎么做？还请锦鲤先生讲解。我记不得了。请问，是您在找我？你就是陆敏儿，我是祝明朗，祝同的哥哥。祝公子好，我听说过您，
祝同也经常和我说起你。是这样，我昨天翻看祝同的一些随笔，得知他好像是为了替你出气，得罪了什么黄少帮，所以才引来杀身之祸。你可以详细说一下吗？祝公子，我不是故意害死祝同的，我……那我不是来问罪的，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又没做错什么，不必惊慌。我本是在年珠门外庭寄居过的亲戚，后来我来到这古龙宫做学徒，某天在街上遇到一个登徒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人叫赵熙，仗着他妈妈是皇族成员，所以成为黄少帮的一员，胡作非为，普通百姓都不敢管。不要啊！救命！祝同知道我被侮辱后，为我打抱不平，狠狠收拾了那赵熙一顿，从此和黄少帮结下了恩怨。谁敢在这次大比上杀了祝同，大家就集钱给他买一个灵玉果，怎么样？好主意，好主意！黄少帮在一次聚会中立下赌约，导致郝少聪在大比上直接行凶杀死了祝同。我真的没想到祝同公子会因为我丢了性命，都是我不好。好了，你也不必自责。赵熙和郝少聪这两个畜生，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的。啊，回来了！调查的怎么样了？我已经知道了真相，3天后就是下一轮实力大比，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灵莎姑娘要无事也可以参与，里面有不少高强的神凡者，奖励丰厚。好，祝明朗，你小子终于回来了啊！昨天你课都没听完就匆匆忙忙跑了，真不是个好孩子。秦理先生，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想起怎么让白起更快度过退化期了？没有，倒是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吭的将小鱼爷我抛在那里？不是说好要一起闯荡天下吗？我这不是也没出远门吗？哇，会飞的锦鲤！神木青圣龙，你这龙到底是怎么养的？好好的圣龙，竟然没有一丝丝圣龙该有的强大气息。他幼崽时期受了重伤。哦，残龙啊！你在选龙这方面还真是不讲究。还好这小家伙底子不错，并且喝的是10年银山圣露。若是有一份100年圣露的话，应该还是有希望和冰尘白龙比一比呢。100年圣露，我手上还真有一份，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服用最恰当。这种罕见的宝物你竟然有！现在服用就是最恰当的时候，但最好能够配合元素之华来帮他迈入成熟期。这样，他觉醒圣龙血脉的同时，驱策自然之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元素之华种类繁多，我应该选择什么呢？最好就是水木属性的，年份在300年到500年之间就够了。高的吸收不了，低的起不到作用。哇，好大的一条鱼啊！不但会飞会说话，知道的还这么多。哼，拿开你的脏手！我可是高贵9天鱼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小小问题岂能难倒我？你才脏手呢，人家哪里脏啊？快帮我去找水木元素之华吧，3天后可是清浊大显神威的时候。祝门果然不愧为6大宗门之一，一条小小的锦鲤都这么神奇。我又对这里不熟悉，哪有那么快能找到你要的元素之华呀？我知道啊，只要你尊敬的叫我声先生，我就可以带你去。真的？嘿，只是叫个先生而已嘛。先生，告诉我哪里有什么元素之华吧。哎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可恶，你竟然信了我！看我不抓住你做红烧牛肉吃！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等我想起来告诉你哈。我们祝门今天还有其他人参加吗？回少爷，我们祝门以注意为主，打打杀杀之事和其他势力相比并不擅长，所以并没有人打算
在这次大比中争夺什么名次。这么佛系吗？规则似乎是群斗。是的，每一局会有100人入场，而获胜的方式有2种：一是时间到了，还在场上站着的人可以进入下轮；二是场上打的只剩下最后10人站着。同时，为了避免一些势力人多势众过分抱团，每个势力只允许同时入场1到3人。郝少聪到第几个轮次了？第3个轮次，已经属于势力中的强者战场了。我们是55号与56号吗？该活动活动筋骨了。不抱团吗？呀，这2个人是从官廷里走出来的，应该也是大势力的子弟，怎么没人提前知会一声啊？买他们的号数肯定赚翻了。好像是祝门的人，没听说几天前有个祝门的小子死在里边了吗？祝门擅长注意，并没听说有啥厉害的慕容师和神凡者。今天会不会又发生悲剧呢？哼，一群散人也想在这种地方搏名利，真是嫌命长了。喂，吃葡萄的。现在不滚远点，一会儿你就没机会了。为什么在哪里都能碰到奇葩和白痴呢？第1轮大比第3场正式开始。人要有觉悟，刚才我已经提醒过你了。现在是你自己跳到池河里被满城人嘲笑，还是我将你打成一个残废退赛？你说啥？我刚才没听清。装什么傻？现在你是自己逃到池河里，还是我将你打成一个残废退赛？对不起，我退出大比。这家伙在龙和虫之间转换自如啊！不会吧，这些人这么怂？没办法，你们不动，就是要动你了。飞扬、青卓，你们今天的训练课题就是在时间结束前，把场上除了南陵沙之外的人全部清了。那头黑色的暴龙在搅局，先灭了它！可恶！那黑龙朝我吐口水！我去，有本事你跟我们龙兽打呀！直接打我们不讲龙德啊！这是毒气吧？太臭了！我不行了，受不了了！你这故意朝我们放屁！四爪轮战兽！那不是苍龙殿的大弟子傅金国吗？他怎么也这么迟才入赛？以他的实力，应该早就可以进入下一轮了吧？我投的号就是他，这一次赚翻了！四爪蓝龙一发威，周围的那些龙兽就如小鸡崽一般，吓得四处找洞钻呢。出不知廉耻的黑龙！没有龙主级，白起是不会帮你的。这不知廉耻的恶臭之龙是你养的？人都有3级，何况食肉的古龙呢？以姑娘的实力，稳扎稳打应该是可以轻松进入下一轮，何必与我的龙兽纠缠呢？哼，惹本姑娘不开心，就没你好果子吃。龙随主人，别以为你衣冠楚楚，便能够摆脱得了那粗鄙邋遢恶臭之息。脾气还不行，一会儿也将你扔进池子里冷静冷静。大黑羊，先和那头四爪蓝龙周旋，找机会干掉其他更多的龙将。龙凯，好狡猾的黑龙，他在借用金国的四爪蓝龙的力量来对付其他的龙兽。长老放心，傅金国他是你的得意弟子，一定会获胜的。是啊，是啊。
不好！怎么了，长老？金国的4爪鸾龙，可不好拿下那头黑龙了。长老，那头黑龙都不敢跟师妹的4爪鸾龙正面硬刚，而且还被其他龙兽围攻受伤，怎么可能是4爪鸾龙的对手？不，你没发现吗？那头黑龙很古怪，狂热、暴躁，无所畏惧。我听说过一种罕见的暴龙血脉，据说可以利用血争之气，激发唤醒骨子里最凶残、最暴虐的掠食力量。难道这是？该死！4爪来龙，回来！可恶，看来只能提前让他出场了。北阳，快吸收他们血液中的灵气！那头黑色暴龙怎么越战越勇啊？傅金国可千万不能输啊！大半年的私房钱都压在他身上了。那慕龙师好像是祝门的人，没想到祝门打造的龙铠竟然这么强。再强也没用，听说祝门得罪了上头，参赛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没想到这个祝明朗竟然能跟傅金国拼成这样，看来这家伙真的要闯进下一轮了。哼，一个初选赛都打得这么费劲，下一轮他这黑龙肯定也废了。早知道这个祝明朗这么废物，我那天就把他摁到祝同的棺材里，让他和祝同一起长眠。放心，下一轮我们找几个靠谱的，一定把他的龙兽全部弄死。只是弄死他的龙？懂了，黄少主放心，第2轮里有我们黄少帮的人，我们一定想办法将他杠击苍龙！你赢了，但你的龙比我的龙伤的还重。大黑羊，回来吧。还想打？这头疯龙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吗？给我趴下吧！大黑羊，白起上！好样的，小兰！这个小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不要怕，咬他！小兰别逃啊！不要怕，他打不过你的。仁兄，放我一马！你的龙击垮了我，你自己也可能被淘汰啊！咱俩没有深仇大恨，何必拼个你死我？刺激，太爽了！这才是热血的战斗啊！别沮丧了，你输给祝明朗也没什么太丢人的。祝明朗，他是谁？我们慕龙师领域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据说他15岁就从瑶山剑宗的大弟子试炼中走出来，实力强的连一些师叔级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在皇都名气很大的，没想到第1轮大比就遇到他，真是倒霉。他既是剑修，怎么能呼唤龙兽？听说是剑修修为废了，成了凡俗。现在看来，他应该不甘陨落，选择成为慕龙师，而且这条路走得还不赖。那灵苍暴龙驯养得非常出色。放心吧，师妹，这小子虽然强，但比我差得还远。看下一轮，师兄帮你收拾他。此轮大比结束，55号、56号、9号、77号进入下一轮，请及时查看城内的大比公告，留意自己下一场的时间。吉廷大陆还是有些实力的，
不能掉以轻心。你也太谦虚了吧！南姑娘，听秦阳说你被人偷袭受伤了，我给你拿了些药。谁让你进来的？为什么不敲门？怪我，对不起啊，我什么都没看到。少爷，你没事吧？本来没事，现在有了。我这么晚让秦阳叫你来，没有打扰到你们吧？没有。离川大陆的事基本上可以确定了，那里确实存在着上古遗迹。无论我怎么威逼利诱，那些老东西们就是不松口。那怎么办？不能让离川大陆的人沦为奴隶啊！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呢，直接和他们撕破脸皮，谁跟我们争，我们就灭了谁。第二呢，就是通过这次大比来竞逐，但听说他们已联合起来要针对我们祝门。这帮阴贼明知道我们祝门以铸造为本，战力不行，卑鄙。老爸，你这是不相信你儿子我的实力啊？不，这是公正的问题。我们作为新晋的最大族门，总有一些老族门、老宗邻看不惯。有些事有第一就有第二。既然他们针对我们，那我们不如玩个大的。我们提议加些赌注来助兴，赌注就是各大势力的那些资源。万一我们赌输了，不是一样会损失惨重？老爸，祝门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各种金属矿山，就算输给其他势力，他们铸造粗劣还得要求咱们来铸造。那时候，矿山虽然不在我们手里，但却为我们所用，还能敲诈一笔高昂的铸造费。你小子，啥时候变这么狡猾了？嘿嘿，随您。切，好，紫宗陵的红雀城，皇族的雷铁矿山，苍龙殿的真火炼鼎，教廷所管辖帝国的驻营，这些好资源我早就想要了。这次就扒他们一层皮，到时候我就让我们交好的势力先下大注，这至少是一个城邦的资源级别。这一招，其他势力要么怕损失太大而退出竞逐，要么一起脱一层皮。等我和南陵沙拿下了这场大比，收了所有好处，就将我们交好的势力资源如数奉还，其他势力的资源我们父子55分赃。真是2只老狐狸，那群势力要倒大霉了。进55分赃。55分赃，老爸干杯！我去，喝酒误事啊！我竟然走错房间了，还好没有惊醒他，我还是先溜为妙。我说这是误会，你信吗？我可以解释，饶了我吧！朱明朗，你怎么了？脸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个嘛，昨晚陪父亲喝多了，不小心摔的。哦，我还以为你勾搭良家妇女被打了呢。干啥？没钱了呀？什么没钱了？不会吧？你这家伙难道想让我自掏腰包给你收集龙石啊？当然不会。你算算一共多少钱，我给你。小白起1个月吃的结晶一共12000斤，小青竹的金丝楠木枝也满足了1个月，花了3200斤。现在的大黑牙要吃猪腰龙肉，这个倒是你们族门外厅就有，这笔钱要是省下来了。不是吧？1个月的龙石就花了这么多，木龙石果然烧钱呐！还有，老板，我这个月的俸禄你还没发呢。那啥，我先去趟厕所啊，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哎呀，少爷，哎呀，秦阳，一大早的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也是来吃早饭的呀。
去吃吧，记住，一定要稳重。吃个早饭这么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记住了，少爷。大黑牙在领域内伤势恢复的挺快，这次伤好后一定会变强很多。刚好之前的银青龙铠破碎了，是时候给他打造一副更强的龙铠了。上次我来这间铸造室还是7、8岁的时候吧。铭文，你小子还记得铭文呢？小胖，你在啊？既然你小子提议来一场豪赌，那总得拿出点像样的东西，好让你这次出战万无一失。铭文的注入便是我们柱门的精髓，任何器件，哪怕是平凡的钢铁，经过我们柱门铭文洗礼，也会彰显出不凡之力。您这是在给我的龙虫打造龙铠吗？是啊，你个臭小子在黄铜战场上龙铠废了，我可是知道的。我这会儿过来也是想给我的黑龙打造一件新的龙铠，没想到您提前帮我打造了。你个臭小子，是不是很感动？啊，刚好您在这儿，我有一些事情想请教您。注意的事情。是。感谢老天，感谢列祖列宗啊！我终于想学家传手艺了，总算没愧对列祖列宗啊！儿啊，想知道啥快问。注意这一块，没有你爹我不知道的。铸器铭文是什么缘由？你可以将铭文理解为铸器的魂。任何一把铸器，一旦拥有了魂，它的威力就不是那些破铜烂铁可以相比的。就拿苍龙来举例，苍龙强大的正是他们的玄术，一头没有玄术的苍龙，就和蛇蟒没多大区别。那什么样的气会有魂？什么样的气不会有？和世间生灵一样，气也存在着修炼之说。一把剑若杀敌成千上万，饮血无数，也会有一定的修为，会有铭文血光。一件铠甲千锤百炼，经历无数撞击磨难，也会有魂，生出铭文之辉。铭文会存在风静沉睡的说法吗？这个自然，不是所有的魂魄铭文都是活跃的，它需要对应的环境、对应的事件、对应的主人，才可能彻底焕发光芒。如果剑灵龙身上那些冥剑之魂全部焕发出铭文光辉，剑灵龙的实力会超越我当初的剑修修为吧？刚才你看到的是铭文碎片，我将它们修复整合在一起，变成一道斗焰铭文，烙印在了这胸铠上。你那头黑龙级别不算高，我能够选的最好材料就是火山晶，再好的矿石对它来说负荷太高，反而压制住了它的野性。已经比我之前粗制滥造的银青重铠好很多了。火山重铠可以轻松地承受下位主级龙兽的攻击，若是能够唤醒这斗战铭文，你的黑龙甚至可以与一些上位龙主抗衡。提升这么大？废话，你以为柱门是凭什么能站在宗门之首的？可惜你小子不争气，将我柱门注意弃之不顾。这火山重铠的极限就是一道铭文，回头我让人再给你这火山重铠打上一圈雷导钉，可以让你的黑龙释放雷电时得到成倍的增幅。其实我成为木龙师也不错，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柱门优势，把那些跟我们作对的人杀得屁滚尿流。你小子就会油嘴滑舌，等你真正能傲视群雄的时候再说这些大话吧。可惜你娘离尘出家，恐怕看不到你以后叱咤天下的影子了。娘，我娘吗？朱明朗，你不是不知道，我秒山剑宗不准男人踏入，你为何还要强闯？我要见我娘！死了这条心吧！能在我剑下活着走了这么多招的，你还是头一个。念在掌门的份上，此次便饶你性命。下山去吧。你放心，等柱门再壮大一些，我便召集所有势力攻入秒山剑宗，把他们宗门灭了。就是抢，也要把你娘抢回来。原来这才是老爸你兴盛宗门的最大动力啊！废话，老子媳妇就这么出家了，老子不抢回来，还是个男人吗？那老爸加油！要是能把这吉庭皇朝的势力都统一了，我就可以当个不折不扣的太子爷了。
我也是这么和你爷爷说的。谢玲珑，你怎么了？唉，老了，帮那小子铸造了件龙铠，胖子就有点酸了。天官，好烫！我刚泡的热茶，慌慌张张的，怎么了？刚才我去了一趟铸剑店，还以为族里闹贼了，后来才知道是祝明郎跑进去，将东西都给熏走了。慌慌张张的，怎么了？刚才我去了一趟铸剑店，还以为族里闹贼了，后来才知道是祝明郎跑进去，将东西都给熏走了。哎呀，长老，祝明郎好不容易改过自新，准备好好学习铸艺，拿了一点铸造的稀有材料又怎么？这种小事情何必这么生气？一点儿材料？难道拿多了？那也没事儿，毕竟势力大比上，祝明朗还得给我们祝门争一口气的。天官，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看一看更好。好吧，走，去看看。小兔崽子，把所有的剑全部洗劫了！长老，这些剑品都是急需吗？倒也不是，只是有几把好剑，是其他城的人最近定的。那还好，辛苦大家感知一下吧。正好我们祝门的分舵给我们进贡了不少好东西，长老到时候挑几件喜欢的。这个行吧。来人啊，先把这大门给换了。这个小败家子儿啊，这次大比要是拿不到好成绩，老子非找你算账不可。那么多剑都是钱呐！大黑牙养好伤势后，应该会实力大增。小白起的实力也时刻随着他的成长在提升。剑灵龙吞噬了这么多宝剑，也提升了一大截。现在就剩你了。这100年银山圣露与500年的水木元素之华，可以助你蜕变。太好了，成长速度到了20倍，我的灵力竟然也提升了。祝明朗，怎么样啦？锦鲤先生，你怎么跑来了？你给那条绿龙用银山圣露与水木之华了吧？是不是已经成年期啦？快换出来看看。祝明朗，你想谋杀于爷呀？啊！平时看着挺机灵的，怎突然呆头呆脑的？要不是于爷我躲得快，就被石头砸死了。这是青竹。是啊，我一时大意召唤出来时，把屋子顶塌了。不是地震就好，吓死我了，害得我澡都没洗好。哇，青竹你变得更漂亮，更威武霸气了。已经转化为木性了，非常好啊！毕竟神木血脉远比森林巨龙血脉更强大。龙的属性还能转换？是啊，主血脉和副血脉是可以在成长过程中进行转变的。这一方面跟龙自身成长经历有关，另一方面是木龙师通过灵物对龙进行调整。那青竹这是被银山圣露和水木之华共同的作用的转换？是的，如果你给神木青龙喂一些肉食，并且强化的过程主要是龙兽魂珠、巨龙之心之类的，那么它现在应该会偏向于森林巨龙，兽性更明显。但你一开始对它的培养方向就偏向于神木圣灵，那它到了成年期，自然就会体现出木龙形态。没想到龙的主血脉和副血脉竟然是可以转换的。那接下来应该着重于强化青竹哪方面呢？总不会是多浇水、多施肥吧？
驱策之法需要大量的木元素之华，之前喂养的那些金丝楠木枝已经没有效果了，最好能找到圣木果实或万木圣露，这样还有机会将清浊提升到军级。元素之花当口粮吗？看来每一条龙都是吞金兽啊！听见了没？清浊要吃木元素之华，快把钱给我，我好去筹集。那个，这谁顶得住啊？傻丫头，还不快回来！傻愣着干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再次来到黄铜战场。今天是势力大比第2轮的最后一场了，究竟谁能笑着站到最后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事不宜迟，势力大比第2轮第3场正式开始。师兄，加油！一定要为师妹报仇！放心吧，看我怎么收拾那小子。这是奇宗棍法。你们继续，你们继续，你们继续。不是每个势力最多只能派遣3名成员吗？这么多势力联合起来，想要祝明朗直接出局？看来这小子得罪了不少势力啊！我就不趁人之危了。既然你们想针对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清浊，出来！哟，该死，这是神木清圣龙，恐怕有上位龙主的实力了。还好我们提前让七宗的顾飞俊布置了天罗地网，不然凭借这头圣龙，顾明朗可以轻轻松松进入第3轮啊！哼，我倒要看看他如何破这七杀十子阵。动手，不能再等下去了。你傻吗？我的龙是火属性的，看我把你这些木头都烧了！这些木头竟然不怕火烧！难怪锦鲤先生要水木之华来配合银山圣露，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另一方面可以让木属性具备水泽效果，免受火焰的克制。现在的银山魔卫比之前的树精守卫强大太多了。天哪，这是制造出一片森林吗？可惜我们的视线被树叶遮挡住了，完全看不到树叶下方的战况。不好！救命！千卓！不好！救命！千卓！谢谢。不客气。可恶！有本事下来单挑，这种时候还泡妞，渣男！丢人现眼的东西！顾老爹，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祝天官都认为我族与你宗族关系不错呀，谁成想如此经受不住考验。你家小儿今天这行为，将你这么多年来对我卑躬屈膝的苦心，全给报废了。祝门主，这实在与我无关呐。我家小儿顾飞俊应该是在这皇都中结识了一些纨绔子弟，受了他人的指使。
给我这犬子100个胆子，也不敢这样对待令公子啊！我知道你的儿子是受人指使，什么黄少帮对吧？以赵熙、赵尹阁为首的酒囊饭袋。什么酒囊饭袋？祝天官，你是见不到本夫人就坐在此处吗？赵秦夫人，你在与不在，你儿子都是酒囊饭袋，这一点我们就不用做无意义的口舌之争了吧？你，赵夫人消气！赵夫人快醒醒！祝天官，你这样当众辱骂皇室，到底是何居心？皇室自然有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气死我了！赵夫人，你醒了，你可吓死我了！也有酒囊饭袋，以及一些蹭性泼妇。你说谁是蹭性泼妇？赵夫人，赵夫人，你怎么又晕了呀？如你所愿，我下来了。还以为你多厉害，被我一击就下来了。起招！小心！不顾身后的袭击都要攻击我，瞎呀！该死！放开我！好厉害！没想到清浊成长了这么多，一边在天空厮杀，一边还能操作树木，堪称捆绑大师啊！齐宗的。是啊，你靠龙兽偷袭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放我下来，咱俩靠自己单挑。搞笑！我是慕龙师，不靠龙兽自己冲上去跟你打。哼，你们黄少帮的人脑子都被驴踢了吗？你才黄少帮呢！我只是看不惯你这种横行霸道之人，势力大比，生死有命。就因为他人意外伤了你家弟弟，竟在灵堂上扬言行凶，你还有没有将皇都的法度放在眼里？好吧，原来是被人利用。以你这脑子，还是退出齐宗吧，免得拉低了齐宗的整体智商。你才被人利用了呢！我可是齐宗100年一遇的天才。去死吧！分身风暴。不好，是灵魂反噬！没想到这个祝明朗这么厉害，我得赶快逃出这该死的丛林！啊！救命！太厉害了！这头青木神圣龙简直大杀四方啊！为什么这个家伙剑修没有了，依然这么难缠？怎么不甘心吗？我弟弟的命，一个郝少聪根本不够偿还。小世子最好不要让我知晓你与此事有关，否则我祝明朗不介意将你的假肢也给废了。假肢？祝明朗，这可真是个大新闻啊！没想到小世子用的竟然是假肢。祝明朗不是那个皇都的剑修神才吗？听闻他出山之后，就直接跳出了弟子这个层次啊！对的，好像曾有一名军级的慕龙师，为了徒弟去教训祝明朗，却被反杀一头龙君，并全身而退。那会儿祝明朗才16岁啊！后来听说他砍了世子的手脚，被逐出皇都了。看来所言非虚啊！祝明朗，你一身修为已废，还请好自为之。所以，我弟弟祝同的死与你有关吗？你弟弟祝同死于大比之中，纯属意外。难不成你们祝门现在已经横行霸道到连一个家仆死了都需要向全天下人问责？孬种！祝明朗，你别太过分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赵英哥，好好珍惜剩下的时间吧。既然祝门提出这次大比要加点彩头，那就把第3轮大比安排在机关城。各家将一部分资源拟成名单，放于机关城中，让参赛者争夺吧。
此法甚妙，皇王圣明。瑞国首府，你们瑞国最近进攻黎川大陆，可有什么进展？皇王有所不知，峡以东有一个国度，统治者是一名叫做黎云姿的强大神反者。此女骁勇善战，更有30万军队。我们瑞国就算是……既然拿不下，招安也未尝不可。是啊，拿下也好，招安也罢，我们都是为了黎川大陆的资源，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没错，如果瑞国真拿下了黎川大陆，那坐镇权也10有8九落在了他们手上，那咱们还大比个屁呀！就是，反正瑞国也参加大比，如果大比夺魁拿了坐镇权，与他们打下黎川大陆也没什么区别。我也觉得招安可行。瑞国首府，再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没有拿下统治权，便招安那里的统治者。是。祝门主，我拿您的意思说了，以后齐宗可就靠你祝门了。哎，大黑牙，你的伤这么快就好了？公子，你又回来啦！我这大黑龙怎么一下子治愈了？你给他上的药都涂了吗？少夫人让我歇着，我就在屋子里打盹了。醒来准备涂药，就发现您这大黑龙好像伤都好了。少夫人？哪来的少夫人？就是那位戴着面纱的小姐啊！大家都说她是少夫人，您不会也和锦鲤先生一样失忆了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她是我慕容氏团队的神反者，不是什么少夫人。哦，哎，公子，这瓜可甜呢，你要不要来一块？算了，直接叫醒大黑牙问问。大黑牙，起床了。大黑牙，你身上的伤怎么好的？大黑牙，你给我回来！好心放你说来透一天气，都要把院子给我拆了。一个个的都不省心呐！前几天青州毁了一间屋子，今天大黑牙又给我把院墙都拆了，看来又得换套大点的院子住了。多谢灵莎姑娘为大黑牙疗伤，没想到你还有治愈性龙种，还真是蛮罕见。你是怎么知道我有龙的？我好歹也是慕容师嘛，多多少少能感受到一些气息。那个，过几天不是要第3轮大比了吗？这次是去凶险无比的机关城，若能对灵莎姑娘的能力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取胜的几率也会更大。深入的了解？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哈。你说说，我误会什么了？没误会。其实我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国王已经下令，1个月内瑞国拿不下左龙城邦的统治权，那皇朝将允许黎川的4邦建立新国，成为吉廷皇朝的一部分。1个月吗？我相信云姿一定可以挡住瑞国的进攻。好了，换完药了，女君一定要注意休息，最好不要再厮杀，免得牵动了伤口。打仗哪有不厮杀的？不好了，吉廷大陆的军队又发动突袭了！好，败下迎敌。哎，女君，您坐镇指挥就行了，千万别再自己冲上去了。杀呀！杀！保卫家园！保卫家园！当且冲锋！云姿，我敬你是个女英雄，但你现在受了伤，还是不要抵抗了。我瑞国1个月内定要拿下你黎川大陆，我劝你还是乖乖投降吧。呸！冥顽不灵，那我今日就取你性命。混账！怎么回事？不好了，将军，我们的粮仓被炸了！混进瑞国军队这么多天，终于逮到机会把粮草全部炸毁了。黄土前来助女军破阵杀敌，出啊！营销城前来助阵，杀！不好了，将军，敌军突然杀出2批伏兵，将我们左翼与右翼杀散了。该死！撤！快撤！杀！
终于等到了。玉君，欢迎大家来到机关城，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来迎接各位参赛者入场。各大势力所提供的资源有一半都在这机关城中，参赛的弟子可以在城内自行寻觅，只要拿到并燃起烽火竹筒，将其交给裁判，便是这资源的拥有者了。而在机关城内饲养着一大群凶猛古龙，它们的攻击性极强，希望各位在寻觅资源的时候，尽可能的避开这些凶龙，免得出现意外哦。你还在担心黎川那边吗？放心吧，诸门密探已经探明云姿率军抵挡住了瑞国的进攻，虽然战后脱离晕倒，但很快又醒了过来，相信不久他就会反攻了。不管怎么样，这次大比一定要拿到黎川大陆的掌控权。那边有打斗声，我们过去看看。是我们先发现的，你们怎么可以直接抢呢？幼稚！这是比赛，谁抢到就是谁的，你还想玩先来后到啊？那个锦盒里应该就是某个势力提供的资源。白起，你去拿过来。任宇城地契，我去，这就到手一座城了。不好，有人抢走了锦盒，是城池契书。这任宇城契书也够换一些不错的灵资，我们就收下了。收什么收？伦家最讨厌你这种小白脸了，你赶紧将城池契书奉上，否则伦家将你牙都打碎。看他的衣服，是你们吉廷大陆4大宗灵5宗的人。没错，我曾经和他们一位师叔切磋过，他们的金刚不坏之身非常可怕，寻常的利器根本伤不到他们。放屁！就你这小身板，还跟我们师叔切磋？你以为你是谁呀？就是，吹牛都不打草稿。不好，那人好像是祝明朗，咱们惹不起呀！快跑吧！把锦盒交出来！师弟，怎么样？伦家就说嘛，他个小白脸儿根本没有什么男子气概，被伦家一唬就乖乖就范了。他不是个傻子吧？什么？盒子居然是空的！混账！把地契交出来！该死的小白脸儿，竟然拿空盒子耍姑奶奶！师弟，你让开！你不是要锦盒吗？我给你了呀！去死吧！我去，这么暴力吗？哎，有本事跟伦家硬碰硬，别耍！干得好！我跟你们拼了！不长记性！你师姐都不是我的对手，就凭你还想蹦跶？这兵得2个时辰才会融化。你们会不会被野生龙兽或别的势力攻击，就看运气了。祝你们好运！公子，小姐，秦阳，你为何也会在这里？每个势力有3个名额，我们祝门没有理由空着一个。而且属下查明，黄少帮那些人已经集结起来，准备对付公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的目标是幽龙谷的地契，这机关城会变换布局。公子与小姐，请随我来。该死！什么人想的馊主意啊！把锦盒藏在了这里，没有军级实力，这个锦盒怕是没人能拿得到了。这些容风太危险了。我倒是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说来听听。我们可以将祝明朗引来，然后想办法将容风唤醒。这数十万只容风，绝对能要了祝明朗的小命。好主意啊！不过得让别的势力或者散修来做此事，我们黄少帮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好啊，就这么干。这个地方不适合动手啊。而且他们应该在等帮手。这容易。去。那是什么？还愣着干嘛？跑啊！可恶！哪个混账坑害我们？高，我去追郝少聪，
你们在此静观其变，找机会把树上的锦盒拿到手。公子小心！妈呀，别追我了！先去那里躲一下。该死的！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捅了容蜂窝，一定让他碎尸万段！你怎么在这里？这地方不错啊，你爹往后若是想你了，直接来这个祠堂祭拜就好。祝明郎，别太嚣张了！你们祝门在皇都不过是有几分势力而已，别以为我浩少聪真的怕你！你是让我动手，还是你自己了断呢？可恶！这是你逼我的！哈哈！我这阳魔子龙乃上位主级，祝明朗拿什么跟我斗？没有了剑修，你就是一个废！该死的灵魂反噬！不可能！你的剑修不是废了吗？我就算废了，杀你这种小人也是易如反掌。别杀我！我只是一个打手。是赵颖哥提议，谁杀掉祝同，谁就可以得到魂珠。我与祝同无冤无仇，有祝同死的人是赵熙和赵颖哥。你杀祝同的时候，就应该有被人复仇的觉悟。你说呢？祝明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你饶我一命。手脚，你可以砍断我的其他手脚，我罪有应得。可无论如何，留我一命啊！先说来听听。离川大陆，他的坐镇全文书也在这机关城中。离川大陆的坐镇全书在何处？告诉我，我便只断你手脚。在九君墓，各大势力的贵重灵子也都在九君墓附近。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祝你好运！救命啊！祝明郎，你回来，救救我！不！祝明郎，你个混蛋！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浩勇大人，令郎被容蜂魔妖所杀，请节哀。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啊！一定是那个祝明郎，一定是他害死你的！为父要杀了他，替你报仇！浩大人，势力大比，生死由命。若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就不该让令郎来此。聂护法，你可一定要为我儿做主啊！浩勇老弟，少聪是我紫灵宗的弟子，这个仇，老夫一定帮你。我现在就传紫灵宗的弟子，见到祝明郎，一定废了他。好戏要开场了呢。这就是烽火烛筒吗？没错，这次比赛有锦盒的珍贵等级，分为白、黄、蓝、紫、红5个档次。看来有人拿到了紫色锦盒，仅次于红色的宝物吗？咱们去看看。尹中和，在裁判来之前，赶紧把你的锦盒交出来。没错，你再厉害，也不可能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放弃抵抗吧！公子应该对他很了解。瑶山剑宗，此人比紫妙竹强很多。谢盼盼，这人全身上下都是自负与无聊。就凭你们？该死！一起出手弄死他！可恶，速度太快，根本打不到他！乌合之众！哇，好厉害！不愧是瑶山剑宗大弟子，把你的锦盒给我吧。等一等，是不是要解决掉周围所有的威胁，此物才算是我的？100米之内无人可再战。可是我的100米范围内还有威胁呀。小师叔，别来无恙。还行吗？这矿山价值不菲，小师叔应该也想要来争夺吧？但碍于祝门与瑶山剑宗关系，不好出手。事实上，我很想给你，但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你想找事吗？不敢。不久前我就听剑宗的人说，你回山了，像个收废品的货郎一样，将弃剑林的弃剑全给收走了。
啊，其实你不脑残的时候还是挺有模有样的。小师叔想要这矿山契书，就尽管拿去。云中河，你若不愿协助公子获胜，走开便是。拿剑指着公子，又是何意？我未动剑，他若想拿，直接伸手即可。我怎么会将剑尖刺向一个手无寸铁之人？这么多年没收拾你，你又觉得自己行了是吗？云中河，申凡者，交给我。不久前领教过了你们瑶山剑宗的剑法，似乎很一般。似乎很一般。哼！你别以为赢了紫妙竹，就可胜过瑶山剑宗所有的弟子。装神弄鬼，都给我去死！什么？这竟不是幻术？什么？这竟不是幻术？笑死我了！听闻过踏剑飞天，还没见过御剑踩泥巴的呢。可恶！你竟敢耍我！拿命来！唉，这么多年了，还是只会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哼！想用我们瑶山剑宗的八卦台来对付我，真是不自量力！云中河啊，云中河，什么时候才能够收起你那副脑残般的自负啊？他连瑶山剑宗的八卦石台都能画，还有什么秘术阵法是画不出来的呢？蠢货！不，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我们瑶山剑宗的剑损阵？这就是剑损阵的威力吗？我可是瑶山剑宗大弟子，岂能被一小小画师打败？剑损阵，我只画出了4件，出了3件。不过你已经输了。我认输。师叔，弟子让瑶山剑宗蒙羞了。哈哈哈，没事。皇都的人都知道，祝明朗才是我们瑶山剑宗的牌面。紫色、红色，是祝明朗在的区域。那家伙手上竟然还有顶级的锦盒。祝明朗，你们现在将紫色、红色锦盒交给我，而后处理掉身边的所有威胁，锦盒才属于你们。我并没有红色锦盒。既然没有，为什么要点燃烽烟？因为他们身上有啊。这个祝明朗是想用红色烽烟将所有人引来，一网打尽吗？各位，你们身上的锦盒，我祝明朗全要了。什么情况呀？我们才是打劫的呀，怎么反而被打劫了？这个祝明朗这么狂妄，你们才3个人，凭什么打劫我们呀？白起、黑牙、青卓，解决他们！我天，这是什么？哇，全部围起来了，这下恐怕谁都逃不掉了。该死，竟把我们都围起来了，真当我们是吃干饭的吗？太嚣张了！哼，狂妄之徒，看我不把你们的锦盒全抢过来，尝尝我引雷符的厉害！区区一头降级龙，也敢在我们佛宗面前耀武扬威！
一起上，灭了他！哇，是明光狼龙，还是上位龙主级，太好了，他们死定了！哈哈哈哈哈！畜生，给我趴下！休想伤我家少爷！巅位龙主级实力，怎么可能？是3种血脉的龙，这简直就是虐菜呀！逃啊！还愣着干什么呀？啊！哎呦！这个祝明朗年纪轻轻就这般阴险狡诈，可见其品行不端呢。敢点燃烽烟，不在乎对手的实力与数量，如此魄力又智勇双全，却被说成阴险狡诈。我看你们紫松林的弟子还是回家玩泥巴吧，反正输不起。走，快看，祝明朗又燃起红色烽烟了。好，哈哈哈哈，这小子又能洗劫一大波人了。有胆量，有魄力，快比得上我年轻的时候了。我怎么没听说过师叔有祝明朗这么狂？可恶！这群兔崽子冲动什么？别过去，是陷阱呐！完了完了，师门不幸啊！好不容易到手的那点锦盒，要被祝门那小子全刮走了。其他各家的天才弟子呢？怎么不见他们出来制止下祝明朗这个人间小恶魔呀？发了，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贵重的锦盒了，不然一直这么洗劫下去也不错。现在这些锦盒可以交给你了吧？没错。行了，我们差不多该去九君墓了。现在还在机关城中的，大部分修为都达到了上位主级，到了九君墓，公子可要谨慎行事。你可知九君墓有什么特别出众的人吗？霍尚君。什么嘛，这么多我怎么拿呀？看来得换一头带龙来搬运了。霍尚君是紫松林的首席弟子，据说有紫云龙与金琼龙，且都达到了军级实力。军级吗？赶上我剑修下山那会儿了。救命啊！这将军巨姓竟然会对抢夺了他锦盒的人攻击，大家都小心点儿！救命啊！大家不要这么冷血无情啊！哼，连个石像都打不过，还敢来抢锦盒？谁帮我就把我的紫色锦盒给他！这些巨像的实力也堪比军级，有些难办了。快看那里！各位，这九君墓山上所有的锦盒都归我祝明朗一人。什么？我视线以内的人都可以滚了。九君墓里的人和妖兽，大部分都是上位主级，祝明朗也太敢大放厥词了吧？非也非也，我倒觉得祝明朗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把握？我看他就是狂妄自大，吹牛呢。这便是你说的智勇双全有魄力？哼，我看呀，是自寻死路吧。胜负未分，自有打你脸的时候。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祝明朗啊！早就听说你嚣张至极，目中无人，看来所言非虚啊！果真是个狂妄自大的跳梁小丑！哼，就让我许茂来好好管教一下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来姐，让他凉快凉快。紫火苍龙好像不是这冰尘白龙的对手。就现在，杀了祝明郎！傀儡吗？祝明朗，这些年我每一天都在想着，怎么亲手宰了你。今天终于有机会了。我当是谁？赵影阁，你藏的倒挺深呢。这傀儡你花费了不少时间做成了吧？他肯定替你做了不少事，比如说传宗接代什么的。不过，要真有了子嗣，是算你赵影阁的呢，还是算人家傀儡的呀？你给我去死！哼，既然砍断一次手脚也没让你长记性，那就再砍断一次。白起，别玩了，速战速决！哼，废物！诸位，想活命就赶紧滚！数年前你曾挑战过紫宗离，可惜当时我不在宗里，正好今日可以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抱歉，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比这家伙更欠揍的，麻烦让我先来。阿弥陀佛。这个祝明朗曾刺过我一剑，今日我要亲自报仇雪恨。不用瞧，我祝明朗最不喜欢的就是浪费时间，一起杀好了。好帅啊，我喜欢。这个祝明朗简直不把别人当人啊！哼，就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紫云龙，上！这是剑灵，不好！阿紫，快退！来吧，我来！拿命来！又来一个找死的！该死！哼，就这？这个家伙真是欠扁呐！区区剑灵怎么会有如此强的威力？不好！金秋龙！祝明朗，这一次我不会大意了。饮血开刃，差不多了。一起上！剑来！这就是碧血铭文吗？还差一丝。或许用剑师之血最妙。想要我阴血，那得看你技术够不够好了。这家伙好猛，力气好大，竟让我有些把持不住。剑玲珑，剑行。我为蜉蝣，剑为天虹。不好，绝不能让他蓄力成功！大家一起冲啊！杀呀！其实，剑损阵并不是阵法，而是剑法。看好了，这是第一剑。不好，快闪开！不行了，我的腿断了！这个祝明朗简直是魔鬼啊！
那把剑是个什么鬼东西啊？怎么那么厉害？第二剑，第三剑，哇！第四剑，立。师叔，剑损阵竟然是剑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更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将此阵的威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祝明朗真是越来越不简单了。第五剑，第六剑，可恶！这祝明朗那把破剑怎么突然变这么强了？第七剑，射！不好，快跑啊！这祝明朗杀疯了呀！太久没用，果然有些生疏了。现在最多能施展7剑，不过也够了。诸位，这剑法太强了，我选择滚了。我们也撤吧。军级以下的，还是不要挣扎了。有好心人抬我一下吧，我在石像下面压着。怂什么呀？他现在消耗殆尽了，一起干他呀！就凭几个残兵败将也想动我，痴心妄想。不，这是千金符。符师何清浅，请赐教。大意了，竟着了这女子的陷阱。好样的！独孤龙，喷他！少爷，就这，就凭这些攻击也想伤我，真是做梦。太好了，少爷没事。这家伙真不让人省心。哼，被千金符困住，如同一个靶子。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何姑娘，有没有金盔符？为我这金穹龙来一发。有。金穹龙，看点颜色瞧瞧。真以为这千金符能困住我？他居然破了我的千金符！不行，绝不能让他得逞！找死！一切都结束了。天幕剑，不好！金盔符、水月符、土岩符、金木符。可恶！给我顶住啊！阿弥陀佛，佛祖保佑！阿弥陀佛，佛祖保佑！鬼龙，扛过这一波，我们就能赢了！撑住啊！军纪为贵，敌不过一人一剑，是我们败了。祝明朗的剑境还是高啊，这一剑的威力，怕是达到中位军级的实力了。虽然我们笼统的将每一个级别分为下位、上位、巅位，但到了军级，却是一个更广阔的层次，就像江河与海洋一般。江河大小用3种方式来概括就足够了，但海洋却未必。所以到了军级，则会更详细的划分为准位、下位、中位、上位和巅位5个阶位。原来如此，多谢手下留情。瑶山剑宗的剑法的确高超，不过我并不认可你的慕容之术。你倚仗的不过是这世间罕见的剑灵龙，没有他，你不会赢。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超越你。站住！人可以走，锦盒留下。你们呢？是自己交出锦盒，还是想再尝尝我的厉害？是我输了，小心！祝明朗，
我可不是那群鼠辈。如今你力气消耗殆尽，又被我打伤，还是乖乖的把锦盒交出来吧！活着不好吗？施主动了杀念，阿弥陀佛。众目睽睽之下，竟妄图弑杀皇族子弟，岂有此理！祝天官，还不赶紧让你那无法无天的儿子住手！可笑！难道我堂堂祝门门主之子，就可被赵晨随意杀害吗？只要有眼睛，都看到是赵晨先暗算杀人在先。快看，这是裁判，现在锦盒是不是都归我祝明朗所有了？裁判，现在锦盒是不是都归我祝明朗所有了？天哪！整个九君木山完全被轰塌，这个男人也太生猛了吧！你是冠军，锦盒都是你的了。这是离川大陆祖龙城邦4城邦的作证全文书，剩下的就看云姿对战事的把握了。他不会败的。发了，这些是你的？谢谢老爸。这些都是你在大比中赢的吗？老子怎么可能坑儿子呢？不对啊，老爸，之前说好的55分成，我这最多占了4成啊！你小子还有脸说？你私吞了铸剑堂的那么多名剑，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哎呀，这不为了大比吗？没有那些名剑，我的剑灵龙也不会这么生猛啊！你小子少狡辩，这个灵月戒算是对你的补偿了。这也太敷衍了吧！臭小子，少得寸进尺。这戒指可是能直接增加你一个灵约，多一条龙宠不香吗？老爸，这就见外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反正你的那一半以后也是我的，现在多分我点也无可厚非啊！哎呦，老子这些都是留给我漂亮儿媳妇的。你是没有看到啊，祝明朗那一剑下来，天都黑了。九君木山上那些参赛者，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我当时在迷墙上都吓得心脏差点跳出来。没想到小柱子现在这么厉害了。秦理先生，我已经长大了，之前明明叫我名字挺好，怎么现在又开始叫我小柱子了？救命啊！怎么样，跟你爹分完赃了吗？这下咱们有钱了，龙宝宝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伙食了。那你手又不轻，你快下来。人家觉得你好帅，所以太激动了嘛。你那是看到我激动吗？你分明是看到钱激动，好不好？还有，我是凭实力赢的，可不是什么赃款啊，怎么能叫分赃呢？哦，你那剑灵龙觉醒后那么厉害，快表演给我看看。剑灵龙的铭文觉醒跟特定的环境、事件、战斗有一定的关系。想解开其他古剑魂的封印，就得追寻这些古剑的来历。唯一觉醒过的碧血铭文，使用之后便暗淡了下来。我想剑灵龙通过事件来进行充能，才能再次施展剑性。什么嘛，我以为多猛呢，原来是一次性的。只是暂时沉睡了，就像我的身体，这一次剑醒过后，到现在还有点虚呢，估计得休养几天才行。碧血铭文应该也需要这样的调息。哎呀，那你这身体可不行啊，得多锻炼呢。你看南姐姐，一场比赛下来还是这么生龙活虎。白姐他们的龙粮你准备好了吗？我这就去。嘿嘿。哼，就你话多。等一下，祝明朗，冰尘白龙可不能穷养，你应该弄一些强化之物。在他进阶前，最好将修为提升到巅位主级，这样他进化到完全期后，可以直接突破到中位军级。但是就是费钱。那具体的强化之物有哪些？我让方念念去收集。现在咱们不差钱。强化之物？什么强化之物？不是吧？这刚说完就忘了？你说白起需要一些强化之物，为他的完全期做好大突破的准备。
哦，我想起来了，你可以带你那小白龙去云之国历练一番，那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云之国？可云之国历练的名额都在皇族子弟手中啊。那你就要自己想办法了。走吧，小丫头，我们一起去灵资市场逛逛，说不定也能买到一些强化之物。看来得找秦阳，让他想办法从皇族子弟手中买个名额了。997、998、999、1000。果然还得加强练习啊！一定不能成为少爷的累赘。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忘记敲门了。少爷，您找我不需要敲门的。哦，那个，我听其他人说你跟我爸出去了，刚刚回来，所以才来你屋里找你。我本来也要去找您的。老爷说明天让您跟他一起入朝堂，好像是赵王的安排，估计是您杀了皇族子弟的事。不过老爷说让您放心，他已经处理妥当，您就走个过程。入朝堂吗？好吧。少爷，您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我想去云之国，你能从皇族子弟手中买到名额吗？最好能给南陵莎姑娘也买一个。应该可以，皇族那边有不少人想要我们手上的契书，我们可以拿一些不太需要的契书与他们换。好，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少爷放心吧。来来来，今日大家又欢聚朝堂，我先干一杯。皇王，不好了！他是瑞国的国父，看来是离川大陆的战事出什么变故了。瑞国国父，何事让你如此慌张啊？皇王，恳请您下令招安离川天路的统治者李云姿。哦，发生了何事？如实禀报。您令我们1个月内拿下离川大陆的统治权。本来我们发动偷袭伤了李云姿。什么？云姿受伤了？谁知那李云姿实在狡猾，竟派人炸毁了我们的粮仓，随后趁势将长峡直接摧毁，阻碍了我军后续部队的增援。更可恨的是，李云姿短短几天就恢复了伤势，并亲自率领一支军备直接攻入了我们瑞国，将我们国都彻底占领了。恳请您下达招安令，免得那李云姿屠杀瑞国子民呐！没想到我这儿媳妇这么威武啊！不错不错。哎呀，说好的他防守，等我拿下坐镇权，一切再从长计议。没想到他直接把瑞国都给拿下来了。不过云姿的身体并无大碍，真是太好了。哼，招安个屁！一个小小女娲统治的离川，我龙虎宗就可以轻松将他们拿下。哼，离川大陆现在是我祝门坐镇之地，龙虎宗莫非是想和我们祝门过不去？那我也只好先让瑶山剑宗去问候一下你们宗林老小了。如今离川大陆已不是无主之地，各大势力最好还是不要再插手了。没错，国师，拟一份招安诏书，让祝门的人去与黎云姿协商，招入皇都，封为离川国君吧。是。对了，安王向我告状，说祝明朗又藐视皇族，还杀了皇族子弟。当年你砍了赵隐阁手脚，我将你放逐出皇都3年，没想到你竟敢变本加厉，直接砍杀皇族子弟，好大的胆子！冤枉啊，皇王！是那赵武与赵晨先偷袭我的，数万皇都居民与在座众人都可作证啊！我只是为了自保才出手反击，但没想到他们那么不堪一击，竟酿成如此悲剧，真是倍感惋惜啊！皇王，事实与他说的差不多。祝明朗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不如再放逐他几年吧，这样也会彰显您的公正与仁慈。就依皇妃所言，看在你这一次竞逐大比表现出色的份上，允许你在皇都过个年，年庆后自己收拾东西走人。别太得意了，你们祝门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少爷，皇族那边确实有一位女侯想要从我们手中换契书，不过什么？不过她想见少爷一面，亲自与您详谈交换条件。具体的时间地点呢？今晚醉风楼。终于又见面了，我是赵媚儿。小时候我去你们祝门玩，你还欺负过人家呢。不知祝公子是否还记得？赵媚儿有见过吗？算了，他既然想到见我，那就先顺着他来，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对，我记得。真的吗？那祝公子可还记得如何欺负的人家？我去，果然是个坑，老子记得个鬼呀！媚儿姑娘，男女授受不亲，那个请自重。哼，果然是个负心汉。小时候你打人家屁股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姑娘，这话可不能乱说啊！咱们还是说正事吧。哼，我要一张流云城的地契，还有至少3个金矿的开采权。不行，最多1个金矿加2个银矿。那好，但你必须再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姐妹们都出来吧。这是什么意思啊？哇哦，祝小传说！天哪，真人！祝公子久居木山一战，威震皇都，现在可是我们皇都的传说人物。我这些姐妹都想沾沾祝公子您的仙气。沾仙气？搞笑的吧？祝小传说，祝小传说，终于见到你了。听说你手中有后土城地契，可不可以卖给奴家呀？我去，原来是有空我做交易啊！这谁遭得住啊？还有我们，祝小传说，让我们也沾沾仙气嘛！别呀，祝公子啊！救命啊！真可怕！我祝明郎可是正人君子，心里只有我家娘子。两位，里面的龙虽然不会对人类存在戾气，但也请你们不要轻易去招惹那些尊贵的天龙。若发生意外，是没有人可以给予你们救援的。里面的龙，只要你们有那个能力，谁捕到便属于谁。当然，里面的灵资你们能拿到，也属于你们。这是灯玉，可以为你们提供生命活力。在云之龙国里面，每时每刻都会消耗大量的生命活力。一旦灯玉暗淡，必须要马上出来，否则无论修为高低，都会被云冰冻结，最后成为缭绕在这云国中的云雪。多谢了。如果祖龙城邦也出现一座类似云之龙国这样的遗迹，那么祖龙城邦也会变得无比昌盛的。我记得小时候听老祖母说起过遗迹，兴许他知道些什么，回去后可以问问他。但是这里确实不错，就是太冷了，快让我暖和暖和。我去，他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好看吗？好看。白起好像发现了好东西。贪小鬼。还是给他们留几个吧。你也听出来摘果子吃，可惜这云台果只适合白起吃。不过你可以自己找找适合你吃的好东西。大黑牙，似曾相识的一幕。听说昨天刚吃掉了灵木丹，现在还在吸收，不能出来。白起，快去救大黑牙！白起，辛苦了。嘿嘿，大黑龙，你太胖了，该减肥了。兔子是只鹅兽。嘿嘿，就是这只兔子龙之前治愈了我家大黑牙。鹅龙是鹅龙，不是兔子龙。
笨蛋人，笨蛋人呢？没想到除了锦鲤先生，又见到一只能口吐人言的灵兽。他是鹅兽所化的龙，也就是鹅龙。不过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鹅兽或者鹅龙，也可以叫他的名字小嫦娥。哪有一只兔子叫嫦娥的？要我说，南姑娘你叫嫦娥才对。别贫了，你快把大黑牙收回去吧，白起都要累死了。啊，对，大黑牙回来吧。不好意思啊，白起，辛苦了。明天起我就让大黑牙减肥。小白龙，别被他的假仁假义骗了，这个人坏得很，刚才还嘲笑我家小嫦娥呢。哼！我怎么会嘲笑你呢？你为我的大黑牙疗伤，我很感激你呢。笨蛋人，拿开你的脏手！朱明朗，臭流氓！主人，削他！我不是故意的呀！别打我脸啊！哎，鹅兽？锦鲤先生，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鹅兽，还是一只化龙的鹅兽。妈呀，主人，这条鱼会说话，有妖怪，有妖怪！小嫦娥好怕怕。哈哈哈哈，还挺可爱呀。主人，他说我可爱，我应该假装不开心，彰显自己的冷傲吗？我应该说话的，不说话才会更有气质。哎，鹅兽！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鹅兽，还是一只化龙的鹅兽，还挺可爱呀。这话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他是老年痴呆吗？什么老年痴呆？听说过大智若愚吗？我这是脑中有大智慧，选择性遗忘一些毫无用处的人生细节。哎呀，我又忘了，说话会更有气质，否则别人只会觉得我可爱。我不要可爱，我要高冷。我们还是先走吧。哎，不要碰下我们！再听你俩胡扯，我都快变成老年痴呆了。这是云台母树，树上有一些圣果，能提升龙的修为。这东西在外面万金难买，但现在我们分文不花就能把它摘下来。3头圣烛龙都是军级，稍稍靠近就会被察觉。怎么摘？把他们引开不就好了？白起、莫言，你俩配合一下，照我的剧本去演。哦。哇，白起和莫言这演技绝了！摘完这4颗就赶紧跑路，剩下3颗留给他们一家吧。白起、莫言，回来吧！白起，到这儿来。哎呀，男人真是无聊，看看演砸了吧。把翅膀张开，我给你疗伤。白起，怎么样？那烛龙可是军旗，南姑娘她小伤而已，很快就好了。至于我主人，那就更不用担心了。我主人可厉害了，那大烛龙是在自讨苦吃。我去！放心，我只是把他们2个敲晕了。螭吻为始祖龙之女，只有最正统血脉的螭龙才称之为螭吻。蛮荒时期，有位女子发现始祖龙与人类灵魂可以共融，后来各种木龙祖师爷才相继诞生。那女子被称为神姬，也只有神姬后裔才能驾驭螭吻。南陵莎是神姬后裔，又能驾驭螭吻，那也许离川大陆的上古遗迹就是祖龙。那是不是离川大陆也和无土一样，从一个更大的世界陨落，甚至比极天大陆更古老？可画师的神凡和慕容师的能力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除非画师小姨子和慕容师小姨子是一体双魂。那云姿呢？时而坚韧，时而柔软的云姿，也是一体双魂吗？慕容师和神凡能力不能共存，所以你与南陵莎一体双魂。他是神凡者画师，你是慕容师，我说的没错吧？呆木头，终于反应过来了。那云姿呢？
她也是一体双魂吗？是，黎云姿与南陵纱是双胞胎，我是南雨梭与青化是双胞胎，比他们小几岁。可是幼年时遭受变故，灵魂只好分别栖息在两位姐姐体内。抱歉，我不是故意提醒你的伤心事。没事，我再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地牢中跟你那个的，不是黎云姿哦。什么？不是云姿？难道是？就是他体内的另一个灵魂，星化。不可能！星化是预言师，他没有自保能力，所以才会被困。就算如此，我也相信地牢里的是云姿，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爱信不信，反正李云姿很快就到皇都了，到时候你自己问他。难道地牢中真的是离星化？那我和云姿刚建立的关系又该如何延续？后来和自己相处的都是云姿吗？还是也有星化的存在？云姿马上就来皇都了，我又该如何面对她？好乱呐！早知道就不瞎猜了。这个小姨子简直是个魔鬼啊！别愣着啦，我刚才在那边发现了一处云井，是个绝佳的修炼地，可以让我们的灵域成长速度暴增。那么多龙都想要争夺的地盘，我们想要在那里修炼，难度不小。我们一人进去修炼，一人驱赶那些龙兽，守护在旁。你守一日，我守一日。可以。坏男人，都不知道让着点。雨梭姑娘有劳了。谁与你说？你是南雨梭？你是南陵纱吗？你只有1天时间，抓紧吧。这云海灵眼纳气方式不错，我的领域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我的灵域广阔了好多倍，而且终于形成了源泉灵域，可以自行产生灵气了。看来白起最近几天就可以进化到完全期了，而且大黑呀、清浊修为速度也变快了，过不了多久，他们也可以踏入到军级，灵气吸收的速度提升了差不多50倍。算算时间，该换南姑娘来修炼了。小石吃，喷他！南姑娘，换我来为你护法吧。说好1天。时间还没到吗？没关系，我多守一会儿。笨大人，都2天过去了。要不是我跟南陵纱交替着驱赶群龙，你早就成群龙肚子里的美食了。不好意思，那我也为你守2天吧。昨晚有一9000年魔灵十分凶恶，险些伤了我的赤龙，小嫦娥精通治愈，就留给你啦。放心，我的实力你见过的。对，笨大人，你快帮主人出出气啊！就是他，总是不怀好意的盯着人家，好讨厌了。看来他对你很感兴趣啊，鹰和雕都喜欢吃兔子。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呢？放心吧，我帮你搞定他。把它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让它变成兔鸟。它过来了，快把它的羽毛剃光！莫言，让他尝尝你的厉害。没想到这燕关金雕还挺硬，连莫邪都伤不了他。还是先拉开距离，试试远攻。莫言，退！小心他的第3只眼。大秃鸟，大秃鸟！剑灵龙的实力还是太强了些，7000年的魔灵都完全招架不住。如果应对9000年的魔灵，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看来莫爷刚才的实力暂时震慑住了这些魔灵与龙兽。虽然这里不是云海灵眼的中心，但灵气也很充沛，不多吸收点儿，实在是太浪费了。快追啊！你怎么坐下了？别让大秃鸟跑了！我要吃烤大鸟！哎呀，别闹，我们不能离开这里，不然南姑娘修炼会有危险的。对啊，我差点忘了，还得保护主人呢。有莫爷在，其他魔灵与龙兽应该不太敢再过来了。你别打扰我修炼。
这是白起要进入完全期了吗？不好了，不好了！不是说别打扰我吗？又怎么了？你看，你看，那个大秃鸟又回来了。他在说什么？这个大秃鸟竟然不服，说叫帮手来了，让咱们跪下道歉。哼，还是没长记性。莫言，去，再让他尝尝你的厉害。他在喊救命，嘿嘿，快追上他，吃烤大鸟！不对，有问题。既然叫来了帮手，又怎会害怕求助？莫言，快回来！这个大笨鸟还找帮手，结果被自己的帮手吃掉了。这是……妈呀！昨夜险些伤了大赤狮的，就是这个大家伙！笨大人，你快揍他呀！放心，看我的，莫邪！刚才莫言轻易就击败那眼观金雕了，可这天蟒却毫发无伤。没想到7000年魔灵与9000年魔灵的实力差距居然这么大！啊，糟了！莫言传来讯息，这红鳞天蟒竟有一个无限之尾，莫言根本无法破体而出，看来只能从外面击破这红鳞天蟒了。你的剑怎么被那蛇吃进肚子里了？看来我们得向你主人求救了。哎，白起进阶了！白起，看你的了！原以为白起还需要再沉睡半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最后的蜕变。正好这9000年的天蟒可以给冰城白龙磨琢。小样，还想利用蜂蛹把白起给吸进去？白起，用冰城龙息喷他！莫言，时候到了！抓住他，别让他逃了！莫言，不用追了，他最值钱的灵皮已经到手了，还是保护云海灵眼更重要。看样子，白起应该有中位军级的修为了，加上莫言，我也算是有2个中位军级的龙宠了。小白龙好厉害啊！不过莫爷得渐醒才能发挥出中位军级的实力，还是得多跟莫爷练习一下默契度。就从御剑飞行开始练习吧。莫言，你腾空的时候不要那么突然啊！哎呀，我的老腰啊！再来，对，这边。好的，就保持这样。南姑娘好像修炼完了，莫言，我们下去。莫言，你冷静些，别这么突然就俯冲啊！冬玉要燃尽了，看来马上得离开这云之龙国了。哎呀，我修好修。好爽啊！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我在洗澡，别随便不敲门闯进来啊！哼，你个臭小子，脑袋里就想着姑娘。那个，我这不刚从云之龙国回来吗？准备洗个澡就去见老爹你吗？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小子少贫嘴！啥消息？是好还是坏呀？黎川已经被封国了，现在可以叫做黎川国了。真封国了？那黎云姿岂不成国君了？他现在在哪儿？黎云姿没有选择当国君，他当了黎川国师，他们一个姓程的统帅当了国君。还记得我吗？程叔就是我哦，现在是黎川国主。程统帅吗？貌似也不错。听说这人是云姿的心腹，十分可靠。而且某种意义上说，国师比国君的影响力还大。这样云姿还可以退居幕后，还蛮不错的。老爹你怎么了？哎，没事没事，真不愧是我祝天官的儿子，威武霸气。老子的形象啊！慕容师每周六10点更新1集。这边的事终于尘埃落定了，可惜云姿没来封君，看来我得回黎川大陆一趟了。原来是林莎姑娘，你也来泛舟吗？是有什么烦恼的事吗？没有。哦，对了，云姿没有来参加封君，那我们也没必要熬到年庆了。等休息几天，我们就回黎川，怎么样？我想四处走走，暂时不回黎川。啊？那我们可能要先分开了。林莎姑娘一人行走在吉廷大陆，记得多加小心。哦，对了，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要不要我推荐几个？说来听听。林莎姑娘可以去雪河国看看，那里有数之不尽的雪舞蝶灵，或者万城也很不错，那是在泥海的一座边城。这什么情况？不是一体双魂吗？怎么会有分身术啊？看来他都告诉你了。对，我身边的是云姿。我居然没认出娘子，娘子为啥不说我认错人了？是在试探我吗？还好我没有越界，这可比大比独占群雄还惊心动魄呀！怎么，不希望我来？当然不是，我是太激动了。我和灵莎说会儿话，一会儿再去找你。不好了，不好了！两位姐姐吵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啊！哎呀，就是女君姐姐和南陵莎姐姐在争执些什么。总之一看就感觉两个人针锋相对，关系不和。你偷听别人谈话啊？我刚巧路过。对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哈。云姿和南陵莎不和，可之前的种种事情，难道是星化？也许南陵莎只是与云姿不和，但与星化却感情极深。你站住，跟你说点事儿。啊？啥事？我就说灵莎姐姐性格时冷时热，很奇怪呢。原来是一体双魂的原因啊！是啊，你刚说云姿和南姑娘吵起来了。不一定是灵莎姐姐，我再去看一下。你是女君姐姐？你们先聊，我不打扰你们了。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和林莎姑娘吵架了？没有，我们相处的方式一直这样，习惯了。不过，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拜托我？什么事啊？你应该也知道了，我和星化是一体双魂，所以我不可能一直占据着这具身体。星化有没有自保能力，在永城才会被有心人趁虚而入。那些真的不是云姿吗？不，朱明了，你只要知道，养蚕的小屋、回祖龙城邦的路上，以及荣古城，现在、往后，与自己一直走下去的都是李云姿，这就够了。你在想什么？没什么，你放心吧，你们的秘密我是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你。云姿，你手好凉，气息也这么弱，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我没事。云姿，你怎么了？云姿。慕
龙师每周六10点更新1集。魂创，治不好命不长。到底怎么回事？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能力，是燃魂献祭的代价。你们真是神迹的后裔！燃魂献祭？燃魂献祭是从我们母亲身上继承的秘术，以燃烧命魂、祭献天地的方式来获得神法。黎云姿为了打败瑞国，用了这种秘术，导致灵魂受损，一路强撑着来见的。怎么会这样？我应该陪他一起留在黎川大陆，抵抗瑞国军队的。你不用自责，若是没有你在大比中夺魁，就算他抵挡了瑞国，被其他势力拿了坐镇权的话，只会更悲惨。是啊，祝明朗，你也不用担心。这世间奇物有很多像这种命魂虚弱的状况，其实还是有办法弥补的。什么办法？老祖母和我们说过，一旦我们使用燃魂献祭，就需要寻找神骨登玉来弥补灵魂流逝的代价，否则我不过25岁。25岁，不行，事不宜迟，我得赶紧找到。哪有那么容易？母亲献祭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魂分别寄居在了南陵沙与黎云姿身上。要是当时有神骨登玉，母亲可能也不会死。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境地，却从未在黎川大陆上找到过神骨登玉。当然找不到。传说神骨登玉就是最初神龙教派的神玉，有操控祖龙的神机之长。后来神龙教派分裂，诞生了紫松林、苍龙殿、古龙宫、神凡学院、驯龙学院等诸多势力教派。神骨登玉被分成了数块，成为了各大势力最权威的象征。同时，一些千秋万代的国家也将神骨登玉作为玉玺，代表着至高王权。各大势力的瑰宝和国家玉玺王权的象征，那皇都应该有吧？这种东西，除非面对生死存亡，不然不会轻易交给别人。什么王权的象征？皇都里有什么？祝明朗，你怎么了？好像一副不开心的样子。她本可以像其他女子一般，在别院中静看花开花落，却一直在战场中透支着生命和灵魂。好不容易一切都平息了，老天却突然夺走她的时间，夺走自己和她相处的时间。你们照顾好她，我去问问我爹。什么？我到手的儿媳妇因为使用秘术损伤了灵魂，马上要香消玉殒了。眼下只有神骨登玉才能救她，皇族手上应该有吧？唉，皇族真没有。你也知道云之龙国的存在，使得登玉变成了极其稀有之物。皇族若有神骨登玉，怕是早就用来从云之龙国获取资源了。那怎么办？其他势力和国家应该有吧？这个嘛，毕竟是传说，我也不知道啊。云姿真的没救了吗？我可爱的儿媳妇就真这么没了吗？儿媳妇？媳妇？哦，对了，儿啊，妙山剑宗你娘那儿一定有。当真？当初我迎娶你娘，唯一一次被允许踏入妙山剑宗，看到过一座古塔，里面存放着一块非常稀有的登玉。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现在仔细想想，那好像就是神骨登玉。我这就去找我娘。儿啊，等一下。慕龙师每周六10点更新1集。你也知道，妙山剑宗是不准男人随便上山的，更何况你是上山要人家宝贝，此事得从长计议。这该如何是好？这样，你让吴峰给你弄一张拜帖，
以瑶山剑宗的名义去妙山剑宗，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再拿走他们的神骨灯玉。偷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娘是妙山剑宗的执掌之一，你拿你娘的东西，能叫偷吗？话是这么说，可万一被逮住了怎么办啊？没事，被逮住了就说是我授意的，让他来找我，或者让他叫我去赎你，这样我就能见到你娘了。能见一面，事情就有回转的余地。我怎么感觉你是为了达到你龌龊的目的在坑我呀？胡说，老子能坑儿子吗？这明明是双赢嘛！再说了，我想见自己媳妇儿，哪里龌龊了？你们妙山剑宗以飞剑派为主，而我们瑶山剑宗则以斗剑派为主。说起斗剑派，我们瑶山剑宗最出色的，当然就是……咦，你来了？你们斗剑派最出色的是他哟，大家都在啊，这最出色可不敢当啊。当然不是，我们斗剑派最出色的是祝明朗的师傅祝雪痕。无风师兄，这一次我过来，其实是想去拜访妙山剑宗，学习一下飞剑流派。没想到妙山剑宗的几位师妹也在，正好可以当面征询你们的同意。小师弟所言极是，我们剑修不能固步自封，这次刚好可以交流一下我们两宗的剑道心得。吴师叔这些日子只是为我们粗略地讲解了部分瑶山剑宗的剑道，我们便受益匪浅。如果能深入交流，定然能让我们的修为大有增益。梦如这就去请示长辈，促成此事。那就有劳几位师妹了。祝师兄说笑了，按理说您可是我们妙山剑宗的小少主呢。想当年独闯妙山剑宗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结果被狂揍。师叔，我也要去。这我说了不算，你得问你小师叔。小师叔，把手拿开，老子不吃这套。我去，带我吧！你小子不应该是清高自傲的样子吗？画风突变啊！哎，得，带上你，你快放开我！师兄，你去哪儿？我去收拾行囊啊！妙山剑宗美女如云，师兄我妙山剑宗强者如云，师兄我快40的人了，也想领教下妙山剑宗强者的剑法。说什么不能固步自封，要交流剑道心得，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果然，骚还是师叔骚啊！妙山剑宗路途遥远，空中飞行，风大气寒，对云姿身体不好，看来要多费点时间走陆地了。也不知道云姿现在怎么样了。云姿，你醒了？没事，接住了。你是心化姑娘，云姿从不会躲闪我的目光，所以她是……对不起啊，我刚才一时认错了人。没关系，我们明天就要离开皇都了。我本来为云姿准备了一些龙兽车架，她暂时不会醒过来，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她只是需要休息，往后醒着的人可能都是我。哦，好，心化姑娘也看上去很虚弱。还是早些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明天出发，可以从皇城北门出城吗？可以啊，但妙山剑宗在西边，走北门会绕很多路。不过，既然是心化姑娘想走北门，咱们就走北门。他典当至深夜，就是为了救活一株小小的兰花吗？两位姑娘起得真早。祝明朗，这是心化姐姐，你可不要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啊！雨梭，不要无礼。没事，以后都是一家人，南姑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小姨子真是调皮呀。祝公子，刚才我和雨梭提起了祖龙遗迹的事情，那里应该也会有神骨灯玉，而且你们都是木龙师，遗迹中有许多对你们修行有益的灵景。这一路上若有发现祖龙遗迹，我们不妨去看看。可是我们没有线索，很难找到祖龙遗迹的入口吧？不会啊，心化姐姐可以关心寻觅。对啊，
星化是观星师，难道昨晚他是在观星寻找古神灯玉？如果真的找到，那云姿就可以早点醒来了。鸟山剑宗的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该出发了。好，咱们走吧。大哥放心，有我在，今天一定将祝门那个小混混活擒到少聪墓前，为少聪报仇。许久未见，您是才从战场中回来吗？你来的正好，帮我去打听打听，妙山剑宗和瑶山剑宗的人从哪里出了城？我大清早巡城的时候，看见几个剑姑从北门出城了，走了有些时候了。统领是要拦截他们吗？祝门的臭小子，杀了我侄子，我岂能饶他？可恶！他们回妙山剑宗不是往西走吗？真是狡猾呀，竟从北门出去了。从北门出来多绕了一些路，原本现在应该抵达原边城了，那里有一大段可以飞行的路径。对了，我们为什么要从北门出来？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呢。这个嘛，其实是……少爷，您伯父让我提醒你，浩家有一名叫做浩兴盛的皇家统领，正在沿路拦截您。今早他们就派人在西边城门把守，打算把您掳到浩少聪坟前谢罪。好，我知道了。公子，这是我们祝门在吉廷大陆各大城池、国都、要塞等地的分布图，您有需要都可以前往。好，你回去吧，我这边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不会预知到了有人拦截你吧？你猜？姑娘真的预知了有人拦截我们的事？我只知道会有麻烦，具体是什么，并不知道。那能算我们此行凶吉吗？比如说，能不能拿到神谷灯玉？我们能拿到，但代价是什么，无法预知。姑娘是如何预知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有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会在我沉睡时如梦境一般浮现。那姑娘怎么区分是梦，还是真正会发生的事情？需要等待预兆，或者去发掘预兆。梦里发生的事情，一些细节会停留在我的脑海中。当醒来后，那些相似的细节与现实吻合，那这个事件就会真的到来。出现的预兆越多，它发生的就越快。能举个例子吗？以往我们在做很平常的事情时，比如说喝水时，杯子里的水洒了；散步时，一只鸟儿闯入视线；亦或者，你现在正与我交谈。忽然间，我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这件事自己经历过一次。昨天你误将我认成云姿，这一幕让我似曾相识，由此也推断出接下来在我梦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是会真实发生的。比如说，我们走了西门，有人受伤流了很多血，可惜这些画面是残缺不全的，像碎片画卷，所以我才建议从北门走。眼前的人明明就是云姿，可他的语气神态，他的心性与云姿截然不同。是啊，离心化和云姿都是独立的个体，只是需用一个身体。怎么可以这样盯着人家看？那能算姻缘吗？能。怎么个算法？你想知道谁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啊！不，别算我的，算云姿的吧。哎呀，要不还是别算了，人生会很无趣的。心化姑娘的笑容好温和啊，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感，像是一位暖心大姐姐。心化姑娘，这样问可能有些冒犯，但我还是想知道，既然你可以预知，那么无土永城的事情，你不是有办法可以避免的吗？你想过吗？为何正巧是你？姑娘，难道改变了命运？我不是神明，难以改变命运。有些事或许避开了，却可能演变更悲惨的事件。现在这个结果，对我们而言已经是最庆幸的了。公子不是想知道云姿的姻缘吗？永成就是答案。姑娘的意思是，即便我不出现在地牢中，我和云姿还是会走到一起。知道了。夜深了，我不打扰姑娘休息了。云姿并不知道这些，此番话，心化只是对公子说的。谢谢心化姑娘的坦诚。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变吗？或许最终的结果没有改变，但命运的细节却有所不同。倘若地牢中的不是自己，那于云姿而言，将会是一段痛苦不堪的记忆。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去地牢吧。这一幕亦是似曾相识。这里栖息着一群铁鹰，我们就这样从空中飞过去的话，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侵略者，云集起来攻击我们。所以等大家休整完毕，我们只能先从地面穿过这片草原了。好，就依师兄说的办。姑娘，这会儿妙啊！在下云中河，曾在机关城中和姑娘切磋过。为啥他一副你是谁，我认识吗的表情？难道手下败将都不配拥有姓名吗？哦，怎么了？你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在旷野的尽头。你是说，你梦到了可怕的事情，和咱们现在经历的似曾相识？已经发生了吗？很模糊，我看不清。我去看看。可是，放心，你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怎么了？我要去旷野尽头看看。这么突然，难道星化姑娘又预知了什么事情？我陪你去吧。念念，你和星化姑娘说说话，我和灵莎姑娘四处走走。好嘞。我有一些疑惑，星化姑娘梦中看到的事情，都是与自己有关的吗？不管是与她自己相关不相关的事情，都会时不时地闯入她的梦境。在梦里，她甚至会扮演悲惨者之一，感同身受，直到醒来。这岂不是很痛苦？如果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能够及时制止的话，这个梦境折磨就会消除。若真实的发生了，那种痛苦会像冤魂恶鬼一样，很长时间都萦绕在他的心中，日夜难眠。这就是预言师的代价吗？星化存在着预言反噬，所以大多数时候，他都处在一种无意识的沉睡之中，这样他才不会看见那些不该看见的事情。这一次黎云姿受创，怕是星化这么多年来醒来最长时间的一次了。这一次会是他最漫长的煎熬。如果处理掉闯入星化梦境中看到的预言事件，就会消除反噬带来的痛苦。最好能阻止悲惨事件的发生。他会梦见的，多数是惨绝人寰的事情。原来如此，云姿曾说要拜托我一件事情，可惜没来得及说出口。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云姿，你放心吧，这段时间我会帮你保护好星化姑娘的。那堆石头好像在围着什么。他们都是奴隶。这是邪恶祭坛。我记得辽源西边有一座奴隶城，那里专门贩卖亡国奴隶的荒野部落族群，恐怕是哪个邪恶教派将奴隶运送到这里，然后挖盐宰杀，供奉邪物。星化看到的应该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可这里明明已经……嘘，你看，这些血势正在化龙。这些血势原本就是靠吸食人的怨念诅咒之血为生，一旦全部成功化龙，不知会祸害多少生命。才刚化龙，就有龙将的气息。青竹，净化了他！青竹，别让他跑了！净化了这片土地，也可以防止邪恶生灵的出现。这样的邪物，能在它诞生之前将它铲除，就是最大的行善了。大概上苍怜悯苍生，却无暇分顾，所以才赐予星化姑娘预见灾厄的能力吧。你将那些积怨也去了吧。得力啊！这魂珠还留有化龙时的退灵之气，很适合助灵兽跨越龙门用。只可惜戾气太重，不适合我的龙，只能卖了。处理好就回去吧。你们两个独自离队，去做什么了？师兄，
您见多识广，正好有事相问。我和南姑娘发现一处山岗祭坛，许多人双眼被挖去，丢入血池之中，似乎是在血祭什么。啊！传说有一座魔城，供奉的正是无木神。这些供奉者被称作无木教派，他们认为世间一切暴虐、罪恶和冲动都是源于眼睛，是眼睛在蛊惑着人的思想。当然，这是他们明面上的说法。事实上，他们经常强制一些人入教，并割去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丧失自理能力，最后只能成为他们教派的奴从。无木教派，离川大地有些偏远的部族，落后而愚昧，有些图谋不轨的教派就借助一些看似神迹的现象大肆敛财，或者用邪神思想给人洗脑。更可怕的是，这些教派还存在一些秘法，能让教派内的人短时间变强大，或者从普通人直接变成木龙师和神凡者。然而代价令人万劫不复。如果你想弄清这件事，我们可以改到卑城落脚歇息。无木教派在那里应该有一个老巢。如果不把事情解决，星华遇见的噩梦大概也不会结束吧。不能让他继续难受下去了。好，我们去卑城。我会找合适的时机和妙山剑宗的几位剑姑们说一下，驱逐邪教这种事情，他们也是义不容辞的。那就出发吧。完了，龙粮又快不够了。没事儿，前面刚好有个集市，没准能买到些龙粮。太好了！瞧一瞧，千里迢迢运来的俘虏，这可是贵族一家呢。家奴、族人、小姐一起，只要10万金。将军，您看，那不是女君凌云姿吗？真的是她。将军，我们求求她吧。左龙城邦已经立国，成为了吉田大陆的一部分。她现在可是离川国的国师。那怎么行？我们当初反对她立国，而且我们好歹也是……算了，只要能让族人都活下来，低头屈服又能如何？要不是因为当初凌家好面子，不肯支持凌云姿立国，城池也不至被践踏，族人沦为奴隶。女君殿下，救救我们！瞎嚷嚷什么？女君殿下，救救我们！去看看吧。这些人从哪儿运来的？离川大帝，公子可有兴趣？只要10万金，便可把凌霄城邦林家所有知书达理的姑娘带走哦。林家呀，不好意思，没兴趣。他们就是当初逼迫云姿做妾的那帮狗东西，我们当没看见吧。我买了。这可是10万金啊，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吗？姑娘好眼力，这些可都是上等奴隶。请问送往什么地方？送回离川大帝。和祖龙城邦的男士说，这些人以后就是家奴了。如果途中死了几个，或者缺了什么，我就把你们奴隶营铲平。没问题，您家路费一切好说。我们营专门做这生意，绝不可能出差错。小姨子可真有钱呢。多谢女君，多谢女君殿下，我们以后做牛做马报答您。灵图，你过来，正好有些事情想问问你。主子有什么吩咐？我问你，最近有看到一群奴隶被拖出城外杀死吗？甚至动用挖眼酷刑的。3天前，有一群奴隶往东面逃跑，后来听说他们被逮住，直接就地处死了。至于有没有被挖眼，奴仆不知。那些奴隶是谁的？好像也是狼牙营的。不过那些奴隶即便不逃跑，也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主子去后背看看就知道了。不过后背那边有很多人把守，入夜之后去看比较合适。好，现在看来应该是一群奴隶出逃，在山岗附近被逮到，随后被无木教派的人宰杀，当作祭祀了。可为什么灵图说这些奴隶本来就活不成？这大晚上的，到底要去看什么呀？什么祭祀？哎呀，好像是白天被卖出去的奴隶。哎呀，灵傻姑娘，你就不能等事办完再换人吗？又要跟玉梭从头解释一遍了。嘘，到了，好浓重的血腥味儿。
气味是从背后面发出来的，我们去瞧瞧。是。救命啊！里面居然有一只智龙，恐怕情况已经有上位军阶的实力了。不行，我撑不住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吧。姐姐这是怎么了？脸色好差。没什么，只是刚刚看到了恶心的东西。叶松，你们看到什么了？我们之前在山岗上的祭坛里看到了一群血蛭相互吞噬，正利用血液与杀气化拢，和我梦中的一样。而在巨背后面有一个血池，像冥盆一样聚集了不知多少邪煞，从而诞生的智龙，那恐怕已经是一条血蛭邪龙。又是无木教派。这般邪魔毒教，铲平了便是。这位是？我的一位师叔，名叫白秦安，有礼时刚好遇到我们，准备跟我们一起回苗山剑宗。这些人甚是狡猾，杀的全部都是奴隶。如此，我们无法找到正当理由将他们完全铲除。直接动手，无木教派的人怕是都不会现身。公子，无木教的事情尚且搁置，眼下有个更要紧的事需要提防。什么事情？安王和赵颖阁调集了一批死士，由浩兴盛率领，正在追踪您的行踪，欲将您挟持，用来逼迫裴国。裴国？老爸在那里培养了一支黑铠精锐大军，强大到可以踏平任何4大宗陵、6大族门以外的势力。安王是想借此兴风作浪，还是想将黑铠军揽入麾下？浩家还真是背锅侠，那些死士都是没有身份的，若是暴露了，最后也是由浩家来承担后果。安王赵颖阁则可以继续躲在后面，真是好算计啊！公子不必担忧，那些死士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对了，查清楚是谁走漏了我出城的消息吗？查清楚了，是在皇族庭院内服侍几位秒山宗弟子的管家。我们确实当着那位管家的面说了那天的事，抱歉啊，朱师兄，是我们大意了。放出风去，就说我们明晚会去碑墙后面打探情况。借刀杀人吗？属下这就去办。这位大姐姐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其实我也没怎么见着过，原来这一路上我们都有人保护啊！不过出了皇朝境内就没有了。教主，新的一批奴隶到了。无木教的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别怕，痛苦很快就会消失的。说吧，无木神的怀抱。大人，我们帮您。不用，这种事情我就喜欢亲力亲为。以前我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修脚人，不小心将一位贵族的脚趾弄出一点点血丝，他的手下就将我的眼睛给挖去了。起初我在挖人眼睛的时候也笨手笨脚，那些人总会发出惨叫声。慢慢的，我的手法娴熟了起来，眼珠子在我的刀上，那人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疼痛。原本可以直截了当处死这些奴隶，却要活生生的挖走他们的眼睛，这群人真是心理变态。就不能死了再挖吗？当然不可以，死了再挖，又怎么可以体会到无木的真谛呢？没了眼睛，你们就看不到恐惧；没有了恐惧，你们就无所畏惧，无所挂念，心才可以看见真正的神明。可你是因为手艺不精，被迫让人挖了眼睛，又不是自愿侍奉无木之神。还有你们其他人，一个个眼睛不都还在吗？有什么资格执行这项神圣的仪式？不如你们先挖，我们再跟着一起，大家共同侍奉无木之神。可以执行挖眼的只有我一人。大人不好了！
什么事等我割了这家伙的舌头？呸！先挖了他眼睛再说。有你群高手把我们的碑墙给包围了。知道来历吗？我知道。给我闭嘴！我乃皇室世子赵颖格，本世子盯着你们这群邪魔恶教有些日子了，特派高手前来灭教，保护祝公子。祝公子，他不是叫赵颖格吗？寿明郎就在里面，给我杀进去！以一切代价将人拿下，死的也可以。杀！居然敢耍老子！给我杀了他们！别跑！一个活口别留！这是什么玩意儿？邪气这么重！就凭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想灭我们无目教？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无目龙神！四阳邪龙，你们祝门竟违背天道！什么祝门？你们这群皇族的走狗，也妄想与我们万年不灭的无目教抗衡！既然来了，就都给我们无目神龙做贡品吧！这些有修为的人，吃上一个顶100个、1000个，还要多谢世子送来这么多美味的龙粮啊！你们先逃出去。公子，我们动不了了。裴阳，先带他们离开。幸好头是问路了，不然鲁莽行事，即使有吴峰和白清安2位长辈在，怕也会有所伤亡。杀了他！他不是瞎子吗？怎么这么蠢？真以为老子怕了你不成？祝明郎，拿命来！少统领，你来的正好，将这邪龙给斩了，本世子重重有赏。抱歉了，老后，先让你吸一下火力哈。真是太小瞧我们无目教了！先灭了你这手下，再将你剥皮抽筋。谁是他手下？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不好，先撤退！我的信徒们，敞开你们的怀抱，接受神龙的赐予吧！我可不信你这歪门邪教，少拿这些东西恶心人！这究竟是什么怪物？救命啊！妈呀，快逃！杀！这邪物入体，已经完全寄生魔化了，事情有些难办了。啊，白前辈，飞剑、剑术，这是飞剑剑术，或许可以让剑灵龙试一下，应该可以模仿出他的剑韵。剑灵龙，学会了吗？这哪里是飞剑，完全就是胡砍乱砸嘛！剑术讲究一沉一硕，沉时如前蛟深藏潭底，却蓄势而发；硕时如龙腾虎跃，要迅疾，要精确。这样，先沉于前，剑消失了。出剑如夜幕雷霆，毫无预兆，破晓万物。原来如此，先沉于浅。解术！多谢前辈指点。整个秒圣剑宗都没有能只看2遍就掌握飞剑要领的人，这祝明郎果然是剑修奇才，千年未得一见。前辈，这无目邪龙实力强横，不如我们联手铲除，免得再生祸端。嗯，白起，
剑灵龙上，速战速决！木神龙纯血！不，这血龙居然能通过血水治愈新生！白起，快冻住那些血！谁也阻挡不了我！谁也阻挡不了我！啊！砍了他的如处。御剑，剑灵雨。该死！怎么会这样？莫邪龙可是军级邪龙。罢了，留得青山在。哼，小小邪教，跳梁小丑罢了。哼哼，好刀法，不知阁下师从何处？做一位江湖逍遥自在的侠义刀师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给某些权贵当狗？此人身上气息甚是隐晦，我竟然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要是刚才他一剑刺下，我必死无疑。他是不屑于偷袭吗？少废话，反正今日杀祝明郎也是杀，多杀一个也无妨。今日就让你的亡魂永远囚于我的刀中。将魂魄囚禁于刀中，噬刀门吗？噬刀门曾经也算是与我瑶山剑宗齐名的宗派了，难怪会逐渐没落。原来门内竟是你这样趋炎附势的走狗。他为什么将剑鞘扔上半空？难道他的剑鞘中另藏玄机？看来得留心他的剑鞘。看剑！该死，被他抢了先机，躲不开。既然如此，那就以力破力。来得好！不对，这家伙一定藏了后招。对了，是剑鞘，这剑鞘一定是他的后招。可惜，已经被我看穿了。你在看什么？不好！不对，他没有暗藏玄机，而是精准地计算出了剑出鞘和剑回鞘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里击败了我。看来王府吞并了不少势力，也不知是不是整个噬刀门都成了安王的附庸，还是只有这家伙投靠了王府。看来得提醒一下祝天官了。祝明朗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白起！好险好险！看来还得多和剑灵龙训练默契度啊！不好！白起，快阻止他！绝不能让他继续残害城内百姓！畜生，休要伤人！白前辈，小心！前辈没事吧？没事，这邪龙怕我剑炎上的云火，他伤不到我。原来如此，这样的话，前辈，我有一招可以将这邪龙一举击杀，请您为我护法。好。剑灵龙卷起的可是上古炎纹剑中蕴藏的天火，可不比云火差。这是天火。前辈，借你剑一用。剑炎，你没事吧？哎，没事，
只是稍微用力猛了点儿，缓一下就好了。果然现在用这招还很勉强啊。不过好在终于灭了这邪龙，这可是军级的邪龙，魂珠品质一定非常高。虽然自己用不了，但拿去换的话，估计可以换取一座比较富饶的城池了。这就叫替天行道，收获颇丰。浩兴盛好像逃走了。没事儿，有人会处理他。祝门可不是任人揉搓的玩物。吴堂主，我们各写一封书信，将这悲城的事情汇报给自家掌教吧。此事确实令人后怕，我正有此意。太可怕了，还好那条邪龙被杀了，不然咱们恐怕都得死。可就算邪龙死了，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呀。就算是奴隶，也不能这样随意被人宰杀。这不仅有逆人道，更会让那些邪魔之士有机可乘，到头来祸害的还是吉廷大陆的子民。这座悲城的城主多半也与此事有关，我得把事情告诉伯父祝余山，让他好好查查此事。在皇朝境内就这样，真不知道那些偏远地区还会有多少这样的罪恶之城。那些卖奴隶的庸影也都是一群唯利是图的人渣，这件事和他们脱不了关系。庸营背后的势力基本上都是一些国家军阀，想要整治那些庸营，除非推翻奴隶制度，这可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如此看来，离川大陆还是很美好的，至少云姿统治的吴土与左龙城邦没有出现过这样恶臭的城池。可惜云姿受了伤，不然顺便能把瑞国统一了也不错。终于到淼国了，大概还有4、5天就能进入淼山剑宗了。淼国也被称为花国，他们的国师甚至被称为花神，所以随处都能看到各种花卉。这些花都好漂亮，好香。你们这里是在举行什么节日？好多的人和灯花呀！花开堪折也不是节日，只是每年一次的朝序时节，其他国家的那些男人都会来此跃跃欲试。朝序？淼国一直都是如此。公主、郡主到了可娶之年，就会进行全国朝序，一般都放在秋天枫叶红时的季节。然后封地的公侯也会效仿，渐渐的，民间的女子们也会在这个时节朝序，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种情况。小师弟，我听说你爸妈就是这样相识的。他们不是包办婚姻吗？是包办呢，但好像是你祖父指定了淼山剑宗的孟掌门，也就是你的母亲。孟掌门要求祝天官参与这花开堪折朝序节，从中脱颖而出，才肯答应。原来是这样。唉，可惜老妈一心寻逆剑道，终究是离开祝门回到了淼山剑宗。估计现在她连我叫啥都忘了吧。大早上的怎么这么吵？那位就是落水公主，这一次花开堪折秋节的月魁。天哪，戴着面具都这么美，好想摘下她的银玉岩饰，看看她的真容啊！是哪位小姨子呀？早啊，公子，我看见神谷登玉了。是原始小姨子，也只有仙化姑娘会称呼我为公子了。真的吗？在哪里？是在那些金粉枝桠上吗？不是。啊？怎么了？在他脸上。你是说他戴着的那个银玉假面是神谷登玉？原来他是在看星化姑娘，美人相惜吗？大黑牙的口粮也需要储备一些了，最近他实在是太能吃了，跟头猪似的。他可是比猪能吃太多了。祝明朗，打个赌怎么样？今天肯定不是林莎姐姐。行，十里金沙，我赌这是南姑娘。咋呀？早，还真是雨素姑娘。林莎姑娘是不可能主动跟人打招呼的。钱？好吧，今天你赢了。你们两个打什么赌啦？就赌今天是哪位姐姐而已。那个，我去补充必需品啦。你们每天都赌？路途枯燥，所以就……这是上等金主，我也要玩。这么大的珠子从哪儿掏出来的？
这个不公平，你肯定知道第2天是谁。那就赌7天后，从下注开始的第7天早晨。若是我，你给我1颗上等金珠；若是姐姐，我给你1颗金珠，当天结算。这他们可以自己选择醒来的时辰吗？不行。好，1颗上等金珠，赌了。哦，对了，星化姑娘发现落水公主就有神骨登月，但她做成银玉岩石戴在脸上，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拿到她呢？这有啥难的？抢或者偷啊！真不愧是雨色小姨子，果然思路独特，想法大胆，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岩饰吗？一般岩饰是皇宫公主、郡主的标志，18月华之年就会开始佩戴，基本上不会摘下。那怎么洗脸？只有招了夫君，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夫君才可以亲自摘下岩饰。当然了，也有一些会招很多夫君，甚至会养许多男宠小夫的，这些多数是不戴岩饰的。至于民间女子，就没啥讲究了，喜欢戴就戴，不喜欢戴就不戴。哎，温姑娘，是这样，我们祝公子对那位落水公主一见倾心，他不好意思开口问你，我替他说，如果他想要竞选驸马，该怎么做呢？据说你别乱搞事情啊，会死人的。祝公子不是已经有2位绝色之妻了吗？哎呀，男人都是这样，喜新厌旧。为了他不厌弃我们也只好无休止的顺从他的野心，是吧，姐姐？参加招婿很简单，以祝公子的身份和才华，只要前往王宫，表明自己意向就可以了。不过在淼国，哪怕是一位农家女子，也不会接受自己的丈夫有第2位妻子，更别说公主了。所以祝公子你……你别听他瞎说，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啊！都说了让你别不好意思，我都不介意，你别扭什么？不能再让玉座说下去了。那啥，我听说龙女殿有很多苍龙的灵子，我们先去看看啊。这就是龙女殿吗？感觉我们瑶山剑宗气派多了。低调低调，咱们瑶山剑宗比较低调。龙女殿是苍龙殿7殿之一，而且刚好在淼国，所以会有很多女木龙师。3位也是来参加我们龙女殿招婿的吗？我们招婿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要强者。怎么都是招婿的呀？木龙师每周6、10点更新1集。韩武，送祝明朗下山。好。你不回去吗？我盯着你。好歹是一家人，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老板，给我开间房。好。公子回来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唉，我娘让我去应续成为落水公主的夫君，但可以不跟她成婚。如果是成，淼山剑宗不但不追究盗玉之罪，还会告诉我另外一块神骨登玉的下落。那岂不是好事儿？云姿痊愈至少需要4块神骨登玉，这1块登玉有用吗？很显著，云姿的状况不仅得到了恢复，似乎修为还大幅度增进。我想，这应该就是老祖母让我们寻找神骨登玉的原因。登玉能提升我们的修为。那就好，明天我就去公主府走一趟。不过你们都得为我作证，我是为了神骨登月去应的驸马，并不是贪图那个落水公主的美色。那祝郎这些日子可好好表现哦。雨色姑娘放心，其他男子再怎么优秀，也不过是点点萤火，而你姐夫我犹如当空皓月，光辉洒遍九州，没有哪个怀春女子会不钟情不痴迷。到时候雨色姑娘可要自己把持好，别意乱情迷，毕竟大家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只会伤了雨色姑娘一片好意。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我对你意乱情迷，往后你再敢往我身上看一眼，我立刻挖了你的眼。我只是在找寻云姿的身影，毕竟睹物思情嘛。还睹物思情？你这个大猪蹄子！这场景好像见到过，似乎某一个预言脱离了我之前的掌控，究竟是好是坏呢？
今日公主府招婿，请各位公子稍安勿躁，从这边依次递交拜帖入府。一边去，一边去！哪来的纨绔子弟，竟然在公主府邸前摆架子？不知道落水公主最讨厌这种人吗？听说是来自皇都，可那又怎样？男子但凡到了我们淼国，都要敬畏3分。祝门祝明朗前来拜访，懂不懂规矩啊？我们许公山的先拜帖，你们到后头去排队。许公山是什么玩意儿？喊我，把那家伙和他的护卫都扔出去。啊！祝明朗这家伙拿我当打手了。我已经在努力应许了，你就配合一下呗，不然搞砸了，你自己回去和母亲说。哼，滚！那不是秒山剑宗的剑师吗？怎么会给这位祝门公子做陪衬呢？好厉害的剑师啊！不过这徐公山也是可怜，还没进门就被赶出去了。没有人拦本公子了吧？孟寒武，你就守在这里，把本公子之后来的人都赶出去。啊，公子，您这样做，落水公主会不满的。你是公主？当然不是。那你指手画脚什么？公主不喜欢清静吗？那我就送她一个清清静静的招婿节。不过，要是有人能打赢我的护卫，自然也可以进来和我竞争。去请示公主，你们陪同公子入席吧。是。这来自皇都的草包，仗着自己身份尊贵就欺人太甚。等公主过来，有她好看的。若喜欢诗词，各位就在等候之余做一首诗，当做初见印象吧。考文采，看来这落水公主是想筛掉一些大字不识的豪门草包呀。诗词我虽然写的不好，但也不至于写不出来。都是白纸黑字，他写出来的东西却给人一种龙盘虎踞的气势，像是夹杂着特殊的力量，是某种神凡吗？还有我左边的这人，光是随从就是实力很强的慕容师，本人看上去也是深不可测，看来得先试探一下。这位老哥年纪不小了吧？怎么还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抢公主呢？说来惭愧，一直忙于国事，未曾娶亲。正好这些年国邦安定，四处走动的时候来了淼国，便想试一试。在下祝门祝明朗，敢问阁下怎么称呼？屠国屠文鹤。屠国？怎么好像没听说过？是在什么位置？祝公子没有听闻很正常，我才改了国号，鄙人才疏学浅，起不了高雅的国号，所以干脆让国邦随我姓屠。好家伙，是个狠人呐！让国家随他姓，看来他就是慕容氏之中的列国者了。传闻吉天皇朝中有一些顶级的慕容氏团队，他们奔走于各大国家，四处攻打城池，占据领地，策划政变，窃取整个国家归为己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有些列国者在狩猎国家后，会让那些本身没有秩序的国家变得井然有序。可有些列国者扫荡完所有的资源后便会离去，任由这个国家腐烂。也难怪连这人身边的护卫都能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连列国者都出现了，招个去这么卷的吗？哪个是祝门的？正是在下。找人守门，下次找个厉害点的。你给我出来，我们再战。这男子居然把孟寒武都打败了，确实厉害，这竞争越发激烈了。算了，人家有那个本事，进来就进来吧。关你什么事？姑娘再回山修炼几年吧。你的剑法还是很粗糙啊！不，别练了，本就冷冰冰的，没点女人味儿。再练几年，怕是连人味都没有了。说的倒是有理。你好歹把他当个对手，他都不把你当个人看，你还与他纠缠作甚？也对，懒得理他。在下全宗颜渊，祝门的，你替我写篇诗，我就不计较你派人拦门的事了。还能这样？那比什么作诗啊？全宗只会用拳头，不会用笔。你写还是不写？你找死！哎呀，原来你还识字啊！肃静，公主府内不可斗殴。是。还有，交卷时间到了，念到名字的人留下，同公主见一面，其他人可以回去等最后的征魁了。好在那个列国者没有入围，倒是那个书生样貌的男子留了下来，应该是他的文笔更好吧。
可我明明也只写了个打油诗，居然也能被选中，这怎么回事啊？公主即将驾临，请各位公子静候。公子，请。诸位，请喝茶。谢公主。公子剑法了得，诗才也不错，字迹也优美。说的是我？公主怎知我会剑法？鸟山剑宗剑阁处，公子那句“弱者卑，强者尊”，可是令人印象深刻。原来那天公主也在。瑶山剑宗与鸟山剑宗论剑，10年难得一见，自然不会错过。只是祝公子身边既有那般经验绝伦的女子，为何还来我这小小的公主府？他指的应该是南陵纱吧？麻烦了，我被当成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渣男了。鸟国女子绝不容许男子三心二意，渣男必被唾弃。洛水公主，您误会了，那位女画师不过是我慕容氏团队里的神反者，我与她清清白白。我记得当天甚至有几位喜好特殊的女城主都和我说过，她们痴迷于那位画师，她的面纱下一定是绝色丝绒吧？公子与她同行，就未曾动心过。若心动，何必来这儿呢？也对。好了，祝公子，我们征魁日见，我有些累了，都散了。征魁日？征魁日也叫买婿日，到时候所有参加征婿的男子都要走上国婿台，台下女子出嫁买婿，价高者得之。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在拍卖男人吗？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那怎么可以？我答应了我妈的，我可是个诚信的人。大家好，今天花开堪折朝绪秋节正式开幕，姐妹们用欢呼声迎接各位优婿上台展现魅力吧！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在这次活动中备受瞩目的优婿祝公子上台。哇哦！人真多呀！祝明郎，别紧张，你一定能卖个好价钱的。祝明郎，祝明郎，姐姐买定你了。你们呢，就喜欢这种小鲜肉。姐姐我呀，还是钟情于儒雅随和的大叔。等一会儿图文鹤上台，你们可别跟姐姐我抢哦。我出一座蜜城买祝明老公子，每年产蜜1000罐，1年至少10万斤的收益。祝公子可是我心爱之物，还请各位姐姐妹妹们高抬贵手。妹妹未免有些小气，本侯出红钻矿山一座，价值呢也就50万斤。哼，祝公子第一个拜访的可就是我们龙女店，今天我倒要看看谁能和我们花家比。无论是谁出价，本小姐都加20万斤。100万斤，120万，150万，170万，200万斤。男人在秒国赚钱还真容易，只要放下那个没用的节操。这是一枚月天石，半年前教廷一位主教愿花300万金购买，我不曾割爱。不知道公子对这月天石是否感兴趣呢？这可是好东西啊，用途不仅广泛，还能给白起的苍龙玄术和苍龙血脉提升一个境界。公主出嫁了，没想到落水公主心仪的竟然是这位嚣张跋扈的祝公子啊！难道公主也是看上了祝门在皇都的势力，有心与皇都势力交好？姐姐，成了，这公主上钩了，我们第2块神灯古玉有希望了。不过祝明郎肯定又得因为这事儿皱眉好一阵子了。姐姐，320万斤，不，落水公主可不要记恨妹妹哦。皇都祝门势力庞大，而且祝明郎还是孟掌门之子，这个姻我们花家要定了。500万斤，糟了！这云姿，神灯让云姿醒过来了。你为什么会站在征婿台上？这人疯了吗？就算这祝明郎再优秀，也不值得直接花500万斤啊！出价500万斤，还清清白白。550万斤。云姿，你放心，祝明郎只是要他额头上的灯玉，为你续命。550万第一次，还有姐姐要加价吗？
好了，我没事了。550万，第2次。黎云姿的举动反而激起了落水公主的好胜心，不然我们的计划就泡汤了。恭喜祝公子以550万金的价格成为落水公主的夫婿。告诉祝公子一个小秘密，您的拍价可是打破了淼国争魁有史以来的记录，下次争取再争不计哦。还下次啊？哎，不了，除非和云姿。云姿，我一定会尽快找齐骨血，治好你。听说从没有人见过公主真正的容貌，这是真的吗？你想见吗？那就替我摘下来了。等我拿下她的银玉岩石，给这位公主一个抱歉的笑容，然后将她打晕，携小姨子们远走高飞。古玉到手，哈哈哈！两位姑娘不用着急，兴许是小师弟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是呢，公主太过香艳，一时半会儿也从人家的玉床上下不来，确实是为难她了。玉梭，姐姐，这天都快亮了，不如我们还是回去歇息吧。明早姐姐炖点鹿茸汤送到王宫，免得祝公子一夜劳累伤了身子。哎，再等等吧，小师弟为人我清楚的，绝对不会背弃两位姑娘的。我们与他清清白白，他要和公主怎样都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神东补月，我们自己也可以找。哼！我令妃，原来孟掌门没有和你说呀。这个女人拿什么打的晕呢？老妈不会这么坑我的吧？一定是温令妃把真正的公主藏起来。温掌门，没想到你这么歹毒啊！以你秒山剑宗的身份，何必觊觎一个凡尘国家的公主之位？真正的落水公主被你藏在何处了？你祝明朗都可以舍弃一身剑道，转学慕龙之术，我为何不能舍弃公主之位，一心寻觅剑道呢？也是啊。不过包办婚姻这种陋习，对我们这种思想开明的年轻人是应该抵制的，对吧？你的礼金呢？我退给你，咱们就这样算了，怎么样？媒妁之言，怎可儿戏？还是说，你其实心里也挂念着那位南陵莎姑娘，或是那位台嫁的姑娘？难怪老妈不建议我逃婚，逃得掉吗？温掌门，我们不合适。何况你不是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旗鼓相当的对手吗？与我这样一个平庸的男子度过一生，是很痛苦的。作为女子，本就该出色于你。我丢，忘了这家伙是表国公主了，这都什么呀？老爹和老妈这两人，可儿子简直是真的般配呀！难怪老妈不建议我逃婚，我逃得掉吗？祝公子，你还好吧？唉，罢了，事到如今，我还是实话实说吧。好吧，既然如此，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我根本没打算当驸马，我需要你银玉岩石上的神灯古玉，用它来救我心爱之人，只是没想到落水公主便是温掌门。好吧，既然如此，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我根本没打算当驸马，我需要你银玉岩石上的神灯古玉，用它来救我心爱之人，只是没想到落水公主便是温掌门。心爱之人？你是说我不如他吗？祝明朗，在淼国，公主可是能继承王权的，而且淼国富饶强盛，远非那些小国可比。我们的王权在皇都也同样显赫。除此之外，我乃淼山宗掌门，放眼天下，除祝雪痕之外，无人可及。而我的容貌你也见了，你所爱的女子也不过比我年轻几岁，相貌上我自认为不输于她。所以温掌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在下就先告辞了啊。祝明朗，你站住！温掌门，你我本无情愫，何必强捆在一起？这银玉岩是算我欠你的一份情，他日有什么需要，我祝明朗绝对鼎力相助。世间又有多少真正的一往情深？我从不奢望对一个男子产生什么感情，只求不厌恶，日久生情便可。只是你也曾是剑师，也登峰造极，也俯瞰天下，在你心中能入你眼的又有几位？温掌门，多出门走走，终究会有好人家的。若我执意选你呢？那我只能说声抱歉，我心有所属。你已是我的夫君，
名正而言顺。温掌门，你看我祝明朗像是墨守成规的人吗？祝明朗，你看我温令妃像是拱手相让的人吗？今天你若是踏出这王宫，那画师便休想活着离开妙国。温掌门，你是认真的吗？若我舍去锦衣玉食，王权富贵，在妙山剑宗苦修20年，最终还是将就他人，那我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温掌门有些话我是认同的，只是有句话你说错了。理念不同，何来对错？你说放眼这世间，剑道境界除却祝雪，无人可与你相提并论。那尝尝我这一剑如何？只是天陨剑法第15剑。哇，我可以从这一剑下活下来，但这脚下的王宫就会瞬间毁灭，贵族、宫女、侍卫都有可能丧生。祝明朗，你好狠毒！温掌门，以后不要轻易拿我祝明朗所爱做威胁，否则你的王宫、你的剑宗，包括你，都会被我碾成尘埃。你可以躲，却躲不过你我最终的送我。拿到了！呀呼！哎呀，小师弟，没想到你连天陨剑法的第15剑都能施展出来，厉害呀！这么快就完事儿了？哎，能不能别说这种让人浮想联翩的话？还有你的眼神，瞅哪儿呢？落水公主其实就是秒山剑宗的掌门温令妃，我母亲指定的儿媳妇儿，跟她打了一架，确实耽误了些时间。阿姨呀，干嘛捂人家眼睛？竟然是他呀！玉呢？佳儿呢？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温令妃这个女人脑子不太好。小师弟，咱们就此别过吧，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瑶山剑宗永远是你的后盾，你尽管带着2位姑娘私奔吧。师兄，你误会了，我与这2位姑娘都是君子之交。不管怎么样，小师弟始终还是我们瑶山剑宗的神话，剑道上是，情道上也是。那师兄，我就先告辞了，代我向剑尊老太公问安。去吧，老生贵子。妈，您不会是要召我回去和他成亲吧？他们是不错，但温令妃会更好。我爹也不错，你和他复合吧。原本我来只是想告诉你另一块神谷登玉的下落，既然你喜欢贫嘴，那就自己找吧。妈咪，我错了。往泥海方向有一城，名为润雨城，城主之印便是由神谷登玉所造。润雨城，我正好有那里的契书，只要我上交给那里的国主，我便是润雨城的城主了。这是那块月天石，温令妃担任掌门时我送她的。老母亲还是心疼我的嘛，知道我养龙不易，有这月天石，白起能更进一步了。2年时间，你身边这位画师姑娘若能打败温令妃，我会亲自到王宫为你结婚，不然名义上温令妃仍旧是你的妻子。您误会了，画师是妹妹南陵莎。他们中任何一位胜得了温令妃便可。好，2年。哎呀，哪位小姨子这么随便答应的呀？这里。浩也不是跟你一起走的吗？他人呢？吴峰传来消息说你们要去润雨城，所以浩也去打探润雨城的消息了。哦，你们先上马车吧，我有事先处理一下，一会儿回来。你能有啥事儿？不会又是看上哪位小姑娘了吧？我像是那样的人吗？像。方姑娘，我小师叔他们来了吗？车里呢。你是？在下瑶山剑宗云游剑师浩野，见过南姑娘。我不是南姑娘，我是黎姑娘。早就听说祝明朗身边有一个实力超强的画师，将妙竹师姐都打败了，就是姓南啊，怎么姓黎了？
难道小师叔身边不止一个男姑娘？看来小师叔魅力不小啊，怪不得能得到落水公主的青睐。哦，小师叔呢？我刚才跟一些商旅打听到，润雨城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跟小师叔商量一下。他去那边了。唉，一路上光顾着看风景了，一个不留神，大黑牙竟然要进阶了。大黑牙，小大个，你进阶了，应该是灵泉灵域的作用。等你修为再稳固些，想办法唤醒熔火铠甲上的铭文，那你连军级龙兽的攻击都可以抵挡得住了。接下来该用月天石再塑白起的苍龙血脉了。经理先生，为什么非要来山头啊？只有在这种阳光充足的地方，才能激发白起将月天石中的能量全部吸收，方便他再塑苍龙血脉。不过，在再塑的过程中，白起无法使用苍龙血脉，应该只有下位龙君的实力。那如果白起血脉再塑之后，实力会提升多少呢？血脉再塑后，配合上你亲手打造的那件小圣品龙铠，他的实力在上位军级中都算强的了。好吧，那我开始帮白起吸收月天石能量了。麻烦锦鲤先生与莫爷为我护法。放心吧，我可是9天之上的始祖，返璞归真化为了最渺小的凡羽。小师叔，你是谁？这是小师叔的龙兽吗？在下是瑶山剑宗的云游剑师浩野，堂主吩咐我护送你们离开淼国的。哦，瑶山剑宗啊，正好我有一个问题。哦，您请问，你们瑶山剑宗用的是什么饲料？为何一个个都被喂得如此老成？可能只是我长得比较老成吧。所以你是谁？刚才不是才说过一遍吗？在下是瑶山剑宗云游剑师浩野。啊，瑶山剑宗啊，正好我有一个问题。终于摆脱小师叔龙兽的纠缠了。黎姑娘，小师叔在修炼，我不宜打搅。是这样。你是谁？不是，之前不是才自我介绍过了吗？就算我确实没有小师叔那么闪耀出众，也不至于完全无法给人留下印象吧？不行，我不能气馁，我还行，我可以，我也很优秀。在下是瑶山剑宗的云游剑师浩野，奉吴堂主之命来为小师叔和黎姑娘带路的。哦，我是南姑娘，黎姑娘在那里。浩野公子，有什么事吗？什么情况？姐妹花吗？小师叔玩的花呀！两位姑娘，润雨城情况非常复杂，那里位于4国交汇点，更是国战中心，有可能早上还挂着一个国家的国旗，晚上就变成了另一个国邦的领地。那是不是很危险？过了这一站，有一条被官兵看守很严格的路径，到时候小师叔和两位姑娘可能都要藏在马车中了。知道了。好的。这是汉国的委任令，这是城契文书，我已经被委任为润雨城的城主了。一边去！这城已经归了我们屠国，你要拿我们屠国国主的委任令才行。不是，前2天这城还属于汉国，我们去汉国要委任令而已，这一来一回，城就易主了。小师叔，咋办？这润雨城真是个难搞的地方。我也头疼。眼下城主之印在这块土地背后坐镇的神藩学院手上，他们明文规定，城主之印只授予在城池中统治了1个月以上的城主。如果当不上城主，那只能去神藩学院找城主之印，但我又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总不能把神藩学院掀个底朝天吧？哎呀，大家先进城歇下，我再想别的办法。好。找来找去，也就这个破院子能遮风挡雨，看来我们只能自己烧火做饭了。这地方还真是凄凉，要不是他地处要道有商队经过，恐怕就要变成鬼城了。正是因为地处要道，才会被各路势力来回抢夺，最后把这城给毁了。这契书迟迟没人买，也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将契书直接交给神藩学院，是否能名正言顺拿到城主之印？但驻扎在这里的其他势力未必答应，他们也不希望有城主。哼，一群寄生虫罢了。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他们全赶出去。你们这群流浪者，把这里当什么了？赶紧都给我滚出去！
抱歉，我们也不是有意要赶结尾走，只是这宅院以前是我们的府邸，因为战争毁坏荒废，如今我们打算重整一番。哼，我们来了半天都没见人影，一收拾好你们就来了，还真巧啊！这是你们收拾的辛苦钱，拿了赶紧滚蛋！谁稀罕你的钱？我们有这座城的契书，城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该滚蛋的是你们！开什么玩笑？这座城的契书早卖掉了，少拿这种话骗我！开什么玩笑？这座城的契书早卖掉了，少拿这种话骗我们！我们来自皇都，手上确实有契书。你们就是润宇城的居民，这宅子以前是你们的。润宇城是我父辈所建，当时他率领一支军队，铲除了盘踞此处多年的丧龙，并建造了第一座岗楼。那场战役轰动了10国。我听说最初建成的是一个姓胡的人，你们是他的族人？是的，在下胡崇明，这是我妹妹胡百灵。我们原本是润宇城的继承人，但种种原因下，父辈被迫把城市卖给了神帆学院。只是契书应该在神帆学院，为何会在你们手上？能给我看一下契书吗？若是真的，上面应该有我父亲的署名。没问题。真是父亲的署名，还有咱俩的手印。这契书还经过了皇朝印鉴，他们居然是皇朝委派的。怎么样？都告诉你们了，该滚的是你们。这院子旁边还有一大片破屋，收拾一下也能住。不介意的话，你们就住那儿吧。这位兄台，实不相瞒，契书现在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此地远比你们想象的凶险，哪怕有一队护卫，在这里当城主也等于送死。更何况你们这点人，有话直说。不如兄台将契书卖给我。当年父辈糊涂卖掉此城，才让这里被各国践踏。我和妹妹这些年一直招兵买马，就是希望重新夺回润宇城的掌控权，重建此地。你们打算夺城？就你们这100-200人？我们个个都是精英，有完善的粮草储备和作战计划。我们打算先在城中占据一席之地，再慢慢驱逐那些不入流的势力。城主之印呢？打算怎么夺回来？当然是拿下城主之位之后，在这里守1个月，1个月内不再易主，我就能名正言顺找神帆学院索要。既然他们能找到城主之印，倒是可以合作一下。反正我又不想当城主。兄台，城主之印不过是象征身份的物件，兄台不如先将契书给我们，我们好打着旗号重建和招兵，兴许这样会更快。我们自然有用，有我们帮你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我是慕容师，他们都是我团队的成员。啊？可你们一共才5个人？是7个。不管怎么说，我手上有契书，是正统城主。你的家族是这座城的建造者，也有心夺回一切。为何我们不联合起来，把那些乌烟瘴气的势力赶出去呢？只要能把那些霸占润宇城的恶棍，亦或是丧龙一族赶出去，我愿意你们合作。好，合作愉快。来来来，喝酒吃肉哈！怎么闷闷不乐的？还在为润宇城担忧呢？这里乱的不行，连匪徒都敢明目张胆抢地盘。那些匪徒抢来的钱，有一半交给了各国军队，军队越发的强大起来，润宇城的局势也就越来越糟了。这方面我不太擅长，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是，要是郑瑜在就好了。当初与瑞国的战斗，就是他率领军队找到一条能悄无声息到达瑞国国都的捷径，娘子才能大获全胜。不过他如今在黎川国都，下一道法令，城内除去胡家军的所有武装势力，都视作叛军，格杀勿论。这个语气是云姿。法令下达后，把所有占据在这里的匪徒杀了，再顺藤摸瓜处理掉黑暗军阀，制造格杀勿论的假象。不愿招惹你们的武装力量，就会自行离开。这办法不错。娘子，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还好，就是感觉有点累。那我先去扶你休息。这女子竟是他的娘子，刚才怎么没听他跟我们提起啊？好久没出来走走了。这一带虽然荒凉，但若是重建好了，也是一番美景。要是纳入黎川的版图，就再好不过了。就当是四处考察吧，有喜欢的地方，娘子可以在地图上做个标记。我和娘子一起去。淼国，看来娘子还是在意我争婿的事情。世事无常，往往会让人身不由己。我不喜欢这种刺猬。争婿一事，
是我对不起娘子。我并没有在意。不在意吗？怎么是不在意呢？发生这些事，终究是因为我太脆弱了。娘子，倘若我足够强，就不会在热国的战役中受伤，也不会让他们为我飞行，更不会让祝明老为了神灯古玉身不由己的去做什么藐国之举。娘子，我知道你不喜欢失败的感觉，更不喜欢在乎自己的人做一些牺牲。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变数永远都在，为了一个小小瑞国就险些耗尽气数，那将来在没有了解整个红鱼的构成之前，我无法松懈。娘子，那些未雨绸缪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重要的是现在。娘子，都和别人成亲了，怎么不叫藐国公主娘子？我不管，你就是我娘子。娘子果然还是在意我争取的事儿啊。云姿，选的事情先不想，这瑞雨城你喜欢吗？喜欢的话，我们就拿下来。先看看胡家兄妹的能耐，若是他们守不住这城，我们就去拿城主之印，拿了就走。好，娘子这么有雄心壮志，我也要加油了。眼下有那么多龙和小姨子要养，得和娘子一起奋斗。趁着娘子午休，我去看下润雨城的情况。这城虽然混乱，但自成一个小社会，拥营、护卫、军队、猎人、军商相互依赖，都靠着这一带生存。先看看有什么悬赏内容，没准能搞到点钱花。收集丧龙爪钩，用来制作军线，通缉叛变慕容师。这不是我吗？画像也太像了吧！居然能把我英俊容貌毫无保留的画出来，这我不一眼就被人认出来了吧？哎，温李飞是不是有毛病？这么大张旗鼓的悬赏逃婚驸马，不会觉得丢脸吗？这位兄台看着面熟啊，你好像就是藐国王权悬赏的那位驸马。不就是他吗？当了藐国驸马还逃婚，不可饶恕！悬赏300万，还必须是活的。你丑啊！温李飞竞价才出了275万阶，悬赏我居然出300万阶！冷静！我能被悬赏300万金，必然因为我是个危险人物，所以奉劝你们量力而行，知难而退啊！太嚣张了！我们可都是专业的拥军和赏金猎人，居然还敢威胁我们！住手！兄弟们一起拿下他，大不了300万金一起分。不见棺材不掉泪，大黑牙，看你的了！就让你们尝尝刚晋升主级的雷暴苍龙的虐杀吧！慕容师，大黑牙，看你的了！就让你们尝尝刚晋升主级的雷暴苍龙的虐杀吧！杀！青竹、莫邪，你们也上！天哪，是朱明老！黎姑娘，小师叔让我跟您说一声，他去城里探查城内情况，若姑娘醒了……你小师叔是谁？你又是谁？1个月，我已经和他们相处了整整1个月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记住我？我的存在感有这么低吗？不好了，不好了！朱明俩在废墟集市和城里的一群蛮汉打起来了。走，去看看。这姑娘看着柔弱，居然这么厉害。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从今天开始，我祝明朗就是这润雨城的城主了。你们往后要在这里谋生，最好规规矩矩的，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小高手来了，看这个祝明朗还怎么嚣张！这位仙子，只要帮我们拿下祝明朗，我们与你同分300万金。要被拿下的是你们。娘子，手下留情！从今日起，润雨城内不得有任何未经我授权的武装势力驻扎，今夜不离开的，视作叛军，格杀勿论。怎么回事？也没什么，就是和这些人发生了口角。藐国的那位公主悬赏你300万金，他们是妄想抓我回去当驸马。不过娘子也知道，我是专情的人，不会答应他的。我看他未必会死心，终有一日，我一定要去会一会这位藐国公主。喂，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要武装势力滚出润雨城？麻烦再说一遍，军爷我没听清。我是润雨城的城主，今夜之前滚出润雨城。哼，拿着鸡毛当令箭，你看我们同刀军今夜挪不挪窝？同刀军是这里的强龙之一，我听胡家兄妹说过，这支军队的实力和势力远超那些地头蛇，看样子他们不会轻易离开润雨城。我们同刀门擅长刀法的士兵就有3000，连城邦军队见了我们都得绕着走。你还是带着你的小娘子赶紧走吧，别想当什么城主了。不过是一群刀师为首的私人军队罢了。既然你们觉得你们同刀军很了不起，那干嘛不自己攻打一座城池当驻地呢？打城容易，管城难，俺们就是打打杀杀的料，别的一窍不通。这润雨城也没什么油水，你们何必要霸着这里不放呢？不是说丧龙又出现了吗？我们是来抓他们的。一条完整的丧龙尸体能卖几千斤，级别高的能卖上万呢。你们营地在何处？带我们去看看。丧龙？好啊，就带你们去长长见识。嘿，好！你们这里刀师和神凡者都有，但好像没有木龙师。木龙师一个个心高气傲，花钱雇他们做甚？有那钱，还不如给兄弟们多发点呢。统领，早晨我们看见胡家军的木龙师了，他们好像有大动作。胡崇明和胡百灵那俩兄妹又想干什么？你去盯紧他们。喂，那什么城主，你不是要驱逐所有武装力量吗？怎么不先把胡家军赶走？他们可是入驻这城池最早的人。我们和他们是一伙的。可恶，那你们岂不是来打探军情的？是你请我们来参观的呀。我请你们来参观，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我们的实力，然后不要招惹我们。够你们军队要什么价格？够你们军队要什么价格？哼，我们同刀军做的是攻城、灭族、采龙血、踏魔窟的买卖，可不是给你们这些绣花公子小姐们当护卫的。所以价格？娘子这是打算就地招兵买马，雇佣他们？得看做什么。150万为定金，若是攻城、参与国战或者灭掉一些顽固势力，我们会视危险程度和折损，额外收取其他费用。胡家毕竟只是合作，并非完全听命于我们。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确实很难肃清城里鱼龙混杂的势力。娘子这主意妙啊！雇胡家才100万金，他们的木龙师还更好调动。他们那些嫩货怎么能跟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刀军相比？100万金，你们愿意就继续驻扎这里，听从我的调遣；不愿意就收拾东西离开。夜幕降临后，城里的一切由我们支配，包括你们的性命。这100万金虽然有点低，但捕杀丧龙1、2天搞不定，也未必能获利。不如接受雇佣，还有固定的佣金。成，100万金就100万金。竟然成了，不愧是娘子。你们看，那新城主真的颁布法令，要赶走那些武装势力。这新城主估计就是一个铁憨憨，颁布这样的法令，简直就是自取灭亡。等着看好戏吧。等着看好戏的是你们。我看这位新城主活不过今晚，那些军阀哪会把他这小城主当一回事儿？我听说胡家的人回来了，不知道是否和他们有关。哼，这城就是毁在他们胡家手上的。当初润雨城多么风光，如今却成了一个土匪窝。几位老哥，肉怎么卖啊？啊，这些肉不卖，是送给卢营那些军爷们吃的。那就不用送过去了呀。小伙子，你应该刚来润雨城吧？老伯怎么知道？润雨城哪有花钱买肉的人呢？厉害的人都是直接抢东西。再说了，卢营可不是善茬，我们要不在晚饭之前把肉送过去，他们就要吃人了。老伯，我没和你开玩笑，卢营勾结匪徒谋取暴利，已经被我下令给灭了。他们的头目傍晚就会在废墟市集当众斩首。小子，这玩笑可开不得，会没命的。敢问公子是何许人也啊？润雨城城主祝明朗，这法令就是我下达的。吹，接着吹，我看你能吹出什么花来。王老伯死了，都死了，罗营的人都死了呀。
什么？原来真是新城主！我们这些乡野之人没认出来，莫要怪罪，莫要怪罪呀！起来吧，老伯，这肉可以卖给我了吧？公子是第一次当官吧？当官的哪有买百姓肉的？这些肉就送给你了，也算我们的一片心意呀。社会圆滑，老伯顶了。老伯是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用送。你们也希望这座城早日恢复民生吧？能够按照规矩做买卖，这就是润雨城新的开始吧。既然城主大人发话了，那我就打个对折，一车肉80斤怎么样？哎，大意了，糟老头子坏得很。